空间裂缝中一片混沌，又夹杂着些许漫天星辰之色，十分闪耀，将那大颗大颗赤红的岩浆雨全部吸入其中。出口开在熔岩巨怪头顶，无数岩浆雨落下，效果完全没有一点效果。那岩浆雨在落下后不久，便与那熔岩巨怪融为一体，让身体皮肤变得更加厚实。论温度，熔岩巨怪本身远超岩浆雨，无法对其他造成伤害。在陈木的预料当中，谈不上失望，试试而已，主要是不想让那些东西落砸在自己身上。这头熔岩巨怪绝对是陈木目前以来遇到过体型最为庞大的怪物，没有之一。加上火山为敌，身躯超千丈，数千米高，得亏是放在试炼之塔当中。这种怪物倘若放到外面去，以人类目前的升级进度，只有被吊打屠杀的份。随随便便喷吐出一口岩浆，便能杀死数以万计的人。闭合上嘴，熔岩巨怪挥下自己高抬起的手，瞄准陈木。81中文网，轰！手还未到，向下压来的狂风已是让陈木的双肩感受到一丝丝沉重。细看那手上类似掌纹的裂缝，可比人手要夸张不少。这程度，估计顶尖算命师来了也得摇头，直呼天机不可泄露。掌纹当中冒着丝丝火焰，但那只是相对熔岩巨怪的庞大身躯来说，以陈木的人身作为对比，随便一缕火焰都堪称一片火海。他可不想被一巴掌拍成肉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充分发挥出斩断空间这一技能的优势。空间裂缝在头顶正上方打开的同时，也出现在了熔岩巨怪的身侧。手掌这边压入，那边同时一巴掌重重拍击在熔岩巨怪的肩颈位置，打得他身形猛然一歪，连忙抽回手，再次裂开深渊巨口，发出代表愤怒的咆哮声。果然，比起魔法伤害，还是物理更管用。陈木调侃道：“不准备搞花里胡哨的。”陈木直接发动 SSS 级完美模仿，火山平地而起，冒出滚滚黑烟。吼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将那黑烟吹散不少，露出陈木与那熔岩巨怪不能说相像，只能说一模一样的千丈身躯。两座火山离得并不远，陈木一挥手臂，一巴掌抡在熔岩巨怪脸上，强行使他闭嘴。万倍力量之下，这脑袋当场被打碎，然后迅速重聚，再次张开嘴，朝向陈木的脸吐来一道熔岩火柱。陈木抬起手，将那岩浆柱强行按压回去，手掌更是硬生生按进熔岩巨怪口中，旋即抬起另外一只手，撕扯开熔岩巨怪的嘴，使得他无法闭合。再凑近身子，居高临下，口对口，轰，吐出大量岩浆，灌入其中。熔岩巨怪就好似蜡烛一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着，身躯越来越矮小，越来越矮小。在陈木万倍力量的压制下，根本无法反抗，起身只能单方面被碾压，默默接受被融化的命运。待他的身躯被融化的差不多，暴露出火山口，陈木毫不迟疑，大手伸进去，深入岩浆当中，抓住生命之河，五指一用力，碾碎岩浆，不再沸腾，失去活力，迅速凝固，很快变成一座死火山。作为模仿者，陈木很清楚熔岩巨怪的弱点是什么，实在不行，还有识破之眼这个技能，对方的死穴永远暴露在他眼前，无所遁藏。击杀熔岩巨怪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通关宝箱+1，杀戮点加2500，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岩浆雨，力量属性加500，法术强度加300，防御属性加2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岩浆雨，自动升级为 SSS 级岩浆雨，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熔岩巨怪，这个新增的亡灵君可太重量级了。另一边，关于陈木成功攻略试炼之塔19层的消息，依旧很迅速地通过横幅告诉全球人。大老牛啊，只剩下最后一层了。从他第一次攻略提示到现在，1个小时不到吧，1个小时攻略10层试炼之塔，你说他没开挂，我真不信。没准人家运气好，开局抽到 SSS 级技能，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呵呵，抽中 SSS 级技能的又不是没有，凭什么只有他如此亮眼？废话，因为他强啊，还能为什么？弱智问题。你的意思是，其他 SSS 级技能的拥有者不够强？确实没他强，有问题吗？你要不服气，可以去找他们2个人打一架。争吵声在任何时候都无可避免。不过好在陈木很强这件事上，大家并无分歧。毕竟没有比这些滚动横幅，还有天绑地绑再次稳稳缠连更具备说服力的了。他们怎么想，陈木并不关心。此时的他已是通过传送门来到第20层试炼之塔。呼，吐出一口重气，终于要结束了吗？陈木还抱有一丝希望，有没有可能试炼之塔取消了每日10层的限制？真要如此的话，陈木不介意利用药剂恢复精神，争取1日速通。当然，这种事情想想就行了，真正能够实现的概率微乎其微。
陈木的注意力集中在眼前所见所闻上。这里的环境看起来与之前遭遇投掷杀手的地方很像，各种高大树木以及地上那些生长怪异、不曾在记忆中出现过的植物。卡 bug 了，难道又是投掷杀手？陈木倒是不嫌弃，他怎么可能会嫌弃再增加几千个投掷杀手亡灵呢？那召唤出来一起投掷黑色尖枪的画面，肯定异常震撼。但这种想法很快便被陈木自己给否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真是投掷杀手的话，怎么可能会等到现在还不动手？他们绝对不可能有如此耐心。二话不说，往脸上扔黑色尖枪才是真的，只是环境场景差不多，仅此而已。陈木对此100%肯定。嗡嗡嗡，旋即耳边便传来振翅响动，这声音频率相当快，而且莫名耳熟，像是在哪里听过。陈木非常肯定自己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声音，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咔嚓，危机感应触发，陈木往后瞬移出去2米。当看到那紫白色渐变的雷电瞬间，陈木脑海中立马回想起那家伙的名字——雷电杀人蜂。陈木第一个做成怪物罐头的对象，居然连这种事情都能忘记。陈木无语道：3W.81ZWM， 有些疑惑，雷电杀人蜂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以那家伙的实力，陈木平心而论，绝对不够资格出现在试炼之塔，别说20层，连1层都没资格。做成罐头，那味道倒是蛮好的，尤其是靠近尾巴的那部分肉，吃进嘴里还会有点酥酥麻麻，被电感觉可以说是相当新鲜跟刺激。振翅声铺天盖地，很快陈木一抬眸，视野范围内随便一扫就是几十只雷电杀人蜂。目光看远一些，远处还有大量雷电杀人蜂源源不断的袭来。以数量弥补实力上的差距吗？陈木分析着，并不肯定。数量再多，这种东西在他眼中，论战斗力也和丧尸没有任何区别，都很弱，可以一击必杀。挥手间，锋利的剑气连同脸盆粗的高大古树，与那雷电杀人蜂轻松切割成2半。一只雷电杀人蜂，一棵树，怎么可能？是10几棵树，几十只雷电杀人蜂。本以为会有所加强，可当看到掉落在地上的2半身躯，没挣扎2下，便彻底不动了。陈木知道自己想多了，就是普通的雷电杀人蜂，没有半点区别。看我连续通关9层太累，所以打算让我放松一下。还是说怪物不够用了？陈木笑道。他现在已然认定，丧尸怪物这种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批量生产出来的东西，杀得太快，照样有可能灭绝。所谓的创世神，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相遇的世界平台，但直到目前，这只是他的猜想，事实如何，不得而知。在意识到陈木的强大后，雷电杀人蜂群选择保持他们认为的安全距离，旋即纷纷将下半身对准陈木，毒针从中伸出来，雷电聚集成一个小光球，之后光球又蔓延出一丝丝电纹，在那满尾刀片状的外附针刺上相连接，跟个带电的狼牙棒似的。这么做的用意是可以让下一发雷电的攻势威力变得更加强大。嗡嗡嗡，雷电的声响已是超越盖过振翅声，环视一圈，被数百只雷电杀人蜂箭上弦，蓄势待发，瞄准锁定的感觉没什么感觉。陈木内心毫无波动。轰轰轰，滋滋滋，待那一根根足有手臂粗细的雷电从臀部射出，朝向自己这边为中心聚集来时，陈木故技重施，空间裂缝覆盖全身，犹如一个半圆的保护罩。同时在每只雷电杀人蜂的背后，视野盲区打开出口，滋滋滋，滋滋滋，再次上演什么叫做我杀死了我自己。一只只被电得外焦里嫩的雷电杀人蜂从头顶源源不断接二连三地摔落下来，失去生息，薄如蝉翼的翅膀更是直接被烧焦的一点不剩。本身准备给陈木的最终杀招，谁曾想却成了屠杀自己的快刀。数百只雷电杀人蜂在短短几息功夫全部死亡，但陈木并没有看到系统提示弹出，看来应该还有一只蜂王或者蜂后才对。陈木基本可以肯定，远处还可以看到雷电杀人蜂在陆续振翅飞来。陈木此时的注意力全部在那些雷电杀人蜂烧焦的尸体上，快速瞬移进行召唤。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雷电杀人蜂。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雷电杀人蜂。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雷电杀人蜂。至于那些想要趁此机会偷袭陈木的卑鄙小虫，无一例外重复着自己杀死自己的这一行为，踏空跳，不断踏空跳。这些古树还有茂密的林叶影响了陈木的观察力，很快他跳出林顶，这视野范围瞬间变得无比开阔起来，蓝天白云尽收眼中。同时看到的还有那棵屹立在这片森林最中心，大到已经不能用树来形容的参天巨树。这树本身与在上一层遇到的熔岩巨怪不相上下，
难道那棵树就是20层守关 BOSS 本体？陈木大胆进行着猜测，只是猜测，具体如何还得上前好好确认一番才行。陈木动用魔瞳扫描分析着整棵参天巨树，没想到立马就有了收获，发现在那浓密到连雨水也很难渗透的密叶中，隐藏着一个蜂巢王国。那些雷电杀人蜂正是来自于此。看来雷电杀人蜂依旧大概率是守关 BOSS， 死了几百个臣民，蜂王蜂后还不打算露面吗？陈木又忽然想到什么，踏空行走间，双手抱胸，喃喃自语道：有没有可能和之前的三龙人一样，双守关 BOSS？ 再怎么样，那么大一棵树，仅仅只是作为蜂巢的搭建场所，在陈木看来很浪费、反常、不合理。在距离还有1公里远时，陈木停下脚步，不再前进。既然这关的 BOSS 那么喜欢藏，那就逼得他们不得不抛头露面。施展技能岩浆雨，头顶浓烟滚滚，比起乌云更黑，更加密不透光。颗颗西瓜大小的岩浆雨滴就那么直直落了下来，覆盖整片森林。轰轰轰，岩浆落在树上，顷刻燃烧起烈焰，火海快速形成。那些飞来想要靠近陈木的雷电杀人蜂，在飞行过程中被瞬间熔断身子，只剩下一点点脑袋飘落。大火越发猛烈，俨然一副地狱景象，生灵涂炭。原本生机盎然的绿色，此刻只剩下大片焦炭。轰轰轰！值得一提的是，当岩浆雨落向那棵参天巨树时，数千只雷电杀人蜂如潮水般涌出，排列整齐，形同一张大网，护住巨树。再齐齐高举毒针，射出雷电，将那浓稠的岩浆雨击退，偏离巨树，落向其他地方。单纯只是为了保护蜂巢的话，陈木觉得雷电杀人蜂用不着搞出如此之大的阵仗。这行为怎么看都像是为了保全整棵巨树。而且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确做到了。别的地方都是生灵涂炭，完全笼罩在火海之中，唯独古树仍然保持翠绿，高耸不倒。轰轰轰！岩浆雨不断地下着，雷电杀人蜂也在源源不断地从蜂巢中飞出。陈木粗略估计，这一会功夫，暴露在他眼前的雷电杀人蜂总数绝对已经超过万字规模。异常庞大的一支完全由雷电杀人蜂组成的军团，配合默契，甚至可以用完美一词来进行形容。即使是岩浆雨，也无法对蜂巢本身，亦或是那棵巨树造成多大伤害。朝向巨树为中心蔓延而去的火焰，似乎触发了巨树的自我保护机制。轰隆隆，在一声声巨响当中，粗大的树根破裂地面，从地下钻出，迅速缠绕，编织成一圈墙壁，混杂着泥土，勒紧，只为阻止火势继续向前蔓延。不禁更加让陈木肯定，这20层试炼之塔拥有双 BOSS， 彼此为共生关系。仔细看会发现，在茂密的林叶当中，长着一个个待绽放的花苞，一旦盛放，能为雷电杀人蜂群提供不少养分。这养分可不单单指花蜜。看着眼前的一幕幕画面，陈木想到之前召唤的3600多名投掷杀手，正好拿这些雷电杀人蜂试试看他们叠加起来的威力究竟如何。直到目前，陈木还从未使用过大量亡灵军与敌人对战过。雷电杀人蜂再次砍下第一次，一扇扇通往暗影世界的门在地上打开，密密麻麻。倘若将视线拉远到100米高空之上的话，会注意到这形状当真与蜂巢的切面有几分类似。一个投掷杀手自那其中浮现出来，不得不承认，这3600多个投掷杀手一起现身在眼前，而且没有任何遮挡，看着还是相当惊人、震撼的。纷纷在陈木的命令之下，抬起麒麟臂，举过头顶，从圆筒发射器上拔出一根黑色尖枪，握住，动作不能说相像，而是一模一样，好似复制粘贴。身体往后仰，枪尖向上，手往脑后移动，蓄力，不断的蓄力。当机械手套上那只类似眼睛的3层圈状光芒全部点亮后，齐齐投掷出黑色尖枪。轰！那一瞬间的风暴声，类似于近距离面对火箭发射时能够听到的声音，又或者数架战斗机贴着耳边飞驰而过。多亏陈木防御属性高的离谱，这双耳的承受力自然非一般人可比。换做普通人，这个距离之下，轻则被震得耳鸣不断，重则直接耳膜破裂，从此丧失听力，一点不开玩笑。陈木抬起目光，看向那如网一般朝向雷电杀人蜂群盖去的3000多把黑色长枪，速度很快，扭个头的功夫，全部准确命中，贯穿头部，一击必杀。雷电杀人蜂根本来不及反抗，已是哗哗哗，大片大片往下坠落。等部分反应过来时，下一批黑色尖枪已是急速射来，又是一通爆杀、秒杀，孰优孰劣，一目了然。那雷电杀人蜂尽管数量上占有部分优势，但论实力，几乎可以用碾压来形容，没得比。上万只雷电杀人蜂完成击杀，不过3次射出的黑色尖枪，
陈木头一次领略到什么叫做数量上的优势，更加坚信要创建亡灵军的想法。1亿只是小目标，10亿、100亿算进阶，1000亿、万亿才是终极目标。到时候哪怕遇见真神，套用一句大夏古话来说，一灵一口唾沫都能把他活活淹死。雷电杀人蜂成片死亡，那岩浆雨大量落在巨树身上，火势一下不受控制的蔓延开来，嗡嗡嗡，轰轰轰。这时陈木注意到，更多的雷电杀人蜂从那不应该装得下那么雷电杀人蜂的蜂巢当中，直接将进出口扩大几十倍，泄洪一般狂涌出，一部分为巨树灭火，一部分继续抵挡岩浆雨。这杀人蜂无穷无尽，没有数量限制的吗？陈木纳闷道。突然他眼前一亮，注意到在蜂群，准确来说是蜂巢之上，站立着一个人，或者应该称之为拥有人形的蜂后。至少从外表上，陈木能很轻易地看出他是雌性，而且拥有人类的体态。不仅如此，那身段异常妖娆，搭配上胶质感的黑色紧身鱼尾式长裙，腰臀比完美勾勒出来，81GWM， 双脚完全被裙尾罩住，这部分为黄色，到脚腕位置，一根根向上的黄线再组成几个六边形图案，突出着它的蜜蜂属性。然后那几根线再顺着侧身延长到腋下，视觉上更显腰身纤细。胸前到腰部，再到两腿之间，有着一块凸起的黄铜色图案，蜜蜂头加上10几根简约线条刻画出来的祭祀长袍半身。胸前一块块小六边形组成的薄纱，让皮肤颜色与赤露在外的白肩形成强烈对比。胸口2抹弧线往上附着着一圈细小的白绒，在颈后连接，凸显贵妇气质。头罩遮半面，鼻子以上的部分全部遮盖着。外观是蜜蜂没错，陈木看得出来，那2块遮住面部最多的黑色部分为眼睛，还能看到那之上2根弯折下来垂落眼前的触角，再往上2根往外突出的尖角，比肩还宽，越靠外越尖锐，整体看着就跟个天平一样。黑色占绝大部分，2抹条纹黄依旧是为了突出蜜蜂属性。右侧尖角上还挂着个迷你小蜂巢，随风微微飘动。头顶戴着个王冠，更加强调其王者身份。要说全身上下最不像人的地方，那绝对非双臂莫属，看起来就像是2个些许肿胀宽厚的蜜蜂尾，黑黄条纹色让人更忍不住往那方面联想。小手臂部分又细得可怜，类似于毒针，而那5根手指更细了，犹如野山参的根须，黄黑渐变。在其背后还落下2扇半透明快等生长的翅膀，不规则纹路明显，为灰褐色。翅膀上部最窄的部分为浅黑色，中间大片范围为浅黄色，而翼尖部分带着那么点浅蓝色，可以说是十分梦幻了。回想起6翼天使，陈木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些女版守关 BOSS 颜值都那么高吗？或者应该说拥有人形后颜值都那么高，至少看着确实赏心悦目不少。以这种样貌成为亡灵军，既能贡献战斗力，又能拿来欣赏，两全其美，难道不好吗？这蜂后可不仅仅只是拥有亮丽的外表而已，数万雷电杀人蜂听从他的号召，射出雷电，雷电又延伸出电纹，彼此相连接，形成一只巨大的雷电之手，轰击向空中的那些黑烟云，洞穿出一个缺口。只不过很快，那个缺口又被迅速灌入的黑烟填满。他们不仅需要面对一刻不停的岩浆雨，更需要面对一次投射就能杀死他们数千只的黑色尖枪。雷电杀人蜂下坠的尸体不比那岩浆雨稀薄几分。奇怪，真的很奇怪。陈木看着那爆发之势丝毫不减，从蜂巢内大量涌出来的雷电杀人蜂，百思不得其解。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蜂巢，到底是怎么装下那么多雷电杀人蜂的？难不成他们还能随地大小便？陈木很难不怀疑其中存在着猫腻，决定前去看看。岩浆雨投掷杀手维持现状，他瞬间消失，进入完全隐身状态，在瞅准蜂巢出口，一个瞬移抵达。眨眼功夫不到，那如潮一般的雷电杀人蜂直接穿过他的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碰撞。陈木如出入无人之境，朝向蜂巢内部走去，而面前那些雷电杀人蜂便是最好的指路标。半分钟、1分钟、3分钟过去，陈木总算来到蜂巢正中心位置。眼前的一幕，哪怕是称得上见多识广的他，也不免觉得吃惊。一条肥硕到可以与大卡车相提并论，身躯乳白的虫子就躺在他面前，身躯不断蠕动，每次蠕动都能排出大量蜂卵，排出刚落地立马孵化，再由雷电杀人蜂搬运一种带着花香金黄色的蜜球，落砸在刚刚孵化出来的雷电杀人蜂幼虫身上。幼虫疯狂吸食，这期间身躯同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着。待整颗蜜球全部被吸食干净之后，幼虫也完全发育，
与正常雷电杀人蜂没区别，加入到对抗陈木的雷电杀人蜂大军之中。那金色的蜜露，陈木没猜错的话，大概率来自巨树上的花。如此，雷电杀人蜂为何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巨树安危的行为，便有了一个解释。就陈木所知，自然界中，蜂王、蜂后没区别，同一物种，不同称呼。但到了杀戮世界，这规则得改改。蜂王是蜂王，蜂后是蜂后，蜂王负责生育，蜂后负责统帅，分工明确。对不对暂且不论，陈木觉得是时候打破外界的僵局了。只要杀死这头蜂王，断了雷电杀人蜂的功绩，以投掷杀手加上岩浆雨的效率，分分钟拿下胜利。绕行大半圈，终于找到蜂王那城墙般大且厚重的脑袋，他正不断吞噬着工蜂从高空投喂的大颗金色蜜球。要达到如此疯狂的生育速度，没有营养供给肯定是不行的。陈木取出火刀，火刀受完全隐身技能的影响，同样变得不可视。跳跃上蜂王脑袋，陈木双手举起火刀，重重刺了进去。双手再重重一扭刀刃，冲射出的10几米长的火焰瞬间贯穿蜂王的脑袋，击杀蜂王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2000。轻轻松松察觉到蜂王死后，蜂巢内部一下乱了，那些工蜂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陈木则不急不忙，开始提取召唤。脑海中想到一个骚操作，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防御属性加200，力量属性加200，耐性加100。没有技能的吗？不过想想蜂王可能会拥有的技能，陈木立马打消掉这个念头。没有也挺好，反正还可以召唤亡灵。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杀人蜂王。下一秒，直接将原本的蜂王尸体一键烹饪成罐头，再把亡灵蜂王召唤出来，替换掉蜂王。工蜂显然认出这不是自家蜂王，开始对其发起攻击，全被陈木以空气长矛射杀。再进行召唤，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雷电杀人蜂。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雷电杀人蜂。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雷电杀人蜂。召唤出大量亡灵工蜂，再由他们负责接生，搬运蜂巢中大量储存的巨树蜜球，投喂蜂王，同时喂养刚刚孵化的雷电杀人蜂幼虫。一切转眼恢复原样，只是本质上发生了改变。倾巢而出的雷电杀人蜂名字前多了亡灵2字，主人则变成陈木，不再受蜂后统治。看到从蜂巢中涌出来的普通杀人蜂被替换为亡灵杀人蜂，蜂后似乎也有些手足无措，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在下一秒，陈木出现在他背后，举起透明的火刀，无声无息贴近蜂后的脖子，一刀狠狠一拉，轻松斩断，击杀蜂后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2000。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速度属性加200，法术强度加200，洞察力加100。又没有技能的吗？这未免太飞了。陈木自嘲道。抱怨归抱怨，该做的事还是要做的。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蜂后。和6翼天使一样，外表上亡灵蜂后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依旧是那么的贵妇。陈木伸手抚摸了一下脸蛋，冰冰凉凉，没有一点温度，偏暗色系，时刻向上提起的红唇，让人忍不住多想。另一方面，亡灵杀人蜂在拥有蜂后之后，战斗力直线提升，迅速抹杀掉其余杀人蜂。杀人蜂这一条线的 BOSS 已然完全被陈木的亡灵所替代，只剩下脚底这棵不知活了几千年才能长成如此规模的巨树。蜂王蜂后已死，却依旧没有获得通关礼包作为奖励，再加上退出键还是灰黑色，陈木100%可以肯定，这棵正在燃烧着的巨树才是 BOSS 真身。至于蜂王蜂后，大概率算是巨树麾下的大将之类，缩小或者形容为压缩头顶黑云的大小，使得岩浆雨变得更加密集大颗。原本覆盖整片森林的岩浆雨，此刻仅仅覆盖巨树1圈范围，其余地方早已全部化作焦炭之色，只剩下点点火焰还在燃烧蔓延。轰轰轰，轰轰轰，这程度已经不能用语来形容，就像是一尊巨人从头顶泼下来一盆炽热岩浆，浇灌在巨树上，叶子迅速燃烧卷曲碳化。那些未来得及绽放的花苞也是同样，不多时整棵巨树已是完全被火焰包裹，没有一点空余地方。抛开叶子和花苞，这树干本身包括树枝在内，出乎意料的经得起燃烧。几分钟过去，再加上岩浆雨的不断覆盖，依旧没能让它彻底焦炭化。火炕点满了吗？陈木打趣道。下一步，命令所有投掷杀手将枪尖对准巨树。陈木意外发现，这些家伙在被亡灵化后多了个技能，在射出全部作为弹药的黑色尖枪后，可以使它们化作一缕黑烟，重新回归到原位置。陈木不确定这是投掷杀手亡灵化之前
还是之后获得的技能？之前杀得太快，根本没机会留给他们展现出全部实力。轰隆隆，脚下忽然传来剧烈的晃动，震感。陈木平举起手，五指动入树身，以此保持平衡，免得摔落下去。肉眼可见，视线高度明显提升不少，上下颠簸。待恢复些许平稳过后，陈木低头向下一看，眼前的一幕正印证了他之前关于守关 BOSS 的猜想。巨树存在的意义，确实不仅仅只是为雷电杀人蜂们提供花蜜养分，它本身也是守关 BOSS， 有着惊人的体型，只是把自己伪装得像一棵树，仅此而已。树身为躯干，树皮裂开，从中拔出，分裂出4枝，原本杂乱的树枝经过扭曲、编织、组合，最终化作一颗脑袋的形状。燃烧着的火焰让本应该模糊的五官变得清晰明亮起来。巨树转眼化身为一参天树巨人，陈木降下的那些附着在他身躯上的岩浆，貌似阴差阳错赋予了他火焰的能力。树巨人前应该多加2个字，改叫火焰树巨人。轰砰啪，他并未发现陈木的存在，只是对着空气无能狂怒，食指间发生变化，伸出粗大的100米树根，疯狂鞭打着大地与空气。陈木看得出来，树巨人并不满意陈木赋予他的火焰能力，想用手中长鞭挥散黑云，奈何距离差得实在太远，根本够不着。陈木决定发挥出善良本色，送树巨人早登极乐。他的困意已经相当浓烈，即使是站在上千米的高度看下去，那扇通往暗影世界的大门看起来依然十分巨大，与渺小一词完全不搭边。高大火山拔地而起，喷涌出黑红色混杂在一起的岩浆与大量黑烟，身躯暴涨。在黑烟散去之后，熔岩巨怪显露出真身，与树巨人不相上下。熔岩巨怪在陈木的授意下，举起岩浆流动，火焰在掌纹之间喷射着的巨大手掌，朝向树巨人的脑袋一巴掌狠狠打来。树巨人自然不可能乖乖站在原地挨熔岩巨怪的巴掌，同样抬起巨手抓住熔岩巨怪的手腕，同时藤蔓无限生长出去，如蛇一般紧紧缠绕，层层堆叠，增加韧性，防止被逃脱。81中文网。熔岩巨怪也不是吃素的，滚烫的岩浆持续升温，灼烧竟使得那紧密堆叠的树根发生碳化，啪啪啪，一根接着一根断裂甩飞。接着似乎是从陈木那里学来的招数，趁着树巨人没反应过来之际，熔岩巨怪伸出双手，手指锐利，锋芒化，反手刺入树巨人胸膛，再同时发力，往两边截然不同的方向猛然挥出，咔嚓咔嚓，硬生生将树巨人的胸膛抛开个大洞，露出其中根根密集交错，犹如树根般的肌肉线条。熔岩巨怪在张开提前蓄力好的深渊巨口，对着那个破洞吐出大量岩浆，灌入其中，使得岩浆充满，填补上所有空隙，再通过灼烧将空隙变得更大。树巨人不甘心如此死去，树根缠绕成硕大的拳头，轰砸在熔岩巨怪身上。这攻击方式是那么的朴实无华，也正如想象中那般毫无效果。最终，即使表面看起来没有变化，实则内部早已被岩浆蛀空。千里之堤可以溃于蚁穴，那么为何千丈之深不能崩塌于岩浆？树巨人分裂坍塌的画面，可比那些高楼大厦看起来更具视觉震撼。陈木凌空而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倘若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放在先前的世界，那妥妥商业大片。至少特效方面没得说。击杀树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通关礼包，杀戮点加2200，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万物有灵，力量属性加400，防御属性加400，法术防御加4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万物有灵，自动升级为 SSS 级万物有灵，不召唤成亡灵。那怎么能行？陈木还指望着这树魔能与蜂王蜂后相辅相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呢。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树魔。做完这一切，陈木迫切查看起是否能继续前往下一层试炼之塔第21层。事实证明，他想多了。今日试炼之塔挑战层数已用完，请明日再进行尝试。看来我这不离开，不回家睡觉还不行了。陈木苦笑，好在离开的传送门可以自由开启。创世神并没有要把陈木禁锢在试炼塔内的想法，而另一边，系统依旧相当智能，及时的将他攻略第20层试炼之塔的消息通过横幅广播告知了目前至少有10几亿人在线的世界聊天频道。牛啊，真的通关20层了！不枉我熬夜到现在，果然没让我失望，又通关了。耗时依然没超过1个小时，而且还有一段距离。这小子是真不当人啊！我有预感，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霸榜天榜、地榜双第一。不用预感，妥妥的，除非他死。但目前看来，我孙子死了，他都不一定会死。自信点，你估计连女朋友也找不到。
我靠，这么毒的吗？小嘴抹了蜜，这家伙真不是内测玩家，通关过一次试炼之塔，见到神，许下无敌的愿望。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所以哪位大佬赶紧通关，许个让我们所有人回到蓝星的愿望。呵呵，为什么要许愿全人类回到蓝星？自己当独裁者，把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奴役100亿人，难道不好吗？换我也选独裁，天天酒池肉林，美女如云，不安逸。你们太自私了，各自发表着意见。而秦鹿也和很多人一样，在听说陈木正攻略试炼之塔后，一直顶着困意没睡，等待着一次又一次不断飘过的横幅提醒。当看到陈木拿下20层试炼之塔后，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嘴里吐出一口重气，不再强撑，睡下，几乎秒入梦。陈木这边在回到房车以后，便把存放进系统背包许久的米莉亚放了出来。恭喜主人！米莉亚睁开眼，看看周围的环境，知道陈木已经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事。陈木点点头，应了一声，旋即打开系统虚拟面板，上架近100万个怪物罐头。这100万个罐头几乎大部分靠熔岩巨怪、树魔以及雷电杀人蜂得来，只是这名字让评论区众人看了实在望而生畏。火山熔岩补充剂，这玩意喝了确定不会把人给喝没。泡椒树皮还真是怎么说呢，越来越有创意了。兄弟这说法真有情商。等众人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那关，打算买个尝尝鲜时，点击交换却被系统提醒已换空。这下评论区直接爆炸。之前就不说了，这近100万个怎么还是没得那么快？手慢怪谁？你们以为这是随处可见的资源吗？等你，我们工会近万人就等着它上架呢。名字虽然怪异了些，不过那火山熔岩补充剂我们老大试过，尤其是对于火属性技能天赋的拥有者来说，不仅可以降低消耗、冷却时间，还能提升至少3倍威力。我靠，这么牛逼的吗？被名字骗了啊！我发誓以后管他名字再奇葩，哪怕是屎我也要买爆。你们别说，有幸尝了尝那泡椒树皮，味道还不赖，比猪皮更有韧性，带点脆脆的口感，和想象中的粗糙老树皮完全不同。后悔的声音大量刷屏，请求陈木上架更多怪物罐头的人不计其数，更有人质疑他这是在搞饥饿营销。至于这下场吗？少则几千，多则数万、10几万问候。你以为这东西那么好做吗？你有本事去试炼之塔杀2个 boss， 客气点，什么叫饥饿营销？要是把大佬气到再不上架怪物罐头，老子追到天涯海角也要砍死你。你想和全世界的人为敌吗？我们工会的3000兄弟已经记住你的名字，千万别被我们找到。陈木上架怪物罐头后，便直接退出了世界交易中心，并未过多停留。比起那个，更想看看都换来了些什么东西。枪械、武器、弹药，各种平民食物居多，还有些看不懂的物件，比如各种听都没听说过，一看就像是有毒的奇葩果子。还有什么妖蛇精血、圣果、无限背包的好处立马体现出来了，哪怕暂时弄不清楚作用，留在里面也不碍事。嫌碍眼的话，还可以一键分类整理、折叠，按照物品价值进行排列，越往前等级越高。这个功能深得陈木的心，那么多东西要一件件去分类、整理、融合，太考验耐心。相同类型的枪械弹药自动归类到同一背包格子里，这难道还不够贴心吗？起身走向卧室，躺到床上，放出守护骑士镇守在房车周围30米范围外，形成一个圈，免得有人打扰自己睡觉。关闭系统虚拟面板，陈木迅速进入睡梦状态，一切等明天再说。而与此同时，一所研究室当中，您发起的战斗申请已被自动拒绝。自动拒绝。看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系统提示，白发老者有些不确定，在睡觉吗？他能想到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这么一种，看来再强终究也只是个人。白发老者哈哈笑道，目光看向一旁，在培养室中被无数根导管连接浸泡在特制绿色液体里的改造人。白发老者略微失望，看来只能晚些让你看到我为你专门打造的对手了。他并不认为以自己目前掌握到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数据足以拿下杀死陈木。白发老者所希望的只是收集到更多关于陈木的战斗数据，再通过不断的调试、升级，一步步完善，打造出最完美的新人类。到那时再以此为模板进行批量制造，他将拥有一支不败军团，到时候通关试炼之塔还不是唾手可得。转眼刺眼的太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陈木睡得太匆忙，忘记要关窗帘，被晃醒。好在他的睡眠质量不错，已经完全足够，精神面貌恢复得很好。伸个懒腰，起身走进浴室，洗浴洗漱一步到位，然后来到客厅，与一夜未眠更不需要睡眠的米莉亚打个招呼。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取出早餐，边吃边打开系统面板，进入背包功能，想看看有什么昨晚忽略掉的新鲜玩意。注意到每日改造卡，想起今天房车载具又有一次融合升级的机会。事不宜迟，边吃边意念操作，打开融合升级面板，每天一次，感觉还是有点少，总觉得不过瘾。倘若能不限制融合升级的次数，陈木还真想试试看，这一直疯狂堆叠下去，能将一辆普普通通的房车改造成何等水平？有没有可能直接形成一个全新的星球？并未着急，心里想着，杀戮世界除了100亿人以外，还有数不到尽头的丧尸怪物，结合无尽提取这个技能，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以及未来的某一天，就能获得与之类似的技能。还是那句话，永远保持期待，也值得期待。至于此次要和房车融合的对象，陈木选中了一枚从战斗机上拆卸下来的集束炸弹。目前在他看来，房车的防御力是足够的，唯一需要考虑增加的只有火力、战斗力。在融合之前，陈木不忘使用技能，先一步对集束炸弹进行强化，正在强化中，强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分裂效果。查看详情介绍后，陈木脸上露出满意笑容。本就是散布式轰炸，现在每枚子炸弹又拥有随机5至100枚的分裂效果吗？成百上千枚子炸弹，倘若全部达到100次分裂效果，那就是超过10万规模的轰炸。这威力随便想想都知道有多恐怖。不过比起这个，陈木还是更好奇这升级版集束分裂炸弹与房车融合过后的效果。添加进材料格子，确认融合，正在融合改造中。融合改造成功，肉眼可见，车身体型似乎为了容纳下集束炸弹又扩大不少。按下按钮后，车顶盖板打开，升起发射器，一共10个炮口，可单枚发射，也可选择同时发射。搭配上陈木这个驾驶者的无限弹药技能加持，堪称行走的毁天灭地器。一般丧尸怪物肯定是扛不住这强大的火力输出。陈木想找个 BOSS 级别的试试看，想法刚冒出，眼前系统提示毫无征兆地弹了出来。30分钟后，该区域将进行工会战，由天棒工会向圣华工会发起挑战。工会战一旦开始，将限制离开，直到一方工会全员死亡。宁可按照系统提示路线逃离该区域。工会战吗？这种设定对于陈木来说并不陌生，很好猜到。更让他意外的是，系统还挺人性化，知道不连累无辜，给了其他人充分的逃跑时间。工会战一旦开启，所在区域不仅限制离开，更限制进入，谁也无法预知双方打起来会是个什么效果，很有可能会将整片区域的房屋建筑全部夷为平地。不想被牵累，离开才是最优解。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切换区域聊天频道，陈木想看看这天棒工会和圣华是个什么情况。头一次见到工会战，莫名激动是怎么回事？要不要离开呢？横纵5公里范围那么大，你怕啥？我劝你们别小看工会战，赶紧离开比较好。之前我就见过一个2000人的工会战，打完后大地直接下沉半米，5公里范围全部下沉半米，那起码得有 S 级参与其中才能办到吧？2000人就有那种效果。仅我个人了解到的消息，天棒工会大部分由棒国人组成，圣华貌似要杂一些，哪的人都有。天棒成员差不多3000，圣华接近4000，我靠，加起来有7、8千人吗？双方互相放技能的画面一定很震撼，胆子大点，直接留下来，到时候打扫战场，捡漏，走上报复人生。就怕没报复，先暴毙。大家为什么不能和谐共处呢？非要你死我活才行吗？好不容易才找到个合适的新家，哎，聊天内容中，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纯粹看热闹不嫌事大，闹得越大他们越高兴。陈木余光扫到，有人从车旁背着不少行李经过，那人抬起头看了一眼，当对视上陈木的目光后，赶紧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离开，生怕会把命交代在这。搞把大的，男人可没这胆子，光看到房车顶上那未收起的集束炸弹发射器，就已经吓得他大腿闭拢，差点尿出来。看到有巷口，赶紧拐进去，才不管会通向什么地方。陈木淡淡一笑，按下按钮，收起集束炸弹发射器，离开。开什么玩笑？工会战这么大的事情，他当然也得参与进去才行。反正必须死人，为何不死在自己手上呢？还能以生前哪怕奋斗一辈子都不一定达得到的 SSS 级技能活下去。陈木找到一个完美的足以说服自己的插手理由，或许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试试看升级后的集束炸弹威力。房车停在原地，按兵不动，只等倒计时结束。距离工会战开战剩余时间0点28分。陈木最不差的便是耐心。而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的天棒工会，3000多人正忙着整理穿戴装备，一个个把自己武装的
俨然成为一名荷枪实弹、满身高科技武器的特战兵。真要说起来，上个世界的特战兵论武器远比不上他们精密，更何况还有技能在手。天棒工会的加入要求很高，哪怕最低等级的 F 级技能拥有者，也必须是战斗技能，又或者其他可以派得上用场的技能才行。每天还得完成对应击杀任务，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加入，混吃等死。此次与圣华工会开战，一方面是矛盾积怨已久，另外一方面则是地盘划分问题。双方本战上过谈判桌，但谈崩了。无法时代，谁还不想当华帝为王呢？野心在这一刻得到释放。西巴，今天一定要让那帮鹰派狗知道，我们棒国男人多有种。敢不敢打个赌？谁先杀到10个人，谁输1箱矿泉水？没问题，我赌了。好，一言为定。众人斗志昂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才是猎手，而圣华工会不过是困在牢笼中，即将等待被收割的柔弱猎物罢了。他们棒国人将会笑到最后。反观圣华工会这边，工会会长诺埃尔·迪克正与几名工会的骨干成员聚集在一间会议室里，商讨着要如何对付此次主动发起工会战的天棒工会。他，一名性格暴躁的卷发男重重一巴掌拍在桌上，木桌一道裂纹贯穿，难掩气愤。他们算什么东西，居然敢挑战我们？忘记以前是怎么给我们当狗的吗？费伦奇，你先坐下，别激动。迪克示意道。费伦奇愿意给会长这个面子，坐回到位子上，主要还是因为实力没对方强。他虽有 A 级技能天赋，可与 S 级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费伦奇很清楚，迪克想杀自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个早晚取决于迪克想跟自己玩多久。你们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战术？迪克又问起众人的意见。据我所知，天棒全部是些有勇无谋的家伙，他们一定会选择正面压马所有成员，用最简单暴力的方式击溃我们。我们可以派出一部分人吸引火力，另外一部分人从两侧打乱他们的阵型，从而完成收割。一名有着东方面孔的男人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所以，华，你觉得我们该派什么人负责吸引火力呢？迪克目光转向杜华，继续追问。很简单，那300名大夏人，我想应该足够用。论实战能力，哪怕他们之中少部分拥有1级技能，依旧比不上我们，是可以用来牺牲的。杜华回应道。好，就按照你说的做，那些人便由你负责安排。迪克决定道。好，杜华站起身，打开门，离开办公室。待脚步声走远后，费伦奇笑了。什么叫我们？他不也是大夏人吗？这家伙可真卑鄙，牺牲起自己人，一点不手软。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才有使用价值。你不得不承认，他看的那些叫做兵法的书很有作用。迪克笑道。我想这一战之后，我们可以多招收一些大夏人来充当肉盾，吸引火力。他们唯一的优势便是数量足够多。费伦奇接着道。是啊，20多亿人口，非常庞大的一笔数字，如果不减少一些，让他们团结起来，对我们来说会成为很大的隐患，但也仅此而已。迪克赞成道。距离工会开战剩余时间0点24分31，距离工会开战剩余时间0点12分25，距离工会开战剩余时间0点05分21，只剩下5分钟后了吗？看着眼前系统面板上不断滚动着的数字，陈木打了个哈欠，眼角挤出泪珠。尽管他才睡醒没多久，但必须承认的是，今天正午的太阳真的很好，透过车窗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让人很想睡觉。他们要再不打起来的话，陈木真要睡着了。转眼，距离工会战开战剩余时间0点10 10 9 8 7 6 5 4 3 2 1 5公里范围已限制出入，工会战正式开始。砰砰砰，轰轰隆隆。这10秒倒数刚完，陈木还没来得及调整姿态，已是听到远处打响的枪声与爆炸声。即使被高楼大厦挡着，看不见那其中的画面，也不难想象得出有多激烈。还真是谁都不想谁多活1秒啊！陈木调侃同时启动房车开了过去。正如圣华工会之前预料的那样，天棒工会选择集合火力，全部人马，打算从正面突破，彻底打倒击溃圣华工会。300多名大夏人被杜华安排进楼中，没有直接暴露身躯，刻意营造出一种人很多但比较保守的画面，和他们齐头并进。呵，开什么玩笑！在安排完一切，找到个代替自己指挥的人后，杜华直接扭头去找迪克、费伦奇碰面。杜华很清楚，和他们待在一起，自己才能真正安全。他答应过那个领头人，支援会很快赶到，不会让他们伤亡太多。大家是一家人，家人永远不会抛弃家人。而真正说服代理领头人的是，事成之后，杜华会请命迪克，给他增加在工会内的身份地位。81中文网，这种完全不需要兑现的承诺，
代理领头人需要多少，杜华都可以承诺。哪怕他真的侥幸活下来，杜华还可以用一发子弹，简单轻易的摆平这件事，将所有功劳聚焦在自己一人身上，难道不好吗？他好不容易才融入这个大家庭，成为主干成员，岂能让别人分一杯羹？患难同胞，这种说辞可感动不了杜华。他自认为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几分钟后，看着狂涌入大楼、源源不断的天棒工会成员，以及不断被杀戮的同胞，以及迟迟没有赶到早该出现的支援，领头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人卖了，还想杀几个棒国人泄愤。谁曾想脚下突然传来爆炸，强烈震感，砰砰砰，从1楼到2楼，再到3楼、4楼、5楼，整栋高楼一层一层开始爆炸坍塌。那是杜华事先让人埋进去的炸药，一点点付出，使得大楼坍塌，瞬间杀死上百人。而且这样的事情还在其他地方上演着。看到这一切，一向认为自己足够阴险、狡诈、不做人的费伦奇都不免觉得自己还蛮善良的，同时庆幸像杜华这样的人并不多，否则将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怎么样，会长，我完成的不错吧？杜华笑问。不错，你做得很好，我非常满意。等工会战结束后，我会好好奖赏你的。迪克深感满意的点着头。多谢会长。杜华一定为圣华工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华单膝下跪，抱拳埋首道。看到他一副奴才样，又或者比作收到主人奖赏的骨头，疯狂摇尾巴的狗，费伦奇那颗稍微悬起的心平稳落地。他很喜欢杜华这种知道怎么当狗，而且是知道怎么讨主人欢心的狗。忠犬，100%的忠犬，值得留下利用。报告会长，有人看到一辆超大型的卡车朝着咱们这边冲过来了。杜华刚起身，背后就传来一个声音：卡车。迪克非常确定，在圣华工会内没有那种东西。难道是天棒那群人见败势无法挽回，决定祭出压箱底的东西？费伦奇从旁说着自己的猜想，先派一队1级成员去探探虚实。迪克目光看向杜华，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和费伦奇还有其他事需要处理。会长请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杜华迅速动身，带着10几名1级技能拥有者，在那名报信人的带领下，朝陈木所驾驶的房车方向赶去。发现房车的可不只是圣华工会这边，天棒安插的眼线同样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会长金野中。和迪克他们一样，金野中也认为那是圣华工会搞出来的。看样子他们是想形成包围圈，一点点对我们进行屠杀，一群只会偷袭的卑劣家伙。金野中气愤道：会长，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的人在楼内因为爆炸损失惨重，再这样下去，恐怕……那人欲言又止，不想刺激金野中。你带一小队人去盯住那辆卡车，伺机而动。我这边再想办法，带领所有人试着冲出重围。几千人数量太大，过于吸引眼球，而10几个人还可以利用高楼街道与各种小巷掩人耳目，混出去。是名叫尹孙和的男人答应一声，带着10几人火速原路返回。大脑飞速运转，或许可以杀他们个出其不意。劫下卡车，利用那未知的武器，转守为攻，打开突破口，事关性命，不拼不行。要怪只怪这工会战的规则实在太过变态，不能投降，不能退出，唯一退出的条件就是杀光敌对方，一个不留，一直耗着，生活在这5公里的范围内。别开玩笑了，且不论食物水资源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系统明确规定，工会战的时长是有限制的。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工会战，不能超过3天。3天若还无法分出胜负，会抹除双方全部参战的成员，风险是大，不过回报同样不小。胜出者可继承对方工会的全部资源储备、各种荣誉成就、点数。很快，双方人员到场，藏在楼内。一个偶然，隔着一条街道，对视上目光。华看着尹孙和，尹孙和也在盯着杜华，都在想对方为什么会站在那个位置。先下手为强，见房车停下，双方几十人同时冲出大门，混战在一起。看着眼前的一幕，陈木一脸懵，他是因为发现有2队人在监视自己，准备一起解决。没想到这车子刚一停下，他们反倒先打起来了，枪声不断，双方要么手持巨盾格挡子弹，要么直接化身石头人为队友抵挡子弹。这种人不少。砰！巨盾与10人相冲击，互相角力，对枪同时还不忘触发技能小火球、寒冰锥，这类算是很基础的技能，要么因为躲闪不及，手掌与扳机冻结在一起无法活动，寒冷刺骨，要么枪身被火球融化，金属液体流到手上，疼得哇哇乱叫。习惯与各种丧尸怪物 BOSS 对战后，看到这一幕场景，不知为何，陈木总觉得像是在看小孩子打架。关键他们这么在路中间打架，充当拦路虎，陈木还过不去。砰砰砰！
更有人铁画拳头，敲砸车门，命令陈木的，想要暴力入侵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目标一致，夺取卡车。也是这时，杜华、尹孙和才反应过来，这辆大卡车与天棒、盛华工会没有任何关系，单纯路过而已。之所以没有让手下停手，原因很简单，这辆卡车在他们看来会是很好的冲撞与突破工具，不拿白不拿。见双方将矛头对准自己，陈木叹息一声，没办法，只能劝架了。这里的劝架可不是用嘴精神伤害，而是物理劝架，拳拳到肉。地上咒符之门一扇扇打开，什么情况这是？开起来像是魔法阵，幻觉吗？踩上去似乎一屁股坐倒在地上。等抬起视线，便看到守护骑士自那其中冒出头身，这个高度可谓相当震撼。双手大剑更是让人联想到古代刽子手。眼见他们高高举起手中双手剑，剑刃对准自己时，众人这才反应过来不对劲。有人转身逃跑，有人举起手中长枪扣下扳机，有人冷却时间刚到，手掌中心旋转凝结出火球发射，砰轰！逃跑的人被守护骑士投掷出大剑，一剑破开身躯，又连续破开好几堵高楼墙壁，最终定射在离地几十厘米高的支撑石柱上，左右轻摇，砰砰砰！扣下扳机，一通输出后，才发现子弹根本无法在他们坚硬的盔甲上留下一丝一毫的划痕，硬得离谱。还想逃跑，哗，风扯声，结果被一剑横摆，分身两半，轰！至于那小火球，一发打在守护骑士胸口，爆炸扩散开，旋即迅速熄灭，依旧毫无作用。接着被悬在头顶的大剑一剑斩下，纵分两半。看着几乎不到半分钟快被杀光的几十人，陈木着实没想到，几乎快被天使骑士淘汰的守护骑士，原来对于普通人具有如此强大的碾压实力。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一级技能连续火球，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加速小火球。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一级技能冰锥术，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大冰锥术。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一级技能刺客前行，自动升级为 SSS 级刺客前行。各种技能拿到手软。尹孙和、杜华站在一旁，瞪大双眼，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切，只觉得不可思议。这下终于明白，为什么面对几千人的工会战，明明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选择逃离，却要硬留下不走。齐齐扭头，目光看向防太阳光的车窗，从外面无法看清内部景象，又无比肯定，的确有人在驾驶位上。毛骨悚然，你们的人？尹孙和率先开口问。杜华摇摇头，觉得没必要再多问。尹孙和这句话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更加证实双方的猜想。看着朝向自己这边聚拢而来一尊尊银色的钢铁骑士，杀伐之气点满，尹孙和、杜华只觉得全身每一寸肌肉细胞都在害怕的颤抖。到杀戮世界那么久，何曾见到过这种场面？几百只丧尸组成的尸潮加起来，也不如这十几尊守护骑士来的恐怖。哒哒哒，金属落脚声，二人来不及反应，已是被迅速包围。跑！他们不认为逃跑时将后背展示给守护骑士会有多大的生还几率。之前看到过不少被守护骑士投射出大剑穿透胸口一击毙命的案例，现在还在脑海当中，如同电影画面一幕幕浮现放映着。杜华警惕守护骑士时，瞥一眼身旁的尹孙和，主动提议道：暂时休战，合作怎么样？这样你我活下去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你也不想死在外人的手里吧？好，尹孙和想都不想地答应下来。的确，以一己之力想要从这群守护骑士手上逃脱，难如登天。不是几乎不可能，而是完全不可能。不需要别人给希望，尹孙和、杜华自己就把希望之火给掐灭了。好，那开战吧。杜华准备使用技能，轰轰轰！最终二人被乱箭砍死，地上满是凌乱被鲜血填满的斩痕。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一级技能毒针，自动升级为 SSS 级技能阎王铁。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一级技能破石掌，自动升级为 SSS 级破山掌。解决掉这群人后，路面瞬间变得开阔起来。陈木大手一挥，守护骑士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他则继续驾驶着房车往枪声一刻不停的方向赶去。通过工会管理者系统，迪克、金野中很快知晓尹孙和、杜华身死的消息，这让本以为胜券在握的迪克、费伦奇二人头顶上出现了一把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看得见的剑，不知何时就会掉落下来，要了他们的命。金野中原本面对包围圈就不小的压力，如今更是倍增。只有陈木一个人哼着口哨，无比淡定，终于赶到正面战场，停稳房车。在同为工会会长的迪克、金野中的授意之下，
部分人纷纷将矛头转向房车。迪克认为，必须先摧毁这辆天棒的秘密武器，才能稳稳拿下胜利，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金野中则认为，如果不摧毁那辆房车，自己本就赢面很低的胜率，更会无限趋近于零。双方同时行动，两拨人马。全程目睹的迪克、金野中默契地露出疑惑表情，满脸问号，想不通他们为何要攻击自己人？难道？正想着，陈木已是按下按钮，集束炸弹发射器升起，60多度角斜对天空，砰砰砰，发射声响惊人，12枚集束炸弹接二连三升空。看到那12枚炸弹带着白色的小尾巴划破天空，绝大部分人的视线均被其吸引，停下手上动作，抬眸目视，其中不乏素质低下者，乘其不备，一剑穿胸，抹喉。被抹喉者一脸震惊，破口大骂：你这个老六！到达一定空余，母弹朝下，外壳分开，暴露出成百上千枚子炸弹。子炸弹散射开瞬间，又不停地分裂，30次、50次、80次、100次，肉眼可见的炸弹雨几乎可以说是覆盖满了这5公里的范围。那一刻，陈木知道自己做了无用功，早知道覆盖面积那么大，还特意跑来做什么？直接原地发准打击，全部打击到，就不会出现遗漏，所以很精准。炸弹雨来了，大家快逃！跑啊！炸弹，好多炸弹！轰轰轰！子炸弹急速下坠，落在地上，砰砰砰！轰轰轰！一时间，爆炸的火光与黑烟充斥满肉眼可见的所有区域，除了爆炸与黑烟，看不到其他东西。惨叫声早被炮火盖过，无数楼房倾塌，化作尘埃。没错，不是碎片，而是尘埃。这火力造成的大地震颤，远隔10几公里，照样能感受得到。米利亚坐在车内，目睹着这一幕，同样觉得万分震撼。不愧为主人。房车周围形成类似结界的保护屏障，别说这爆炸威力，哪怕再提升个几百、几千倍，照样无法让车子掉一块漆面。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腾手，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腾化。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催眠，自动升级为 SSS 级掌控。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D 级技能4臂，自动升级为 SSS 级牵手。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D 级技能巨人化，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制巨人化。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易容，自动升级为 SSS 级千面。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这技能获取的弹窗刷新速度快到陈木不得不施展技能慢视觉，才能看得清究竟获得了些什么技能。这绝对是有史以来陈木一次获得技能最多的时候，没有之一。粗略估计一下，抛开自己到之前死去的那些人，至少获得了5000多个 SSS 级技能，怎么用得完啊？陈木陷入苦恼，别人还在为能拥有一个 S 级技能为终生目标而努力，自己却早早的就实现了 SSS 级技能自由。愁着愁着，陈木抬手扶额的动作之下，便忍不住笑了。这种感觉可比想象中要爽太多。几次升级过后的集束炸弹的威力，更是远超他想象。那些人之中，或许有人能挡得住一发子炸弹，可几十万、100万次轰炸，要如何才能挡得住？除非是眼瞳颜色在一瞬间发生变化，逐渐被染色。陈木发动技能魔瞳，洞悉全盘，不禁露出一抹意外之色。没想到在如此暴力狂轰滥炸之下，地面下沉数米，还有人能活得下来。蟑螂见了，恐怕都得惊叹其生命力之强。看来我似乎低估了 S 级技能的效果。陈木认定，活下来的那几个人，均是几千人中技能等级最高的存在。技能等级高都活不下来的话，技能等级低的人又怎么可能活得下来呢？而此时黑烟之中，迪克、费伦奇二人面面相觑，回想起刚才的那一幕幕爆炸、火光、黑烟翻卷的场景，依旧不免心惊肉跳，觉得震撼心灵。5公里的楼房，各种建筑，竟在一瞬间被夷为平地，数千人同样在一瞬间几乎被全部抹杀，无限趋近于零。倘若不是亲眼目睹的话，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这是如今以人类的实力能够做到的事。不这么想，总不能去想是丧尸怪物在驾驶那辆拥有让人难以想象的武器配置的大卡车吧？这玩意别说放在杀戮世界，哪怕放在之前的蓝星，一人一车便可轻松称霸整个星球。甭管陈木有没有那个自信，总之迪克、费伦奇对此很有自信，羡慕至极。为什么那么厉害的武器不是自己拥有呢？如果可以让自己拥有的话，他们有自信让圣华公会成为杀戮世界最强且唯一的公会，既羡慕又嫉妒还恨。会长，我们要逃吗？费伦奇的声音改变了，变得雄浑不少。限制还未解除，说明除了我们以外，天棒也有人活着。
他不死，咱们都别想离开。迪克当然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可要让他忤逆系统规则，如何做得到？不如趁着还有黑烟作为掩护，那人估计也已经倾泻完所有弹药，我们先去解决掉他。如何？费伦奇转而将摆在明面上的陈木选作目标，拿下那辆车，再想解决天棒工会的残兵败将，还不是信手拈来，轻轻松松。轰，是个办法字未出口，一股狂风不知从哪吹来，风力之大，竟将迪克与费伦奇的身躯强行拖动，无数细小碎石在急速下宛如刀片从他们身上划过，留下细小的伤痕，转眼遍体鳞伤。不过比起那些伤痕，更吸引他们眼球的还得是那斜立于头顶45度角贯穿5公里的工会战区域，因为吞吸黑烟，色彩变得十分清晰的龙卷风，而那龙卷风尾正是来自于站在大卡车车头旁的男人陈木。这是 SS 技能吗？费伦奇尽管只有 A 级技能天赋，可他见识过迪克使用 S 级技能，远远达不到陈木所展现出来的水准。半秒后，迪克才从愣神中缓过来，摇摇头否认道：不，这恐怕是 SSS 级最高级别的技能天赋。什么 SSS 级？这家伙！费伦奇吓了一跳，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如何形容。陈木拥有那火力输出变态到极点的大卡车，已经让费伦奇羡慕嫉妒恨到不行。现如今居然又当面显露出他拥有 SSS 级技能天赋，费伦奇内心直呼不公平。为何这个世界的主人要如此偏爱一个棒果，或者樱花，还是大虾仁？为什么？五指捏紧，将缩小到一掌可握的龙卷风掐灭。陈木只是想看个清楚，什么人能挡得住那般猛烈的炮火轰炸？当看清楚二人后，这份心情应该怎么描述呢？迪克还好，当看到费伦奇使用技能后的模样，陈木唇角微微抽动，险些没能忍住，笑出声来。一只穿戴的古代甲胄的黑猩猩，手持一把笔直锋芒的长柄砍刀，猩猩脸几乎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双腿或许是因为太过粗大，所以没有穿着任何装备，比如鞋袜之类，大腿倒是被裙甲保护着。这组合说不出的怪异，哪怕费伦奇只是变成一头大猩猩，没有穿戴这一身装备，陈木都不会觉得那么好笑。必须承认，这绝对是陈木有史以来第一个不想获得的技能，甭管战斗力多高，看着就很滑稽可笑，带点蠢，偏偏还没法拒绝，只希望升级 SSS 级之后能酷炫点吧。费伦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产生了误会，总觉得当陈木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来时，一副似笑非笑，在憋笑的模样。为何要笑？笑什么？自己很好笑吗？怎么可能？外人一直对于费伦奇的技能天赋，兵甲猩猩的评价是威猛、强大、令人恐惧。迪克伸手拦住费伦奇，眼神传达想法：让我来。费伦奇也没打算要去抢占迪克的风头，他觉得论谈判，迪克比自己更擅长。换做以前，哪怕是面对天棒派出的谈判代表，费伦奇一个不高兴，照样敢一酒瓶砸在那人脑袋上。但面对陈木，费伦奇实在没那个胆子。那可是 SSS 级技能天赋的拥有者啊，估计只要他愿意，轻轻松松就能秒杀掉自己。不止陈木对此十分自信，费伦奇对此同样充满自信。这位东方朋友，我无心与你成为敌人，可否放我们一条生路，或者一起合作？迪克想要拉拢陈木，意图很明显，哪怕把工会会长的位置拱手相让也无妨。陈木的价值值得他那么做。对此，陈木的回应是抬起手，五指如虎口，半握，掌心对准迪克。这家伙，迪克知道陈木对自己起了杀心，不可能放过自己，于是赶忙准备使用技能。忽然感受到强大的热浪自头顶袭来，地面被照得刺眼，抬头看去，不禁想问，这是个什么情况？太阳掉下来了吗？那火球是如此的巨大灼热，以至于迪克完全忘记要使用技能，要反抗。只因面对这种级别的攻势，他已然认定做什么都是多余的。这个变态，他居然有2个 SSS 级技能，创世神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要如此偏袒，照顾一个东方人？我不服，我不服啊！再看一旁，费伦奇的表现则与迪克完全相反。天大的火球距离还有几十米高，却将费伦奇的盔甲烤得通红，融化皮毛、血肉，最后整个心烧了起来。使用技能的费伦奇尚且如此，没有使用技能的迪克早已心脏骤停，融化，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A 级技能兵甲猩猩，自动升级为 SSS 级机甲狂星。光是用兵甲猩猩4个字与机甲狂星比比也知道，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陈木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平稳落地不少，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粗气。要真原封不动地升级为 SSS 级，仅仅只是提升各方面属性，与无消耗、无冷却，那陈木100%会让这个技能
永远压箱底。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控水，自动升级为 SSS 级控水。说起来，这还是陈木第一次获得 S 级等级的技能，不过和 F 级、E 级感觉也没有任何区别，毕竟最后都是秒升 SSS 级。在陈木解决掉迪克、费伦奇的同时，另外一边，天棒工会会长金野中眼前弹出了系统提示：恭喜，由你率领的天棒工会顺利赢得与圣华工会的工会战胜利。必须承认，金野中没想到半路会杀出陈木这么一个程咬金，不过倒要多亏他自己才能借刀杀人，成为工会战最终的赢家。即便天棒所有工会成员都死光了也没关系，这个世界目前最不差的就是人。如果陈木不出现，他也不可能从迪克、费伦奇等人手中活下来。现在不仅活了下来，还继承圣华工会全部的资源储备与工会点数，用4个字来形容，那便是因祸得福。金野中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用圣华加上天棒的物资，吸引更多成员加入，超越之前。你想去哪？只是还没走出几步，陈木却突然发声。金野中后背一凉，冷汗直冒，心说他不应该发现自己才对。金野中的技能天赋为 S 级变色龙，可以与周围的环境完美融合一体，相当于隐身，用过很多次，还从未被人识破过。环视一圈，难道这里还有别的幸存者？可当目光落在陈木身上时，却发现他宛如看得见自己一样，视线直直看来。金野中不信邪，往左移动几步，陈木的视线跟着往左移动，金野中又继续往右移动几步，陈木的视线依旧牢牢锁定。这家伙真的看得见我？金野中瞪大双眼，嘴巴同样微张，变圆。这怎么可能？金野中看得很清楚，陈木有2个 SSS 级技能，一个是可以掀起龙卷风，一个是可以召唤从天而降的大火球。无论哪个技能，都和识破自己的变色龙伪装没有半毛钱关系。难道？金野中脑海中诞生出一个极其恐怖的想法：这家伙除了龙卷风与大火球之外，还有第3个技能，要不要那么变态？此时此刻，金野中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跑，头也不回的跑。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跑，那100%会死在这里。陈木很欣赏金野中喜欢做无用功的心态，更欣赏他那奇奇怪怪的技能，肉眼不可视，不过在魔瞳之下却无所遁藏。掌心中钻出一条粗大如蟒蛇的龙卷风，眨眼间增粗数10倍，追上贯穿，将金野中整个人淹没其中，绞杀，将那本该半透明的龙卷风变得血红不少，逐渐减淡。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变色龙，自动升级为 SSS 级变色伪装。陈木大概了解了一下，在可以像金野中那样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前提下，还增加了可以伪装成其他丧尸、怪物、人、物品的功能。这个增设的技能效果还挺不错的。至于伪装，陈木的评价是不如完全隐身，不如归不如，好歹是个 SSS 级技能，陈木倒也没嫌弃，多多益善。哪怕他现如今拥有几千个 SSS 级技能，其他人再想追上，已经完全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另一边，对于工会战这种事，世界聊天频道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关心的。几千人对战几千人，杀到一方完全灭绝才能获胜的严苛条件，让他们觉得很刺激，血脉奋张。目前并没有多少工会会长愿意赌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工会发起工会战，原因很简单，担心哪怕赢得胜利，也是伤敌1000，自损800，万一被其他工会趁此机会搞偷袭，很有可能会彻底灭亡。某世界聊天频道，奇怪，按理来说，我一直认为论实力，圣华碾压天棒，为何最后天棒赢了？废话，当然是因为我们棒国人无敌。少来，你们自己去工会系统搜搜看，还有天棒工会2个字吗？卧槽，真没了！什么情况？天棒和圣华怎么都没了？圣华没了我还可以理解，天棒不是赢家吗？为何也没了？难道有老六？有没有老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对战的那5公里区域如今寸草不生。哦，有在附近的人吗？细说，我看到了很多导弹，有多多？6位数肯定是有的，6位数10万，你认真的？你不信的话，可以到这个坐标来看看，5公里区域下沉几米，能看到的只有轰炸痕迹。用我们大夏的话来说，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圣华、天棒都中计了，哈哈，还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坐山观虎斗，画风一下就变了。而陈木早已开着自己心爱的房车，踏上不知目的地的全新旅行，正盘算着要不要再利用秦路进士炼之塔刷一波。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技能，提取更多属性，与召唤强大的守关 BOSS， 成为亡灵君，还能多一次进入塔顶的机会。万一那创世神完赖打不过，选择把自己传送走，这便是一重保险措施。
一脚踩下刹车，停在路边。呵，又来了吗？看来是真的不打算放过我啊！看着眼前又一次弹出的熟悉的竞技场挑战申请，陈木不禁露出一抹无奈笑容。玩家赵林峰向你发起竞技场挑战申请，是否接受也罢，送上门的大礼，哪有不收的道理？同意。正在确认周围环境宿主状态，确认无误，即将传送竞技场。传送成功，成功进入竞技场。这一次，陈木已经放弃要询问关于对方的来历，以及为何要接二连三的向自己发起挑战，很干脆的把对方当作每日任务来看待，完成即可获得大量奖励。这一次，对方外形上给陈木的感觉，应该怎么说呢？更偏向机械风。没错，更偏向智能生命体。甚至与米利亚这样真正的智能生命比起来，陈木反而觉得赵林峰更像是机械生命体，外观突出机械感，一身漆黑的贴身战甲，线条完美符合战斗二字，全身上下就连脖子都被黑甲包裹着，只有小手臂露出一部分，但那皮肤却根本不像是人类皮肤。人类皮肤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金属光泽？倒是头，整个人显得很干练，肩颈位置伸出2个卡扣装置，斜插着2把剑，剑刃缠绕着蓝色的防滑带，与他身后垂落下的蓝色披风相呼应。整个人的色调以蓝黑为主，剑鞘漆黑，宽厚的棱角设计使得剑鞘看起来给人一种剑刃本身的错觉，无剑鞘存在。10、9、8、7、6，开始最后10秒倒数。陈木意外发现赵林峰的面部似乎不完全为金属材质，面颊穿过鼻梁上的那根凹陷曲线作为区分，上半眼睛部分为真实血肉，下半口鼻为金属材质，无法开合活动，死板得很。谁在背后改造这些人？陈木很好奇。1个2个，或许还能称之为巧合。所有来挑战自己的人，全部是这么一副模样。说巧合，谁信啊？这技能不拿去批量生产，创建军队，居然跑来送死。陈木表示无法理解。轰！限制行动的时间刚刚倒数完，赵林峰身后一柄剑，直接在他没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下出鞘，如离弦之箭，掀起一股看不见却能明显感受到扑打在脸上的飓风刺来。陈木抬起手，很轻易地挡下，剑尖距离陈木的手掌还有几公分距离。陈木五指轻轻一动，一捏，剑刃顷刻破碎，散落一地，剑柄也随之落地。咻！这时曼视觉又清楚察觉到，另外一把脱鞘之剑以弧线画半圆，绕到自己背后，想从背后偷袭。81中文网，陈木直接打开空间裂缝，同时将出口在赵林峰身后打开。砰！赵林峰反应速度很快，只不过还不够快。噼噼啪啪，一只手臂被斩断，暴露出其中的线路，五颜六色，还冒着电光。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双剑尽失，被废掉一条手臂。即使如此，依旧无法在赵林峰脸上看到半分动容之色。无论赤鬼还是胡列特，又或者眼前的赵林峰，他们似乎除了人类这重抹不去的身份外，没有任何与人类相似的地方，不具备情感、喜怒哀乐，通通没有，活生生一台受人驱使的杀戮机器。陈木本想一击解决掉赵林峰，却意外发现他背后那本该是剑鞘的装置仿剑刃部分竟然亮起一圈蓝光，又或者电光。电光持续蔓延，从剑鞘中冲出，形成护手剑柄。赵林峰抬起手抓住其中一把剑，另外一只被砍断的手无法愈合，毕竟是机械，又不是丧尸怪物。而之前斩断他手臂的那把剑与另外一把剑鞘则漂浮在他身旁，锋芒直指陈木。比起意念操控，陈木更愿意相信操控那些东西的是手腕上戴着的那个酷似飞碟、亮着一线蓝光的圆环装置。每当剑刃有所动作时，赵林峰的手指会产生轻微动作。轰！咻！咻！一人3剑朝陈木直冲而来，是要取他性命。阵仗搞得不错，只可惜双方实力差距太过遥远。3剑破碎，那好似最后尊严刺对在陈木胸口的断刃以及那细小的雷电起不到丝毫作用。陈木五指掐握住赵林峰整张脸，轻松提举起来，双脚离地，咔嚓，再猛地一旋手腕，轻松拧断，破碎开他颈部的保护黑甲。这黑甲应付丧尸与一些精英怪物或许不在话下，但对于陈木来说，甚至不需要用万倍力量，仅靠力量属性的全力一拳便可让赵林峰破碎成渣。不止那一身黑甲，还包括他整个人。脖子被拧断，陈木手臂向后一甩，直接连同脊椎一并拔了出来，其余身躯重重撞在结界墙上，破碎散落一地。这形状有点像一把锯齿剑啊！陈木调侃道。击杀成功，胜者陈木。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防御提升，自动升级为 SSS 级万倍防御。这个技能
应该怎么说呢？与万倍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截然相反。一个是蛮力无双，一个是防御无双，攻防兼备了属实是。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速度属性加20，防御属性加20，力量属性加10。这奖励多少有点不够看，当然只是以陈木的标准。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念力剑士。关掉系统面板，回到房车，整场战斗下来，只能用4个字形容：轻轻松松，完全感受不到压力。赵林峰本身实力不强，又没有像是首关 BOSS 那样庞大身躯在视觉上给予的压迫。几分钟后，就这样没了吗？陈木还以为会像赤鬼、胡列特那样一个接一个呢。看样子下一个对手似乎还没改造好，不急，他愿意静心等待，反正在这段时间还可以去做其他事。反观老者这边，看着屏幕上再次断开的连接状态，他深埋脑袋，双手将本就不多的花白头发揉搓得很乱。尽管早猜到会是那么个结局，心里还是会不免失望。自己费尽心机专门为陈木打造的改造新人类，与赤鬼、胡列特并无半分区别，甚至死得更快了。这就是通关20层试炼之塔，人类巅峰级的存在吗？苦笑，老者决定先缓缓，多收集点上等的材料，否则这样下去只是无意义的浪费，起不到任何作用。秒杀又能收集到多少数据呢？老者很清楚，自己改造出来这些原本面对丧尸怪物，亦或是人，从未有过败绩的新人类，连刺激陈木用出真实实力的资格都没有。而陈木这边，在确认不会再弹出竞技场挑战申请后，最终还是选择找上秦璐，再刷10层试炼之塔。这次陈木想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速通，不浪费一点时间。秦璐得知陈木的想法后，也是欣然答应。他很清楚，没有陈木，自己这辈子恐怕都没有办法再上一层试炼之塔。面对复杂的迷宫环境，陈木直接召唤出大量朱母亡灵军，地毯式出入每一条通道，找出 BOSS 房间，击杀多头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千足虫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击杀多头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一路上遇到的各种怪物，面对庞大的亡灵朱母数量，只有被活活分食的下场。待找到 BOSS 房间之后，把手放在秦璐肩膀上，以 SSS 级技能移形换影，与那只朱母换位，再进入 BOSS 房间，直接一发火球秒杀，击杀成功，恭喜！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全程秦璐始终处于懵逼状态，未能反应过来。他曾以为自己或许算是比较了解陈木的，可这一路走来，看到他这一系列表现，秦璐瞬间明白，自己这辈子恐怕都无法看透这个男人，好似深渊，一片漆黑，根本望不到底。那些在秦璐看来变态到不像话，巨大到压迫感能使人窒息的怪物，在陈木面前秒杀，除了秒杀还是秒杀。厉害点的首关 BOSS 还能让陈木发动技能轰出一发火球，实力稍微跟不上，反应速度又没有，距离再近点，啪轰，陈木直接一巴掌让那 BOSS 化作一团血雾，尸骨不存。知道的那是试炼之塔高层的 BOSS，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纸糊的工艺品呢。秦璐内心已是被完全颠覆，看了眼时间，从11层到20层，一共用时不到10分钟。下次见。眼看着陈木话音落下，走进传送之门，消失眼前，传送之门跟着关闭。啊，好的。几分钟后，秦璐才猛然反应过来，一切结束了。打开系统面板，进入背包页面。如果不是那10个通关宝箱的话，秦璐绝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又通关了10层试炼之塔，比之前还快。明明怪物水平强大了不止一个层次，他真不是神，怀疑，很怀疑。而陈木不到10分钟再次通关试炼之塔11层到20层这件事，也很快为大众所知晓，掀起新一轮的热议。即使聊天频道限制了人数，可这弹幕刷新速度依旧快到，不仔细看的话会错过许多关键信息。只因为发言的人变多了，沉默的才是少数。大概7分32秒的样子，通关11层到20层，什么水平？你这话问的都没个参照，谁知道他什么水平啊？也是，目前为止除了他，连第2个通关10层的人都找不到。我不是很明白，通关的人不是叫秦璐吗？和陈木有什么关系？因为是陈木组队帮他通关的，你不会以为他一个连天榜、地榜都没上的人能通关20层试炼之塔吧？他为什么要帮那个女人？有一腿，可能是天仙下凡吧。大神也需要发泄欲望。每当我觉得自己强大到可以称之为怪物时，陈木大神总能用事实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告诉我我是个废物。当个人吧，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 BOSS？ 那咱们不是全完了，还有通关的希望吗？
每进入一个世界聊天频道，看到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与陈木。秦璐万万没想到，在某一天，自己居然也能闻名世界，迫使秦璐不得不关闭私信功能，只与陈木直接保持连接。几十万人，他哪里聊得完啊？更没必要与那些人交流。秦璐只是想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活下去，仅此而已。陈木，他可没心思去管世界聊天频道那些人在如何吹嘘自己的强大，因为近战秒杀太多，身上总觉得有股味，洗了好几遍，才终于洗干净。腰缠一条毛巾，从浴室出来，看来以后战斗时得随时在周围覆盖一层薄膜结界，防止沾染到那些怪物血。察觉到米利亚看来的目光，陈木扭头看去，问：怎么了吗？没什么。米利亚连忙侧过头去，双手握拳放在大腿上，正襟危坐。陈木却盯着他，若有所思。他当然知道机械生命体拥有很强的情绪模拟能力，不过还会被自己的身材肌肉线条吸引，这未免太变态，太过于离谱了吧。陈木一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正当他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眼前弹出系统提示窗口，毫无征兆，30分钟后，异星铁骑降临副本将在您所在的区域展开，是否选择参加？注：每完成一次击杀，都可获得大量奖励，若最终幸存下来，更可获得一次技能抽取机会。异星铁骑降临，陈木呵呵一笑，这是演都不打算演了吗？打开世界聊天频道，几乎没有在谈论这件事的。反观区域聊天频道，热火朝天，听说有丰厚奖励，活下来就能获得一次技能抽奖机会。隔着屏幕，陈木都能感觉得到，他们的尾巴快高兴到翘上天了，完全没有意识到丰厚奖励背后潜藏着致命威胁，存活率或无限为0。陈木完全有理由怀疑，或者有90%的自信，可以说这所谓的副本是为自己而来。81中文网，你已同意参加副本，在副本结束前将无法离开限制区域，可在临时地图功能中进一步查看。如此厚礼，远道而来，不收怎么能行？千里鹅毛，还礼轻情意重呢。距离异星铁骑降临副本开启的时间还剩下0点28分54。这段时间陈木不准备再去做其他无用功，只等副本开始，异星铁骑降临，倒要看看那家伙这次又能给自己整出什么幺蛾子。进入区域聊天频道，不多不少，满满当当5000人，这说明选择留下来参加该副本的人不在少数。双眼看到的只有丰厚奖励，从聊天记录内容不难看出，选择参与进来的工会数量很多，仅陈木看到的就不下10个，并非只有陈木发现，其余地方关于异星铁骑4个字只字未提。那些工会的管理者也发现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倘若把握住，赢得奖励，凭借那些奖励，自己的工会将更上一层楼，远超其他人。再利用这层优势，不断滚雪球壮大，直至建立起程，再到国字规模，称王称霸，人还真是不少啊。一会副本开始，外敌来了，可别下黑手，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利益之下可没有自己人这一说。你们不该外传的，光我看到听到消息往这边赶来的人就不下20个，人多力量大吗？我有预感，这次的任务副本将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异星铁骑，我没理解错的话，肯定是一支军团吧？怕个蛇，我切了好几个频道，都是满满5000人参与进来的，保守估计不下10万。哈哈，让那些异界人好好看看咱们蓝星人有多猛！屠杀屠杀，军团吗？看到有人提起这2个字，陈木心中燃起几分期待，正好自己的亡灵军团也已成规模，可以对拼看看。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论消耗战，陈木还真没怂过谁。无限制、无消耗、无冷却几个字可不是开玩笑，用来当摆设的，除非对方的兵马也是无穷无尽。即使如此，总会有弱点吧？到时只需要用到识破之眼，找出弱点，以此发力，打破僵局即可。转眼时间来到0点01分23，陈木先一步将房车暂时收进系统背包当中，开着车子在城中转悠，哪里有瞬移来的方便？留下米利亚，抬起手抓握住他的肩膀，连同他一起不停在房与房之间进行快速移动，最终来到一栋100层楼顶，立于近400米的高度，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俯瞰全局。时间0点15分，还剩10秒，异星铁骑副本即将开始，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10、9、8、7、6、5、4、3、2、1，10秒倒计时结束。轰！陈木能明显感觉得到一股能量波动从自己全身如春风拂过，尽管微弱，却不难察觉。倘若没感觉，环顾四周，改变再清楚不过。原本蔚蓝色的天空一下变暗不少，本该照耀大地的烈阳竟被染成血红色，整片天空与大地
也因此被蒙上一层极其压抑的血色。转身看去，正好可以看见最后一点蓝天被完全侵蚀。接着，在城市之外的郊区空地废墟之上，一扇扇黑红交错的传送门相继打开，一尊尊身着密不透风黑色铁甲的战士，骑着穿戴同样黑甲的战马从中走出。唯一称得上暴露的地方，大概只剩下铁面上位于眼睛与脸颊部分均匀开出的那5个圆洞，一边5个，有呼吸与观察的作用。传送门有大有小，大的几十米长宽，小的也有10几米。一星铁骑源源不断地自那其中走出，动用魔瞳一扫，这短短几分钟时间里，已是聚集了超万人规模，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所有人成了即将被狩猎的动物。然而，一星铁骑的增加速度却一点没有减缓的意思，还在增加，还在增加，2万、3万、4万、5万、10万，他们原地待命，没有任何行动。城中之人看到这一幕，却是不淡定了。那些是什么人？这未免太高大了吧？人均超2米，近3米吗？那马似乎也是巨型马，穿戴黑甲的模样，可真霸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必紧张，没准和丧尸一样，只是数量多而已。除了数量，没有任何优势。这玩意光看着就不是丧尸能碰瓷的吧？再说，丧尸里可还有丧尸王、巨人丧尸、变异丧尸。双方均选择按兵不动，只不过一方属于主动，一方属于被动，没有那个勇气率先去打破平衡。这心情大概跟拿到一个盲盒差不多，拿到手的那一刻很激动，但怕就怕打开后看到的会是自己不想看到的画面。米利亚，你觉得那群人战斗力如何？陈木问。我可以应付。对此，米利亚很有自信，绝非狂妄。他的表情确实比起面对试炼之塔里的怪物，看起来要轻松不少。陈木目光回到那些一星铁骑身上，如果硬要找个参照的话，单个战斗力在试炼之塔一层 BOSS 之下相差不了太多，再结合如此庞大直逼20万去的军团优势，妥妥碾压。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某些怪物实力更弱，却能出现在更高的层数，单纯因为他们依靠数量弥补了实力上的差距。回到正题，陈木不想再浪费时间看下去，他决定打破这份平衡。砰！这时一声炮响传来，有人先他一步动手了，迅速转身锁定看去视线，炮弹在一星铁骑军团中炸开，火光黑烟如浪翻涌，遮盖住不少铁骑。可等到黑烟散去之后，开炮那人却绝望发现，这怎么可能？那么大一发炮弹下去，居然毫发无伤吗？继续，说不定只差一炮就可以击穿他们的铠甲。有人说道。好，答应一声，再次填装弹药进去。砰轰，又是一发炮弹炸开。踏踏踏，踏踏踏。这一次，一星铁骑军不再被动，在黑烟散去之前冲出，带动朝城内发起冲锋。不需要吹响号角来给这一幕画面增加史诗般的电影质感，光是那冲锋时巨型战马铁蹄踏地的声响，陈木远隔数百米外依旧能听得见，十分震撼人心。平衡被打破后，他们不再选择按兵不动，大军呈现包围之势。冲锋之时，身后自始至终都未闭合的传送门依旧黑云压压，无数一星铁骑如同蜜蜂倾巢而出，所经之处寸草不生，仿佛自带死亡气息。钢筋水泥浇筑的墙壁根本抵挡不住他们的攻势，如豆腐块被轻易撞碎。砰！轰隆隆，轰隆隆，高楼相继倒塌，声响不断，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前进冲锋。那些人这才意识到自己究竟做出了一个怎样愚蠢的决定。现在已经不是能拿到多少奖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机会可以活下去。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跑。嘴上喊着的也大差不差，快逃！踏踏踏，战马狂奔，一星铁骑刺出手中长枪，直接贯穿逃亡者的头颅，向上一挑，挑飞10几米，再落地。马如赤兔，人如吕布，战神无双。一个还好，几十万让人感受到的不止恐惧，而是比绝望更绝望。尤其是在做好鱼死网破的心理准备，施展技能后，却发现根本无法破防以后，他们的心态惨遭彻底破防了。扑哧，来不及反应，心脏被长枪洞穿。轰，一个横扫，人脱枪横飞出去。砰，撞碎展柜玻璃。这支一星铁骑军团完美诠释什么叫做走到呢，杀到哪。只要是他们目之所及的生命，一个都不放过。追杀、围杀，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沿途尸体遍地，血流成河，将路面上的裂缝填满，好似一张血红的蛛网。再看世界聊天频道，哪里还有之前的轻松？气氛绝望、压抑，充斥着发泄。是谁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现在不止单车没了，人也要没了。为什么没有退出选项？为什么我要退出？
让我退出啊！我的丈夫已经死在那群怪物手上，我不想死，谁都好，来救救我！放弃吧！几百人的工会，连1分钟都没撑得下来，直接被冲散阵型。他们无论力量还是速度，全部属于变态级别，离谱，太离谱了！地级防御技能被一枪秒杀，那可是地级防御技能啊，连1秒都没撑到。我们还是太高估了这个世界对于咱们的恶意，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呢？比起等着被人当韭菜割，还不如自我了结。看着那漫天卷起的灰尘，还有那距离自己已经不远的20多万异星铁骑，不知是陈木产生了错觉，还是事实如此。他感觉所有异星铁骑正在以自己为中心快马赶来，可陈木当前所在的位置可并非城市中心，远得很。果然是冲着我来的吗？如果把那些家伙比作攻略我们这个副本的异界人，那么我所存在的价值应该等同于副本 BOSS 吧？不杀死我，这个副本永远无法结束，或者被我杀死。陈木冷静分析着，没有半分动容，可以说稳如泰山。既然人家都已经杀到自己面前来了，哪有坐视不管的道理？陈木侧目看向米利亚，确认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主人。米利亚重重一点头。那么开始屠杀吧。陈木再次抬起手，放在米利亚肩膀上，从百层高楼瞬移至大楼之下那片广场上。这里范围很大，足够施展拳脚。这一幕很快被躲藏在楼内的人注意到。那2个家伙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他们疯了吗？居然打算独自面对那么庞大的一支军队？2个人又能做得了什么？或许他们已经绝望到选择放弃挣扎了吧？早死早超生，与其死在那些怪物手上，我还不如自己送自己离开。男人戏谑一笑，看了眼手里的银色手枪。等等，你们快看！这时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那群铁骑居然停下来了。什么情况？被他们2个人吓到了吗？他双手重重拍在玻璃窗上，额头更是对了上去，方便看得更加清楚。不知道，我还以为那些铁骑在杀死所有人之前永远不会停止冲锋呢。我想他们可能也很意外，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人敢来挑衅，当猴看吗？哈哈哈！呵呵，躲在盒子里的懦夫有资格嘲笑人家吗？至少他们敢于面对。眼镜男被对得哑口无言，没记错的话，对方的技能天赋还是高于自己的，更加不敢反驳。或许，我是说或许，他们2个也许真隐藏了实力呢。确实不无这种可能。那么大一座城市，怎么可能会连一个强者都没有？就算有，也是杯水车薪，一句话将众人原本燃起的希望之火顿时浇灭。是啊，几10万的异星铁骑，光靠一个强者又能做得了什么呢？接着便看见米利亚如同变魔术一般，手中那颗黑方块一下变形成手持枪炮，扣下扳机，射出一道光束，击穿一名异星铁骑的胸口。砰！那名铁骑从马背之上跌落下来，众人目瞪口呆。原来那些异星铁骑是能被杀死的，而且还是被秒杀。那个女人什么来头？你问我，我问谁？一击秒杀，起码 S 甚至 SS 级技能吧？难怪他们可以站在那里，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实力牛，真牛！相较之下，那个男人似乎，你想说他比女人更像花瓶对吧？或许他的技能天赋属于辅助方面呢，2人相辅相成，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效果。有道理啊！话音刚落，便看见陈木周围，应该说一眼可见的巨大广场上，一块块发光、神秘又复杂的阵法图，无人无比，自动谱写出来。一尊尊守护骑士自那其中升起，成百上千的规模在转瞬之间形成，令人瞠目结舌。话到嘴边，却是不知该如何说出口才好。尤其是刚才明里暗里嘲讽陈木比起米利亚，倒更像是个花瓶的那人。有人反应过来，率先开口问：那些应该不是异星铁骑的人吧？肯定不是，长得明显不一样。该怎么说呢？一边更像是反派，一边更像是正派。西方骑士吗？看着还真是霸气啊！我想这应该是他的天赋技能没错。召唤系天赋技能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厉害归厉害，但这人数上的差距还是难以弥补，哪怕他们是能以一敌十的强人。惊讶之余，对于陈木召唤出来的骑士军团能否胜过异星铁骑，几乎全员投了质疑票。毕竟他们上一秒才见识过异星铁骑的恐怖，几十万，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增加着的大军数量，岂是几千名守护骑士能够抗衡得了的？当然，他们内心还是希望陈木、米利亚能够赢得胜利，这样自己也有机会可以活下去。他们没有实力可以与异星铁骑正面作战，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陈木这个素未谋面的人身上。盾枪兵率先以弧线组成冲阵，一手持盾，一手持枪，率先冲杀向异星铁骑，以巨盾抵住马颈，同时又找准时机刺出手中长枪。砰！
火花碎片激荡，一下没有完全破防，只是令胸口产生出几道花状的裂纹。继续刺激，一星铁骑这边自然不会乖乖站着挨打，同样刺出手中长枪，顷刻贯穿，在盾上破碎出一个洞。接着是铠甲，再猛然向上一挑，仅凭蛮力，使得那守护骑士解体。落地时，铠甲四分五裂，化作数据码消失。不过随后，在一星铁骑抽枪之前，又有骑士双手持剑，大剑一剑斜斩而下，正好斩在方才盾枪兵刺破的铠甲纹路上，斩痕贯穿大半身躯。咻！旋即又是远处的弓箭手，一发铁箭精准射入，轰砰！一星铁骑自马背上摔落，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不得不承认，单拿出来做对比，确实存在着实力上的差距。不过这份差距是可以靠团队合作来磨平的。双方拼杀在一起，每出现一块空地，阵法图立马谱写出来，守护铁骑自那其中冒出头身。看着这仿佛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古战场一般激烈的拼杀画面，以及站在原地自始至终没有走动过半分的陈木，众人心中疑问一个接一个。为什么他们的技能可以无限制使用那么长时间，一刻不停，没有冷却吗？不清楚，应该是 SSS 级技能吧，反正 S 级技能没那么变态。我靠， SSS 级，人比人比死人，这句话还真是没说错。差不多摸清楚一星铁骑的实力以及守护骑士能够发挥出的最大作用，陈木不再浪费时间，开始让真正应该属于这场战争的主角登场。脚下通往暗影世界的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瞬间扩散出去上千米远。朱母自人群缝隙间冒出，然后直接跳起数米高，随即选中一名一星铁骑，开始啃食。那本该坚硬无比的铠甲，在他密密麻麻尖锐无比的鳌牙之下，一下降级为硬纸板，撕碎嚼烂。即使有同伴帮忙击杀，当朱母掉落到地上时，其余幼猪开始发挥作用，吞食朱母的血肉，迅速成长，更大更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幼猪在成长之后会成为新的朱母，亡灵化后，这一概率被大大提升，无限接近于100%。我的天啊，那些又是个什么玩意？他除了那些古老骑士以外，还能召唤怪物吗？ SSS 级必须是 SSS 级技能，没跑了，要不要那么变态？这战斗力已经不能算是人类了，好吧。往好处想，我们有机会可以活下去了。你确定？正聊着，一声龙啸惊天动地，吓得人虎躯猛震，娇躯轻颤，赶紧将目光看去，只见一头体型庞大到超出他们认知的亡灵古龙自地下世界降临，强行降临。数不清的一星铁骑被亡灵古龙带飞到空中，又连同战马摔落到地上，起身到一半又被朱母扑倒，啃食盔甲是心。轰轰轰轰！亡灵古龙飞升至100米高，张开龙口，吐出带有极强死亡气息的黑色光柱，在一星铁骑军团中进行扫荡。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这般画面对于局外人来说，已然不是单单震撼二字足以形容得了的。有人被眼前所见所闻吓得尖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面带强烈恐惧，话音颤抖地问：那是龙吗？西方龙？虽然是西方龙，不过连这种怪物都可以召唤的吗？那么强的一星铁骑居然被他当成韭菜收割。等等，你们说他该不会是那个叫做陈木的家伙吧？陈木这2个字对于如今置身于杀戮世界当中的人来说，可谓是如雷贯耳。一时间气氛沉默下来。陈木原本还想召唤更多亡灵军，但看那朱母不断分裂的架势，无奈道：看样子应该没那个必要了。朱母通过不断杀戮，被杀，幼猪成长，再被杀，再成长，如此循环，短短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规模已从近18000只扩增了整整10倍。从原本眼前所见尽是一星铁骑军团的人，到现在不止陈木，哪怕是高处的那些人，眼前所见同样尽是亡灵朱母以及被扑倒在地啃食的稀巴烂的一星铁骑军。从屠杀的一方迅速变成了被屠杀一方。那些是蜘蛛吗？怎么才一会功夫突然变得那么多？看样子召唤出来的怪物本身还自带分裂技能，技能召唤出来的自带技能，这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啊！不当人，这才是真的不当人。他一个人便是一支军团，还有那条龙也抵得上一支军团，这战斗力实在太恐怖了。他即便不是陈木，肯定也是战力顶端数1数2的存在。对于那些彩虹屁，陈木并不关心，他带着米利亚向前冲锋，将眼前这支一星铁骑不断逼退。
至于身后如何，那可不关陈木的事。砰！轰隆隆，没过多久，背后便传来百层高楼轰然倒塌，无数哀嚎、尖叫的刺耳声音。陈木并不着急，决定等副本结束后再去慢慢打扫战场，提取召唤亡灵。拥有技能天赋的玩家召唤成亡灵后，论战斗力肯定是要强于普通丧尸的。他既然连普通丧尸都不放过，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些人的亡灵呢？对于亡灵军，质量只需要追求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数量。别人怎么想不重要，总之陈木的确是这么认为的，没错。亡灵化后的附带增益效果也会大大强大他们的个人战斗力。各大公会、个人玩家在与一星铁骑拼杀，又可以称之为单方面被屠杀的过程与逃亡中，得知了该副本内有一号可以召唤成千上万军团与巨龙的大人物，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肯定是外面听到消息专门赶来收割的大神吧？人家才是真正的凭实力收割，咱们全靠臆想。现在可好，杀又杀不死，逃也逃不掉。要不咱们干脆去投奔他好了，问问看他有没有工会，需不需要招人之类。只要能活下去，哪怕让我给他当狗都行。人家一个人就是一支军团，招你干嘛？你是有 S 级天赋还是国色天香啊？我以前是国内某平台年榜前3的舞蹈主播，有没有这个机会属实是高攀了，千万别误会，我是说你。各大工会更是早早行动，都想拉拢或者与陈木攀上关系。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工会，谁都不想葬送在一个副本当中，还有一番宏图大志等待完成呢。大批人马开始往陈木所在的方向集结靠近，想着哪怕无法与陈木结缘，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他的军团在，多少能缓和一点压力，最起码不用腹背受敌。而凯斯、洛英两大工会加起来还剩下3000多人，在半路上相遇，原本至少7000人的规模惨遭屠杀大半，双方皆损失惨重，又清楚彼此心里在想些什么，定下休战协议，井水不犯河水，继续赶路。如果我没猜错，你们也想要拉拢那个人，对吧？洛英工会会长景田小阳率先开口问。拉拢？凯斯工会会长安德鲁听到这2个字，忍不住笑出声。你笑什么？景田小阳不解问。我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面对他只能谈合作，多让几分力。拉拢一词可不敢当。安德鲁解释说，明贬自己，实则暗贬景田小阳太自大。景田小阳看破不说破，没必要自找尴尬，因为意气用事，双方大打出手。论人数，洛英工会眼下是要稍逊色凯斯一些的，再加上不清楚对方的人员天赋等级，打起来利大于弊，甚至可以说只有弊端。脑海中不禁想起一句从别处听来的古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另外一方面，景田小阳也觉得安德鲁那番话虽然难听，但确实不无道理，内心已是做好要大出血与陈木谈成合作的心理准备。实在不行，大不了率领自己这1000多人的工会集体向陈木俯首称臣。1000多名精锐战力，想着哪怕强如陈木那样的人，也不可能会拒绝吧。即使他能召唤出10万军团，哪里比得上活生生的人？更别说10万这个数字里究竟蕴藏着多少水分，还不得而知。一个人召唤10万规模的军团，再怎么想都太夸张了些。景田小阳想着，8成是那些人把以前喜欢在互联网上口嗨的习惯带到了这边来。10万怎么数出来的？大概率是看到数量太多，随随便便想到一个数字就开始乱传，制造噱头，以此博取关注。如此想来，顿感合理不少。直至接下来眼前看到的画面，各种大楼废墟之上爬满如潮水一般涌动，体型硕大到可与虎狮相提并论的蜘蛛，身上还爬满了不时活动的小蜘蛛。离远一些，尤其是那些戴着眼镜摘下眼镜的人，这规模真和山洪爆发没有任何区别。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在这个杀戮过程中，猪母群的数量还在疯狂膨胀当中，高伤低防的特性反而让他们锐不可当。那些该不会就是他召唤出来的军团吧？景田小阳从吃惊震撼中强行缓过神来，傻傻地问。我想恐怕是的。安德鲁无法解释，那猪巢若非陈木搞出来的，他置身其中又怎能保证安然无恙？那些猪母主动避开他，不去攻击，反倒对一星铁骑大打出手。这一刻，景田小阳来时路上内心仅剩下的那点骄傲被击溃的半点不剩。亲眼见识过猪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后，哪怕是拥有 A 级技能的景田小阳也不敢说能与猪母相提并论。这里所指的相提并论对象是一只猪母，更别说眼前这庞大到是几倍10万的规模。自己不仅低估了陈木的实力，
更误解了世界聊天频道里的那些人。他们非但没有刻意夸张，反而说少了，过于保守，更加意识到 SSS 级技能与自己原本所想的差距相差甚远。A 级连碰瓷的资格都没有，谈合作怎么谈？他们根本没有勇气穿越那洪流，接近陈木，与其展开对话。换一种角度去想，如果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要收留一群凡人来拖自己的后腿呢？是的，没错，此时此刻，陈木在他们景田小阳、安德鲁这些人眼中已然与神无异。一声龙啸，一片阴影掠过，众人抬头看去，有不少人被吓得双腿发软，倒在地上，又或者同伴手疾眼快，搀扶住才不至于双膝跪地。龙，天呐，那竟然是龙！为什么连龙都出现了？那不是传说中的神话生物吗？他居然能召唤神龙，他难道是真神降临？太逆天，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喂，先别管他那边了，后面有铁骑入侵。目光专注在别人身上，俨然忘记自己背后还有一大群穷凶极恶的杀戮机器。喂，我们谈谈好吗？大家一起合作共赢怎么样？或者我可以让我的人全部向你宣誓效忠。无论景田小阳如何呼喊，把嗓子都喊哑了，陈木依旧没有要转身理会他的意思。这一刻，景田小阳脑海当中已经没有要被迫臣服陈木的想法，而是发自内心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加入陈木的阵营更正确、更明智的决定。那可比自己创建工会、做大做强更有活下去的希望。只可惜这份希望看着近，实在远到不行，根本无法触及。没办法，唯有赌上性命，与那一眼望不到尽头、黑云压压的一星铁骑军团混战在一起。双方一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同样碾压，只不过一方是碾压一星铁骑，一方是被一星铁骑碾压，杀人如斩鸡屠狗。号角声，电影史诗级的画面瞬间拉满，所有人包括陈木都被吸引去目光，一星铁骑更是纷纷停止攻击动作，目光同时看向那号角声传来的地方，一扇新打开的传送门。注目礼吗？陈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理解错，道理应该相差不大。看样子真正的 BOSS 要登场了。什么？这些家伙还不是 BOSS 吗？几十个人加在一起杀不死一个，你现在告诉我他们不是 BOSS， 只是小兵，实在无法想象这 BOSS 的实力得变态到何种份上。这是一扇单独为王而打开的门，与其他一星铁骑最明显的区别大概就是无论战马还是那号角色，体型都要稍微大上一圈，盔甲质感变得更强，充满战争痕迹与一些看不懂的古老皱纹。再就是头盔上多了两个向上斜指天的恶魔角，脑背后一头暗蓝色的长发齐腰，几率从肩上散落在身前。男女对于陈木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伙与其他如同一个模子里刻画出来的一星铁骑不同。按照陈木的理解，他铁定是这支军团的王无疑。杀了他，副本宣告结束。铁骑王降临，所有一星铁骑伤害翻倍，反应速度翻倍，防御力翻倍。看着眼前突然弹出来的公告提示，众人直接开始骂娘：你他妈故意的是吧？本来就打不过，还翻倍。呵呵，我算是看明白了，什么副本，这就是个圈套，想让我们死。我一个弱者，何德何能，让老天爷你这么针对啊？我操，你他，算是把自己这辈子能想到最恶毒的话语全部说了出来。全军技能增益效果吗？反观陈木，已经在思考拿到这个技能后应当怎么使用。如果不限制增益对象，所有亡灵军全属性翻倍，那效果可想而知。按照陈木对于系统的理解，限制肯定是不可能限制的。这个技能实用性很高，必须拿到。铁骑王握住剑柄，拔出腰间长剑，落下剑刃，直指陈木。下一刻，原本短暂沉寂下来的一星铁骑军再次开始了杀戮。因为各方面属性翻倍，即使朱母可以不断分裂增加数量，但也失去了一边倒的碾压局势。一星铁骑军有了反扑之势，朱母群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人。转眼时间，一星铁骑枪下的亡魂又增加了几百名。看到此情此景，陈木必须承认，这铁骑王有资格让自己动用除了朱母、亡灵古龙之外的亡灵军。三龙人、红帝、白帝、紫帝自身边暗影之门浮出，巨龙化飞升上天，各种吐息横扫收割。红帝更是召唤出3条炎龙，展示着绝对的力量碾压。怎么又多了几条龙？这画面我在电影里都看不到，太震撼了。轰轰，光柱扫过之处，要么几千铁骑化作焦炭灰烬，要么被彻底冰封触之击碎，要么晶体化，无数尖锐晶体自铠甲中刺出，宛如艺术品。碾压之势一下又回来了。至于朱母群，发挥不出优势，占地方索性全部沉入暗影世界，局势还不够碾压。陈木又放出深海巨型章鱼，
七头岩蛇，两头庞然巨物，赫然高耸，遮天蔽日，触手疯狂缠绕，碾碎一星铁骑。七头岩蛇的深渊巨口，势不可当，击杀一星铁骑军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军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军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之下，每1分钟，一星铁骑军的损失量均是以万字为单位。看着这一幕幕宛如人间地狱的画面，剩余那几百人对于陈木的评价是：比怪物更像怪物，比怪物更加冷血无情。在他面前，这些一星铁骑军算得上什么杀戮机器？狗屁不是！陈木，他果然是陈木吧？那个天榜、地榜双榜第一的家伙，我们降临这个世界才多久？他的实力未免提升得太快了吧？2倍强化后的铁骑，连碰都碰不到他，依旧只有被屠杀的份吗？他才是 BOSS 吧？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击杀一星铁骑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哪怕一星铁骑的数量再多，也不可能经得起如此屠杀。整体数量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一点不夸张。换作股票走势的话，绝对能将不少人逼得上天台。铁骑王似乎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不再静守原地，如同一个旁观者。他抽动手中缰绳，象征性的抽打在马颈上，战马脉动四足，这奔跑起步速度堪比车辆，朝向陈木这边袭来。轰！红帝眼角瞥见，连忙一甩龙头，企图用烈焰阻挡铁骑王前进。铁骑王挥舞手中长剑，一剑将那火柱劈得分裂开。战马穿越过去，一人一马配合的可以说是相当默契。王对王吗？谁会赢？那还用说，肯定是陈木啊。不一定，他只是召唤出来的怪物实力强大而已，他本身的实力或许比起我们高不了多少。是啊，从刚才那一剑不难看出，那蓝头发的家伙自身实力很强大。话音刚落，陈木一个瞬移至铁骑王面前，头顶之上旋即一脚灌满力量，踩在他额头。战马来不及刹车，向前向后两股力相叠加后，啪！伴随一声响，铁骑王手中的缰绳崩断，战马跑远。砰！铁骑王则被陈木踩着脑袋，铠甲身躯重重砸在地上。这声响好似敲锣打鼓，无法忽略。无视，陈木整个人双脚踩在铁骑王的面容上，脑袋下沉一半，埋入地下。铁骑王挥舞出手中长剑，朝陈木砍去，却被陈木两指夹住，轻轻一扭，清脆响声，轻松折断。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表现，看得楼上那些人目瞪口呆。召唤兽已经强得离谱，个人实力也如此变态吗？有没有可能他的 SSS 级技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对方的王居然被碾压了吗？面对骑士王双手抱住自己的脚，想要抬离的举动，陈木毫不犹豫，脚下触发 SSS 级技能万倍力量。砰！轰！众人可见，铁骑王下半身躯狠狠往上一抬，而上半身躯几乎全部埋在了地下。不可视，连陈木的脚都沉入不少，地面破碎线条蔓延出去几十米远，形同一张大网，看得人触目惊心。剑还没有击杀提示响起，副本结束提示弹出，陈木一咬牙，一狠心，连续叠加万倍力量。砰砰砰！轰轰轰！哪怕是躲藏在高楼之中的人，也能清楚感受得到什么叫做地动山摇。地面上还在一星铁骑围杀下垂死挣扎的那些人，所能看见的只有一个大坑。陈木、铁骑王全部不见了身影，只有从地下不断传来的强烈震感。不多时，陈木施展踏空跳，自洞中飞跃出，双脚平稳落地。铁骑王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2500，天赋技能抽奖机会+1，一星传送门已关闭。注：副本中已存在的一星铁骑并不会消失，全部击杀方可离开副本。这条是身处在副本中的所有玩家都可以看到的弹窗提示。陈木则不同，因为单独击杀了骑士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离开。不过在那之前，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收尾，打扫战场。首先便是那铁骑王，站在洞口，远距离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全员战役提升，力量属性加300，速度属性加300，防御属性加3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全员战役提升，自动升级为 SSS 级全员血怒。正当陈木准备召唤亡灵时，眼前弹出新的系统提醒：亡灵召唤技能解锁范围一键全选召唤，要不要那么贴心？陈木正愁一个一个召唤太麻烦，没想到技能还升级了，解锁出新功能，一键全选，肉眼可见所有区域的尸体，无论人类还是一星铁骑，又或者路过被顺手斩杀的丧尸怪物，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铁骑王，
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一星铁骑。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一星铁骑。这一次召唤，陈木少说新增了50多万一星铁骑，目前还只是肉眼可见范围内的召唤。若将散布在其余地方的一星铁骑全部屠杀，召唤加上玩家一个副本召唤到的亡灵军，按照陈木的估计，破100万不难。铁骑王已死，一星铁骑军增益效果消失。看到这条提示，幸存的人却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手弱了，不代表自己做得了什么，他们依旧无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即使陈木战斗力惊人，宛如收割机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依然会遭受来自一星铁骑军的屠杀。凯斯、洛英2大公会幸存的100人，更是齐齐下跪，请求陈木庇佑。陈木无心理会，暗影之门覆盖一眼可见范围，一尊尊一星铁骑自其中冒出，马头摇晃，吐出重气。眼看着本该死去，又换了一种形态复苏的数十万亡灵军，所有人僵在原地，再傻也看得出来，陈木的技能是什么。他居然可以召唤死去的亡魂，原来那些龙全部是他召唤的亡魂。这下我100%可以肯定，他就是那个速通试炼之塔20层的怪物。这些龙啊，蜘蛛什么的，8成是里面的守关 BOSS。难怪铁骑会输，他一个 BOSS 怎么可能打得过一群 BOSS？ 他还真是冷血啊，就这么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你应该庆幸他没杀我们，有区别吗？我们一样会死在那些铁骑手上。扑哧，血溅狂洒，屠杀还在继续。一星铁骑军屠杀玩家，再被陈木的亡灵军屠杀。陈木则带着米利亚瞬移至一个全新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方便他一键选中召唤亡灵。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过程中又有系统窗口弹出，无尽提取技能解锁范围一键全选提取。系统，你这么怕我浪费多余力气的吗？还是担心我会遗漏？陈木半开玩笑道。系统既然愿意给他创造这样的便利条件，他没理由拒绝。疑惑是难免的，这个系统为何对自己如此贴心？因为自己是他的宿主吗？那为何系统会选上自己？苦思不得其解，便不再去多想。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冲锋，力量属性加50，防御属性加5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冲锋，自动升级为 SSS 级冲锋。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挑飞，力量属性加50，速度属性加5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挑飞，自动升级为 SSS 级挑飞。看着快速滚动着的提示条，陈木大受满足。尤其是算下来几千万的属性点，陈木不是没玩过破解游戏，这比破解游戏还离谱。他甚至感觉，如果再像这样叠加下去，未来某一天，仅凭自身力量，蛮力破碎一颗星球，这样挺好。毕竟出过技能被限制使用那件事，当时自身属性是不在限制列表中的。尽管当下系统已经合2为1，可万一终究是一根刺，保险起见，多给自己叠加点属性。这个多，只把每项属性全部点破100万。伸手抓住水泥墙壁，手指还没用几分力，感觉那水泥钢筋已是如同泡沫一般碎裂成渣。还不忘替米利亚把法术强度、速度属性点破100万。只能说几千万属性点握在手里，任性。多谢主人，米利亚可以感受得到，多亏陈木赐予的属性点，自己变强了不止一点点，迫切想要加入到战斗之中。陈木点头同意，然后便看到这场狩猎活动中降临了一尊杀神，真正的杀神。红色激光炮扫荡，蒸发着一星铁骑军以及那些主动发起攻击、杀红眼的玩家。陈木，他需要做的只是盘腿坐在高楼一角，默默提取，默默召唤，默默丰收。转眼10分钟过去，一星降临副本已结束，原本还称得上至少有那个轮廓的城市，如今已是变成一大片废墟，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幸存者，陈木估计不会超过3位数。正如他预想的那样，整个一星铁骑降临的副本下来，仅亡灵便扩增了100万出头，力量、速度、法术强度、防御各种属性点加起来超过9000多万。看到这些，陈木真的很难不怀疑，创世神是故意搞出这个副本来给自己送经验的。趁着米利亚还没有回到身边，陈木决定使用击杀铁骑王获得的一次天赋技能抽奖机会。正在抽奖中，抽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炼机，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炼机，自动升级为 SSS 级随心炼。原本的炼机技能可以链接2至10个目标，攻击1人，其余9个目标一样受到伤害。伤害目标越多，伤害会持续走低。而升级为 SSS 级以后，链接的对象无限制，所有链接的对象受到的伤害与被攻击者一样，不会多也不会少。这个技能和无限连击还真是天作之合。陈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个技能是在副本结束之前获得，将会多么给力。
果断链接100万敌军，解决其中一个，直接秒杀大片。只能说这系统玩的当真是越来越变态了。另一边，世界聊天频道关于一星铁骑副本的事，以照片形式广为传播，引起了激烈讨论。我靠，我怎么没遇到这种副本？你想遇到一个副本下来，几乎没有活口，10几万人全部葬送，死了10几万人，这么夸张的吗？照片全在上面，我还能骗你不成？整个副本覆盖的城市范围被全部夷为平地，尸山遍地，血流成河。兄弟们劲爆的来了，速看一手消息，几张照片快速更新出来，记录的正是红帝、紫帝、白帝以及炎龙、古龙，还有深海巨型章鱼、7头岩蛇疯狂屠杀一星铁骑的画面，好残暴！怪物之间原来还会发生内战吗？什么内战？据我所知，那些怪物是由人召唤出来的。啥？你告诉我这玩意是人能召唤出来的？别开玩笑了，这可一点不好笑，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之前我意外加入了区域频道，看见他们的聊天内容，好像说什么陈木，如果是他的话，的确有可能，那估计咱们这些人一辈子也无法达到天榜、地榜第1的位置了。的确，他若不死，这个世界的最高排名永远是第2。我知道他很强大，很变态，但万万没想到他会强大到变态到这种份上。这还是个人，一人屠杀100万军团，除了吃惊便是震撼。同样看到这些消息的还有秦鹿，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拥有这种手段实力的除了陈木不会有别人。由此更加奠定陈木在秦鹿当中比肩甚至超越神明的地位，无法动摇。一时间陈木之名疯狂在世界聊天频道中刷屏。陈木大神，跪求创建工会啊！我发誓向您永远效忠。刚注册了一个叫陈木的工会，有感兴趣的兄弟吗？小心他本人告你侵权，告直接派出巨龙飞到你家门口杀你全家。我这辈子第一次那么想给人当狗，能做他的狗，那绝对是1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悬赏陈木大神的位置，100个肉罐头，我出200个。聊天频道俨然变成拍卖场，互相叫价。不过玩闹成分居多，因为他们大部分拿不出那么多食物资源，吃饱都成难事，谈何悬赏？别闹了，快去世界交易中心，又有新怪物罐头上架了，好几百万个。兄弟们再见，我先冲了。事实证明，由陈木带起来的节奏，只能由他本人结束。世界交易中心啊，抢到了，我终于抢到了。事实证明，你们真是群畜生。上架到现在，不过短短3、4分钟，我就晚了几秒，一下全没。没办法，下次吧。这玩意现在真的太抢手了。是啊，原本武器弹药、水资源才是绝对的硬通货，现在这怪物罐头一出，直接成为更高等级的硬通货。硬中硬，一个自称校花的说愿意做我女朋友，让我给他个罐头。兄弟们，靠谱吗？色字头上一把刀，劝你别玩火。看着这些评论内容，也算是陈木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退出世界聊天频道，陈木启动房车，准备离开这个地方。是否查看全网通告？这次还挺客气，知道问我的意见了。陈木调侃道。面对忽然弹出来的系统提示，选择查看。新玩家阵营兽人已登场，狮人、鸟人、虎人、狼人，你们可以相互杀戮掠夺，也可选择团队合作。语言互通功能已解锁，预计投放数量3432674587。兽人，这倒是让陈木觉得蛮新鲜的，更加让他坚信所谓的杀戮世界就是连通各大位面世界的战场而已。目的为何？陈木不清楚，想必除了那个躲在塔顶的家伙以外，没人知晓。要陈木猜测的话，没准那家伙只是单纯想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消遣解闷，又或者养蛊，想要用这种极端的条件培育出最强生命体。他胡思乱想间，世界聊天频道已是因为这条通知彻底炸裂。不是吧，100亿人已经够倦了，现在又来兽人、狮子、老虎，抛开技能不说，我们和他们的身体素质根本没得比吧？我只想知道他们会不会获得技能，本身实力已经很强了，再获得技能，怎么想都不合理。是啊，我们人类已经处于食物链最底部，又来那么1号竞争对手，怎么玩？我劝各位放下成见，联手抗敌，至少大家都是人，那兽人妥妥一族，不可信，绝对不可信。好在他们数量不是很多，只有3000多万，还不到我们的1/4。人多有个屁用，大部分都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 F 级垃圾技能， F 级吃你家大米了。至于陈木的态度，他无所谓，反正都是送经验的，多一点比少一点更有利。既然能作为玩家被投放到杀戮世界，说明他们自身的实力可能强于人类，但和那些精英丧尸、怪物、BOSS 肯定没得比，大概率也会获得一个可以无限成长的系统。半个小时后，陈木被迫停车，面前发生了一场小规模争斗，几百人被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包围。
没错，几百人被几十人包围了，以少胜多。只不过这几十人为狼人，狼的形象更重。之所以被称之为人，大概率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四肢行走，拥有人类一样的躯干，四肢不举，可以站立。从毛色来看，这是一群灰狼，全身覆盖皮毛，没有穿着衣物，龇牙咧嘴的模样，敌意浓烈，显然是把那几百人当成狩猎目标。各种行为均在强调着狼群的团结。只听为首的人鼓起勇气站出来说道：“我们比你们先来，怎么说也算是你们的前辈，没必要一开始就如此针锋相对吧。”前辈，其中一头狼人冷笑回应：“你们只不过是食物罢了。”食物？你这么说未免太过分了吧？有人不服道：“比起那些丧尸怪物，我和我的同伴还是认为你们的味道要更香一些。”狼人那咧嘴一笑，直叫人毛骨悚然。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陈木分析着，兽人和动物区别应该不大，以肉、果、草等为食，肯定不像人这样吃各种加工食品。而在杀戮世界，可没那么多普通动物用于给他们狩猎，即便有，恐怕早已感染丧尸病毒，异变成各种怪物。那血肉，除非用陈木的技能进行烹饪，否则别说吃，光闻呕吐感都异常强烈，如何吞咽得下去？这么一想，作为高级动物穿越而来的人类，自然而然地成为食物来源首选。陈木很好奇，兽人的实力到底如何？几百人怎会被几十头狼人围困住？很快，房车的出现引起了狼人头领的注意，他派遣出2只狼人离开队伍，前来观察情况。陈木看了眼在车子周围游荡的2头狼人，又看了看另外一边的情况。狼人与人类已经开战，枪声、技能光芒不停不断，那些家伙的反应速度和力量这么强的吗？看来改变的不仅仅是外形，各方面属性均有提升。几百人中，陈木目测技能天赋最强的也不过 C 级而已，武器多以手枪为主，算不上有多精良。再加上大部分人缺少训练，枪法很烂，别说射杀狼人，能保证不误伤队友，已是需要竭尽全力。落于下风，被大片屠杀，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更有人放弃反抗，丢掉枪，跪地祈求：“不要杀我，我可以给你们做牛做马。”结果，不好意思，我们不相信一族。狼人一句话，直接叫那人心凉谷底。接着被狼爪刺入心脏，在胸口留下一道深不见底的爪痕，鲜血完全染红身前，倒在血泊当中。单论狼人，目前陈木并未看到他们有释放任何技能，猜测要么没有技能，要么自带技能，释放不明显，又或者对手还没到需要用技能的份上。撬门声从身侧传来，那2头狼人显然按捺不住性子，放弃观察，准备强行入侵。陈木打开门锁，一脚踢踹在上面，砰！厚重车门当场将那健壮的狼人击飞出去7、8米远，撞在一根原本就有些破碎的电线杆上，跟着那电线杆轰然倒塌，一声巨响引来不少目光。正好看见陈木从车上走下，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陈木一声无奈叹气。你狼人心中暴怒，还想起身。陈木抬手，食指在空中一划，接着便见其脖子上多出一条红线，榔头滚落。卧槽，他做了什么？那家伙的脑袋怎么突然就掉了？不知道，我只看到他手一挥，然后就……有人愣住，有人发出惊叹。狼人群中静谧无声，脸上短暂流露出不太明显的错愕表情后，再次露出龇牙咧嘴的凶相，放过剩下那60、70人，转而向陈木发起攻击。从这一点不难看出，这些家伙的群体意识有多强，绝不允许外人伤害自己人。几乎是一瞬间，所有狼人全部朝着他这边奔袭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尽管刚刚才见识过陈木那神乎其技的杀人手段，可众人这内心还是不免为其感到担心。一只狼人或许好对付，但这一群狼人，他一个人恐怕很勉强。双拳难敌4手，可不是说说而已。只见陈木站在原地，不曾移动，抬起手在面前画出一道弧度不太明显的线，接着所有狼人全部停止移动。最近的距离陈木仅有2、3米远，一个飞扑便可抵达。他们怎么回事？不知道啊。等等，你们注意看，他们脖子上的毛被染红了。该不会……话音未落，数十颗榔头抢先落地。击杀狼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狼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狼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看着视野范围右上角会跟随视线移动而移动，不停滚动的收获提示。陈木以仅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啧舌道：“果然没有系统吗？仅仅只是让他们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除此之外，他暂时还没有发现兽人与其他丧尸怪物存在什么差别。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利爪，力量属性+10，速度属性+1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利爪，
自动升级为 SSS 级破防之爪。好在即使击杀不能第一时间掉落技能，陈木还有无尽提取这一技能呢。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狼人。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狼人。一键全选，打理完战场，提取、召唤，包括制造怪物罐头，一样不落。一套操作下来，可谓是行云流水，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动作。直到陈木上车，驱车离开，那几十名幸存者依旧没能从他那一指的震撼中反应过来。他那是什么天赋技能？为什么在空中划拉一下就全灭了？不知道，我只想弄清楚，为何那些尸体会突然全部消失？原来我们人类还可以强大到这种份上吗？如果我可以拥有像他那样强大的实力，肯定不用再像这样畏手畏脚的生活吧。令人羡慕的强大。放慢车速，查看起世界聊天频道。奶奶的，那群兽人果然不是人，一头虎人二话不说，直接对我出手。要不是老子逃跑天赋高，恐怕已经没命了。一群蜥蜴人无端跑来攻打我们工会，还要抓我们去当奴隶。储备粮，还好会长是 S 级技能拥有者，否则指定凉。必须承认，那些兽人比咱们团结。更排外，咱们也必须团结起来，否则按照这个势头下去，结局不会太好。都考虑加入工会吧，这个局势单打独斗没希望的。是啊，个人求生者面对1-2个兽人，或许还有生的希望。倘若碰到兽人群，只有被虐杀的份。一条狗人居然盯上了我女朋友。一番看下来，可以确定的是，兽人可没有要和人族联盟的想法，主动找事，把人类当成狩猎目标才是大多数。和一般丧尸怪物还不同，他们会主动寻找人类，采取攻击。照这样下去，人类玩家的数量估计会在短时间内骤降。陈木疑惑道：“是看人类发展的太顺，所以故意插手打压吗？”新公告已发布，是否查看？最近这新公告有点勤啊。查看，等级功能已开放，每次突破实力均可提升，达到指定等级还有机会获得额外技能。有机会3个字，不禁让陈木联想起某些游戏厂商。是否结束经验值？结算经验值。查看详情后，陈木得知，原来这等级功能虽然现在才开放解锁，不过以往杀怪的经历也是算在其中的。这一点不吹不黑，陈木很满意。选择结算，陈木想看看自己能达到多少级。正在结算中，由于数据量太过庞大，请宿主稍作等候，正在努力结算。为打发时间，陈木再度切换世界聊天频道。太好了，这个等级功能，我现在2级，增加了不少属性。是啊，这个功能很不错，至少让我更有活下去的希望。LV5 路过，有比我更高的吗？6级默默看着你装逼。不是吧，这等级那么难升的吗？我杀了那么多丧尸，才3级。废话，你以为属性点和技能那么好拿啊？有的拿就不错了，知足吧。切换好几个频道，哪怕是世界聊天频道，某些高等级天赋技能的玩家，同样不超过20级。陈木可以想象，升级是一件多么难的事。不知道我杀那些怪物加起来能不能达到100级。切回等级功能页面，正在努力结算中，请宿主耐心等待。真慢啊！正在他即将失去耐心时，终于看到不一样的文字。结算成功，恭喜宿主达到等级 Level 2 LV2。陈木严重怀疑系统在跟自己开玩笑，点击一下屏幕，又变了。结算成功，恭喜宿主达到等级 Level 3。呵呵，原来这样，层层解锁吗？系统可不可以直接到最后？陈木不想浪费这个精力。可以，系统十分给力，属实是有求必应。结算成功，恭喜宿主达到等级 Level 4。结算成功，恭喜宿主达到等级 Level 20。窗口文字快速滚动，快到模糊。结算成功，恭喜宿主等级达到 Level 30。自动结算同时，陈木眼角余光又注意到有新的提示，邮箱小图标搭配上红色感叹号，十分醒目。点击查看，活动吗？一番查阅过后，可以得知这是一个专门为等级功能而设计的特殊活动。内容很简单，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在限定时间内冲等级，依旧采用榜单规则，24小时内等级排列前100名可获得专属奖励，100亿人只有100人能拿到，这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对于这种活动能给予的奖励，陈木本身并无多大期待值。结算成功，恭喜宿主等级达到 Level 50。看一眼还在自动刷新结算着的滚动窗口，陈木可以肯定毫无悬念，不值得期待是一方面，能白拿为什么不拿呢？世界聊天频道限时活动，啥也不说了，冲24小时，这也太赶了吧，起码1周，不对，起码1个月啊。时间越短越急，说明奖励越丰厚。可恶，早知道会有这种规则，之前就不该闲鱼疯狂刷怪的。有没有开盘的？下注第一是谁？
脑子有包才跟你赌。除了陈木那号怪物，还能有谁？在这件事上，众人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异议。榜单已经刷新了，不出意外，果然那家伙又是榜一，直接干到快100级了。好家伙，第2名也才58级啊，他怎么做到的？最变态的是，还在飙升当中，看着速度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超过100了，奔着150去了。陈木2字，无疑不是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结算成功，恭喜宿主等级达到 level 367。看着眼前系统面板上显示着的最终数字，再回想起之前还在徘徊不定能不能破100的自己，陈木忍不住唇角微微轻扬，笑出声。力量属性总计增加9367，速度属性总计增加8977，防御属性总计增加87654。如今这点升级获得的属性点加成，对于陈木来说已无多少关注必要，毕竟他现在可是全球唯一所有属性突破100万的男人。升至367级后，还附赠了7次技能抽奖机会，一个转盘，转盘上写着 SSS、SSS、A， 技能等级越高，区域越是狭窄。SSS 级已经跟一根针没区别，甚至比那指针还要小。最大区域是 F 级，怎么可能？为5奖，不禁再次让人感受到来自游戏厂商的恶意。抽奖之前，先触发 SSS 级技能幸运加成，然后才开始正式抽取技能。正在抽取技能中，滑，转盘开始转动，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逐渐减慢。恭喜宿主抽中 SS 级技能回旋杀阵，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技能获选杀阵，自动升级为 SSS 级成长性回旋杀阵。恭喜宿主抽中 SSS 级技能监视之眼，恭喜宿主抽中 SSS 级技能监视之眼，自动升级为 SSS 级窥探神眼。恭喜宿主抽中 SS 级技能弱化之手，恭喜宿主抽中 SS 级技能弱化之手，自动升级为 SSS 级弱化之手。从名字上来看，都是很强大的技能，无一例外。窥探神眼更是使得陈木可以随意观察整个杀戮世界的任何角落，以上帝视角。弱化之手只要触碰到敌人，哪怕强如7头蛇，也可以瞬间变成一脚可轻松踩死的蚂蚁。可以在 SSS 级技能的基础上再强化一次 SSS 级，这个设定在陈木看来简直离谱。而在另外一边，定级367这件事更是轰动全球。尼玛，我想过最后会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但万万没想到会夸张到这个份上。300多级，近400级，第2名也才58啊！死在他手上的都是些什么怪物？估计随随便便单拎出来一个，都足以轻松灭亡100万甚至1000万人吧。那我们岂不是还得感谢他杀死那些怪物？不然的话，咱们不得遭殃。果然，他一天不死，咱们只能当第2。一个人的舞台。接下来的时间，陈木驾驶着房车一路收割，走到哪算哪。转眼天黑，选择把房车停靠在一条江边公园的路上，听着江水奔腾翻涌的声音入眠，在陈木看来会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吃完午餐后，时间来到晚上8点，尽管体内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心却已经累了。陈木选择睡下，想快速度过时间，看看24小时后榜单究竟能给自己结算何种奖励。老规矩，房车周围布下一圈守护骑士，但凡敢靠近者，杀无赦。陈木躺在床上，打开观察窗口，看着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米莉亚，问：你没有睡眠模式吗？米莉亚目光看来，回主人：有的。那好，过来陪我睡觉吧，这床还蛮大的。陈木觉得米莉亚会是个很不错的抱枕，毕竟她的皮肤模拟到比真人还要柔软滑嫩。至于其他地方有没有那么逼真，陈木一直只把它当成战争兵器使用，从未细究过。是，对此米莉亚并无反抗之心，起身径直走来，躺到床上，与陈木面对面，四目相对。看着这副形态下的米莉亚，不知为何，陈木总觉得自己的行为像是在犯罪。尽管这个世界对于道德并无约束，更不会因为犯罪被法则惩戒。你换个形态。一番犹豫后，眉头舒展开，陈木还是开口道：是。米莉亚动用生命烈焰，从萝莉完成到御姐的改变，这身材瞬间变得修长不少，那浑圆饱满，堪称黄金比例的大长腿。这改变可比外表看起来反差还要巨大。原本有些病态的萝莉音，一下转为温柔御姐，伴随吐息扑打在脸上，让人心痒痒。米莉亚，我有些事想要确认一下，你可以把衣服脱掉吗？陈木开门见山地问。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拿到透视技能，如果有那个技能的话，一切会变得方便不少。是。对于陈木的命令，米莉亚100%服从，双腿叠放，坐起身，先解开腰带，再缓缓拉下拉链，类似连体泳衣，却没有三角，而是平角的长披风外衣，很轻易地脱了下来，放到一边。
上辈子陈木醉心于发展事业，与异性接触的并不多。看到御姐形态下米利亚这副模样，还是难免吃惊，瞪大双眼，喉结一动，吞了吞口水。没想到只有一层衣服，除去腿上套裹着的过膝长袜，米利亚几乎完全暴露在陈木眼前。很真，主人需要米利亚怎么做呢？等等，这份娇羞，陈木急忙确认起内心想法。米利亚，你的记忆里该不会还储存了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吧？主人如果需要的话，米利亚可以为您切换伴侣模式。听到伴侣模式4个字，陈木才明白，难怪会称之为智能生命体。这已经不是单纯智能2字足以形容，真正意义上的机械新人类。切换吧，说到底，陈木是个男人，欲望2个字是刻在脑海里的。杀戮欲望不断释放的同时，其他欲望也在疯狂积压上涨着。话音刚落，陈木便注意到米利亚看待自己的眼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能感受得到其中强烈的爱意。粉丝爱心吗？陈木笑出声，这恐怕只有智能生命体可以做到吧。主人，米利亚直接翻身坐上陈木的大腿，双手自然抬起，缠绕上双肩，勾住他的后颈，媚眼如丝，风情万种，丰满的体态，每一个动作都能体现出来，如石子落水，水波荡漾。陈木也不再矜持，发挥出男人本性，双手扶上，抓握住米利亚的腰肢。那一刻，陈木前所未有的轻松，整个身心全部平静下来，越发坚定。智能生命体的诞生是一件很伟大，值得刻进岁月史书的事。杀戮、收获、掠夺，以及看一眼躺在身边如小猫蜷缩恢复萝莉形态的米利亚。人类果然是由各种欲望组成，又似乎是因为穿越到了这个所有规则皆由强者决定的世界，这些欲望又在潜移默化中被无限放大。好在陈木并不讨厌这种感觉，实力、权力、金钱、女人尽在掌握的感觉让他觉得大受满足。人生当如此尽兴，耗费掉2个生命烈焰，陈木选择闭上双眼结束这一天。待第2天睁开眼，下一秒米利亚同时睁开眼。主人早安。陈木回应一声，坐起身，慵懒地伸了个懒腰，总觉得这一晚的睡眠质量出乎意料的不错。看一眼时间，早上8点，进入浴室洗漱洗澡，一步到位，然后便是吃早餐。距离24小时的结算时间还剩下几个小时。看一眼榜单，第2名似乎遇到了瓶颈，又或者是经验条太长，依旧卡在58级。毫无悬念，正吃着早餐，眼前忽然弹出系统提示，您的战宠参天蜈蚣王正在遭到狩猎。狩猎参天蜈蚣王。看到这条提示的第一时间，陈木一度怀疑系统是不是搞错了什么，那种家伙怎么可能会被狩猎？谁来的那么大的胆子？体型可摆在那呢。让系统给出坐标，再结合昨天才获得的窥视神眼，定位开启神眼。陈木闭眼，睁眼间眼前画面巨变，以上帝视角远离地面，这个地方距离房车有10几公里远。此刻参天蜈蚣王的身躯被完全逼出地面，疯狂反转，掠过之处无数高楼倒塌，被夷为平地。看得出来他很痛苦。拉近画面，陈木可以清楚看到一群人正利用身形渺小的优势，从蜈蚣甲层层连接的缝隙发起攻势。一人之力显然不足以造成这种效果，他们胜在数量庞大。准确来说，他们并非人，而是兽人。从头颅来看，外表、四肢来看，如果硬要陈木从脑海中筛选出一种生物，他会选择蚂蚁。一方面确实很像，另外一方面这个数量规模也符合蚂蚁在自然中的设定。蚁人吗？呵，不去狩猎人类，跑来狩猎我的战宠，这是多着急给我送经验啊！既是自己的战宠，又岂能容他人猎杀？将房车收入系统背包，暂时把米利亚放进系统背包。陈木以最快速度赶往参天蜈蚣王所在的地方。解救参天蜈蚣王是其一，其二嘛，如此规模的蚁人不加入亡灵军实在太浪费了。少说10几万，那还仅仅只是暴露在外面，肉眼可视范围内，暗处隐藏了多少不得而知。而参天蜈蚣王这边如此大规模的狩猎行动，很难不引起众人注意。那频频的地震更加剧了众人内心的好奇。站在高楼顶上远远看着，那是蜈蚣，好大！那些兽人有够变态的，居然选择这种目标出手。不看还好，越看越觉得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毫无竞争力。兽人数量太多，估计那蜈蚣迟早凉凉。不一定，他防御力很高，每一次摔打身躯都能碾压死大片兽人。看法并不统一，争论间面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又突然消失。81中文网吓了众人一跳。我靠，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看到了，重重点头。是不是一个人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你们也看到了，我还以为是我产生幻觉了呢。不是幻觉，
那家伙现在正站在那头巨型蜈蚣的头顶。一个拥有观察天赋技能的女人抬手指道。闻言，众人纷纷扭头，将目光调转看去，难掩吃惊之色。这里到那边至少上千米远吧？他怎么过去的？这速度，哪怕世界飞人，让他几分钟，照样轻轻松松拿下胜利啊！我没猜错的话，他的天赋技能应该是瞬间移动，哪怕不是，肯定有关。瞬间移动听起来就很 S 级，即便有 S 级技能，瞬移到那巨怪头顶是想干嘛？找死吗？显然，在他们看来 ，S 级技能并不足以挑衅参天蜈蚣王，更何况这技能除了逃跑有奇效外，实在想不到还能有其他什么作用。与攻击2个字毫无关联。奇怪，那头蜈蚣怎么没攻击他？估计是太过渺小，根本注意不到，或者说完全没把他当成敌人吧。确实，比起那些兽人，他根本无法对那巨型蜈蚣构成威胁。快看，一只兽人朝向他飞去了。注意到一只蚁人快速震动半透明的翅膀，朝向陈木那边急速飞去，快到只能看见一条模糊的线。众人已是在内心默默为陈木宣告死亡，认为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可能有机会活着。距离从10米缩短至5米、3米，再到2米、1米。尽管如此，再看陈木依旧背对着，毫无反应，根本没有察觉到的模样。然而下一秒，当众人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目睹血腥一幕时，甚至有人移开视线，闭上双眼，选择逃避。砰！血腥一幕确实有发生，只不过是发生在那兽人身上，并非陈木。兽人明明眼看着就要将利爪穿透陈木的胸膛，距离无限拉近，却突然身躯爆裂开，化作一团血雾，使人脑海当中不自觉地模拟出声音。血雾爆开3-4米范围，继续被风吹得扩散。他们的目光自始至终从未离开过陈木，一脸疑惑，想不通那兽人为何会突然发生自爆。你们有注意到他做了什么吗？没有，表情痴傻，摇头。难道那兽人的基因里被刻进去了奇怪的设定，到达一定时间会发生自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设定？他们明明是一起出现的，怎么其他兽人没事？讨论不出个结果。另一边，血雾产生后，刺激到了蚁人，成百上千的蚁人收到讯号，转移目标，往陈木这边急火而来。接下来的一幕幕画面，看得围观者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砰砰砰！陈木身边好似有一道无形的墙壁，而在那之上又装置有一台碎肉机。蚁人前赴后继地撞上去，接二连三的爆炸，使得血雾扩散得越来越开，血色越来越浓郁。参天蜈蚣王的脑袋更是被淹没在了其中。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陈木主动屏蔽掉奖励提示，看着眼前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到排列规则秘籍，在快速震动着的上万根空气线，在蚁人冲撞上来瞬间切割几十万、上百万次。陈木眉头轻皱，这些家伙没脑子的吗？那么喜欢送死。短短3-4分钟时间，死亡数量稳稳过千之后，其余蚁人才终于放弃无脑向陈木发起进攻，悬停于东南西北上下，密不透风的将陈木包围在其中，动作井然有序。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他们经受过专业的军事化训练呢。这时陈木脑海中诞生出一个想法，他们该不会共用一个脑子，或者像雷电杀人蜂那样被蚁后操控着行为吧？蚁后会在这附近吗？陈木动用魔瞳深入地下扫了一圈，并未发现蚁后的存在，更没有找到蚁巢。得出结论，看样子这些蚁人80%是出来寻找食物的工蚁。仅仅是寻找食物这种事，就能派出10几万蚁人吗？陈木无法想象蚁巢中究竟有多少蚁人。既然知道蚁巢不在这附近，陈木不准备继续和这些蚂蚁浪费时间，抬起手臂，在身边打开一道树下的暗影之门。嗡嗡嗡，嗡嗡嗡，黑潮蜂拥而出。那是什么？有人拿出望远镜，蜜蜂不对，我没记错的话，那东西好像叫雷电杀人蜂。雷电杀人蜂，那可是精英级怪物啊，怎么会从那里面出来？还有那扇门，是他打开的没错吧？难道他是多天赋拥有者？不等别人开口，自问自答起来，得什么天赋才能放出这至少10几万规模的雷电杀人蜂？和那些兽人的数量已经不相上下了。SSS 级技能吗？ SSS 级，这就是 SSS 级技能吗？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SSS 级天赋技能呢，果然很恐怖。多个天赋技能也就算了，还都是 S 级甚至 SSS 级，太叫人羡慕了。雷电杀人蜂精准锁定目标，利用速度优势以及大部分蚁人不具备飞行能力这一点，绕到他们背后，用虫族抱住，刺入，刺破其外壳防御，紧紧勾住，防止被挣脱，宛如寄生虫一般。再将尾部弯曲，对准其腰椎位置，毒针刺入，
轻松破防。滋滋滋，黑白色的雷电源源不断注入其中，蚁人没挣扎2下便失去反应，化作随风飘散的黑烟。陈木眼疾手快，全选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重译，力量属性加12，防御属性加12。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重译，自动升级为 SSS 级死亡之翼。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蚁人。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蚁人。尽管损失掉不少怪物罐头肉源，好在陈木及时开口制止，让其余雷电杀人蜂手下留情，给蚁人们留了个全尸。松开虫族，迅速坠落，布施壮观，得到蚁人罐头总计13万个。完了，这是真的狠啊！10几万兽人，弹指挥间全部灭杀。不行，不能再看下去，再看下去我会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蚁人其实很弱，对吧？苦笑中又夹杂着几分无奈。然而事实是，面对兽人，绝大多数人只有被虐杀的份。奇怪，那头蜈蚣怎么从刚才开始到现在一直没动过？而且那人明明有实力可以杀死蜈蚣，却不动手。有没有一种可能，怪物懂知恩图报？呵呵，他要真懂这个，还会叫怪物？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说可能，那巨型蜈蚣和雷电杀人蜂一样，都是他养的宠物？此言一出，全场沉默。主要是这种体型规模的宠物，对于他们来说超纲了，一时有些难以接受。关闭暗影世界之门，陈木没有选择让那10几万雷电杀人蜂回归暗影世界，而是在他们大脑当中通过风后注入了一道命令：寻找蚁巢。针对蚁人，陈木有一个大胆的计划，想要实施。嗡嗡嗡，嗡嗡嗡，10几万雷电杀人蜂往不同方向飞去，从头顶掠过，不去看的话，估计会误以为是战斗机引擎声。收回目光，陈木在参天蜈蚣王头顶踩了3下，参天蜈蚣王缩回地下，陈木则平稳落地，从系统背包中取出房车，与米利亚回想起之前忘记给米利亚出手的机会，多增加点战斗经验，现在增加也不迟。直接动用技能，袭来5公里范围内无论等级高低的丧尸怪物，巨蛹堆叠在马路上，让米利亚自由发挥，试试看100万属性点的效果如何。砰轰轰轰，轰隆隆，陈木坐在房车内，喝着冷饮，吃着交易来的披萨，四周不断传来爆炸与怪物怒吼声，脸上的表情稳如泰山。击杀丧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击杀铁甲变异虫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5，击杀毒液丧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5。视野右上角提示高速滚动，刷新。半个小时，1个小时，3个小时，时间转瞬即逝。陈木睁开眼，米利亚早已回归到身边，静静坐着。打开车窗，脑袋探出去看一眼，残肢碎块堆积成山，早已辨认不出谁属于谁。一键提取，一键召唤，收获满满。没有去过多留意都获得了些什么。陈木此时此刻的注意力全在榜单结算奖励之上。24小时限制时间已到，冲击活动宣告结束。陈木依旧稳占第一，甚至还以为之前击杀的蚁人还有自己睡着这段时间，米利亚的疯狂杀戮行为升了3级。第2名与之前一样，一点没动。是否领取冲击活动榜1奖励？领取，毫不犹豫，正在领取中。领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唯一神宠进化面板。新功能吗？看着这条提示内容，陈木忽然有些怀疑，创世神到底是不是诚心想要自己这条命？明知道自己100%稳占第一，还发起这种活动，把奖励送到自己手边，搞不死我，干脆摆烂。还是说，规则如此，哪怕是他也无法忤逆。摇晃摇晃脑袋，清空掉脑内多余的想法。陈木决定好好研究研究这全球仅自己拥有的神宠进化面板，毕竟清清楚楚写着唯一2字，如果有第2个，还能叫唯一吗？恭喜您成功解锁神宠进化面板，是否抽取您的第1只宠物？确认抽取，正在抽取中，抽取成功，恭喜你获得幼年铁甲龟。界面上出现一只钢铁黑背的小乌龟，后面还有金色的光芒作为点缀，可以说是非常游戏化。宠物进化的方式有很多种，战斗、获得经验，又或者购买食物、经验卡之类。没错，这功能里有着独立的商城，货币也是杀戮点。确认是杀戮点没错后，陈木抿抿嘴唇，没能忍住笑出声。他现在最不差的可能就是杀戮点了。粗略扫一眼，大概有9位数。进入商城，低级宠粮10杀戮点1袋，可增加100点宠物经验；高级宠粮50杀戮点1袋，可增加500点宠物经验；特级宠粮100杀戮点1袋，可增加1000点宠物经验。购买1袋，开玩笑，直接999。确认购买，购买成功，杀戮点减99900。恭喜宿主获得999袋特级宠粮。
回到宠物培养页面，选中999代特级宠粮，全部喂食，正在喂食中。喂食成功，您的宠物铁甲龟升级至 Level 2，解锁技能旋转撞击。喂食成功，您的宠物铁甲龟升至 LV 3，力量属性加10，速度属性加20，防御属性加10。喂食成功，您的宠物铁甲龟升至 LV 30，所有属性全部加10。喂食成功，您的宠物铁甲龟升至 LV 50，进化为大铁甲龟。999代特级宠粮，刚刚好升级到50吗？所谓的进化，只是多了个大字。陈木话到嘴边，又不知该如何吐槽才好，决定放出大铁甲龟看看，这个大到底有多大？怎么着也得5、6米吧。眼见陈木走下房车，米利亚紧跟其后。陈木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十字路口，确认放出大铁甲龟，眼前画面骤然变暗几分。陈木还未来得及纳闷，已是注意到头顶的庞然巨物，上百米长宽的铁甲龟，着实超出了他的预料。砰轰，大铁甲龟重重落在面前，无数楼房被碾压成废墟。倾塌，距离陈木只有短短数米不到的距离。这个距离之下，陈木抬起头，一眼竟望不到尽头。纵使是他，同样必须承认，这铁甲龟大的离谱，确实当得起神宠进化4个字。才50级而已，已有此等规模。陈木很好奇，刷个几百、上千、上万级铁甲龟，有没有可能成为星球级别？想到这儿，兴趣瞬间燃起，无比浓烈，迫切想要试试看。反正又不愁杀戮点，不够的话，继续屠杀就是了。回到大铁甲龟本身，除了外表看起来过于和善之外，光这体型完全有资格成为 BOSS 级别。论外表，大铁甲龟给陈木的感觉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蠢萌蠢萌，憨态可掬。若非体型优势摆在那里，当真会让人怀疑它是否真的具有攻击性。再说神宠进化面板的宠物抽取功能和每日改造卡不同，需要先培养出一只满级神宠，才能开启下一次抽奖机会。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得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但对于开了破解版游戏模式的陈木来说，好比探囊取物，轻轻松松。瞥一眼注意到站在一旁的米利亚，眼中带有几分警惕之色。陈木笑着开口解释，不必紧张，这家伙是我刚收的宠物，不愧是主人，连宠物都如此震撼人心。米利亚回应着。81中文网对于米利亚的夸奖，陈木照单全收。哇，好大的乌龟！他背上那些房屋碎片，看起来就像是在那上面建造了房子一样。房子怎么可能会有人敢在那种怪物背上建造房子啊？谁敢住？房子！陈木耳朵敏锐，听到周围100米外的细小议论声，这2个字倒是提醒了他。龟背的开阔、平坦度确实很适合用来建造一座移动堡垒，想想还挺酷炫的。接着，陈木脑海当中更是想到一个骚操作。使用每日改造卡，进入融合改造页面，选中大铁甲龟与房车，还真行。在陈木看来，只要能添加进去，等于没问题。确认融合改造，正在融合改造中，融合改造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铁甲龟房车。这名字多少有点草率，陈木觉得会更酷炫些。外观看起来，仅仅只是背上多了辆失去轮子、占地面积增加3、4倍的房车。不先入为主，带入房车的话，看着其实也像是一座钢铁别墅。质感并不廉价，一开门站在门口，视野简直不要太开阔。走吧，我们上去。陈木抬起手放在米利亚的肩上。是。米利亚刚答应，下一秒就发现自己已经来到龟背上，在一眨眼的功夫来到钢铁别墅门前。走近后，陈木必须承认，看起来比上帝视角更加气派。多升级升级，没准真能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操作大铁甲龟移动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心里想出前后左右4个字即可。有命令按照命令行动，无命令的话，方向随机，目的地随机。看到陈木打开房门，与米利亚进入那栋双层别墅，旁观者不淡定了，那座建筑是怎么出现的？卧槽，还真有人把房子建造到那种级别的怪物身上去了，这安全感起步爆棚。欺负乌龟无法看到，手短接触不到背上是吧？或许我们也可以那么做，可以，但首先你得考虑怎么上去。他们又岂会想到，这大铁甲龟本身属于陈木养的宠物。砰砰砰！别墅外脚步声沉重，别墅内倒是异常平稳，感受不到多少波动。原理是什么？那陈木可不知道，也没想到要去深究。看似活动缓慢，其实行进速度远远快于房车。另外一方面，派遣出去搜寻蚁巢所在的雷电杀人蜂群，依旧没有消息传回。陈木干脆打开神宠进化面板，进入商城页面，购买成功，杀戮点减99900，恭喜宿主获得999代特级宠粮。购买成功，杀戮点减99900，恭喜宿主获得999代特级宠粮。购买成功，
杀戮点减99900，恭喜宿主获得999袋特级宠粮。这种杀戮点随便花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陈木突然想到，貌似交易中心内还可以选择用杀戮点进行交易，比起换回一些我基本用不上的东西，果然还是杀戮点价值更高。他决定日后将怪物罐头明码标价，越高等级的怪物罐头所需要的杀戮点自然越高。如今怪物罐头已经不需要再证明什么，大家都知道那是多么稀缺珍贵的资源。尽管陈木已经挂上好几百万怪物罐头，但对于100亿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正在喂食中，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大铁甲龟升至 LV51， 体型增加。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大铁甲龟升至 LV60， 解锁技能泰山压顶。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大铁甲龟升至 LV100， 解锁技能浮空飞行。大铁甲龟与房车融合后仍旧属于宠物，被神宠进化面板承认这一点。老实说，陈木有赌的成分，好在他赌对了。一番升级后，最让陈木感到意外的当属浮空飞行这一技能。乌龟怎么还上天了呢？只能安慰自己，这样的世界发生什么都不值得的奇怪。一念动传达使用浮空飞行技能的想法给大铁甲龟，铁甲龟缓慢升空，看似缓慢而已，100米高也就短短半分钟不到。如今大铁甲龟的身形已是达到上千米，在天上移动时有多显眼，可想而知。我的妈，乌龟在天上飞，而且还那么大一只，这真是乌龟兽人吗？好大！照片上传到世界聊天频道后，同样引起疯狂热议。这是兽人吗？请问，肯定不是。兽人在外形上多少和人类相近，这不就是一只大点的乌龟吗？我听人说，有人在那上面建造了房子居住。我靠，这么秀！与此同时，陈木还在对大铁甲龟投喂，默默升级。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大铁甲龟升至 LV120， 进化为火焰铁甲龟。这名字比先前看起来更多了几分变异兽的味道。目光看向窗外，龟背裂缝中如同火山口，时不时会喷出火焰。这些火焰并不会对陈木亦或房车造成伤害，更不会感受到灼热，一切如常。烈焰只针对敌人。陈木刚想让火焰铁甲龟展现实力，风后那边却传来心灵感知，关于蚁巢有发现了。江城隔壁阳城西城一片早已废弃不知道多久的工业园区内，表面看似一切正常，依旧是一股浓浓的废土风，实际在地下早已修筑起一座蚂蚁王国。工蚁、兵蚁不断从伪装成小山丘的入口进进出出，带回大量比他们自身还要高出不少淌血的大肉块。来自什么生物，那就不得而知了。蚁巢中错综复杂，哪怕是人类最复杂的迷宫，也无法与之相比。以后被安排在最大、最安全的巢室当中，肥硕庞大的身躯以至于无法移动半分。工蚁人分工明确，一部分负责喂食以后补充疯狂消耗着的能量，一部分负责将以后不断产出的蚁卵搬运进孵化室。这些蚁卵会在半小时内完成孵化，在1小时内完全成长，速度相当惊人。这也是为什么一座王国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被建造起来。盯上蚁巢的可不只是陈木，工业园区外早已倒塌，破损不少的铁网围栏外，一伙人正轻手轻脚地进入。臭小子，你没看错吧？那些蚁人真是往这里面来的。老大绝对不会有错，我看得清清楚楚，有差不多几十只蚁人从这边飞过去，我相信他们的大本营绝对就在里面。好，今天无论说什么都得端掉他们，敢杀我弟弟，必须让他们知道下场。当我 S 级洪正武那么好欺负吗？咔嚓，五指一用力，轻松将抓住的墙角捏得粉碎，暴露出其中的钢筋痕迹。老大，万一那群蚁人和真的蚂蚁一样，特能生，数量多到离谱的话，咱们这点人恐怕……啪！话来不及说完，洪正武直接抬起手，一巴掌打在那人脑袋上。西巴，少说这种丧气话。老大说的没错，你忘记老大的技能是什么了？他们数量越多越好，这样反倒利于我们。男人抱着脑袋后退几步，拉开距离，一脸委屈，却也没有反驳，主要还是不敢反驳，怕挨打。说的没错，数量再多又怎么样？老子可是 S 级。洪正武嘴角提起，笑容阴冷，回过神后，刚好看见头顶飞过一只蚁人，急忙开口追。一行几十人迈开腿对那只蚁人紧追不舍。10几分钟后停下脚步，不少人弯下腰，双手扶住膝盖，嘴里大喘气个不停，呼哈呼。洪正武倒还好，气息平稳，面色如常。毕竟越高等级的天赋技能能给持有者本身带来的加持越高，包括但不限于属性值方面。你们觉不觉得这座山看起来很奇怪？洪正武问。确实，远处看着还好，一旦拉近，那些树歪七扭八，分明是硬插上去的。我想这座小山应该就是蚁巢，
那些数目属于伪装，那还等什么？攻击吧，给他们行刑瞌睡。洪正武咧嘴一笑，很期待征服蚁人后的画面。几十人一字排开，双手抬起，开始施展技能。轰轰轰！火焰为主，水、土球之类的攻击技能五花八门，齐齐砸向蚁巢。撼动并不明显，但这声响足够惊动蚁群。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感觉到脚下传来的强烈震感。从众人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感受到了一丝丝不对劲。接着更是瞧见山顶如岩浆喷发，蚁人源源不断地从中冒出，有飞出，有爬出，天上地下，一眼望去满是。这数量，哪怕是拥有 S 级天赋技能的洪正武看了，笑容多少有点挂不住，凝固。几万、十几万，还是几十万，又或者上百万。不等逃跑的想法产生，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牢牢包围。老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所有人朝向洪正武聚拢，各自朝向不同的方向，后背紧贴，以免被偷袭。回答如何回答？洪正武还想知道应该怎么办呢？如此多的蚁人，哪怕他拥有征服这个技能，也不可能全部征服，迫使对方听从自己的命令。触发 S 级技能征服，先逆转30只蚁人加入自己的阵营，鼓舞气势。对于那倒戈的30只蚁人，蚁人群虽然困惑，却也没有多想。你们有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吗？好像是在说，我们不该来送死。渺小的人类并非不想反驳，而是被如此庞大的数量震慑到毫无反驳的勇气。而此时，一只悬停于飞蚁群之上的雷电杀人风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浮空而立的沉木。移形幻影这个技能还真是好用，上百公里居然这么快就到了。沉木正惊叹呢，低头一看，才发现脚下聚集了如此庞大数量的蚁人，一眼望去，少说百万级别。很快又注意到被包围的洪正武几十人，很奇怪，怎么会有蚁人跟他们混在一起？被策反了。地上，洪正武感受到一股不怀好意的视线，下意识看上去，注意到非蚁群之外的沉木。人群中一个两个，陆续有人察觉到他的动作，同样抬眸看去，吃惊道：那个家伙为什么可以站在天上？明明没有翅膀，他难道也是蚁人吗？高级蚁人？怎么可能？看起来完全不像，没有一点蚁人的特征。他们的对话传入陈木耳中，尽管有系统进行翻译，但这腔调肯定是樱花人或者蚌国人没错。合作，大家一起合作怎么样？我听说这些蚁人体内有一种特殊的晶体，在交易市场还蛮抢手的，事成之后55分成，如何？洪正武判断出陈木80%是 S 级技能的拥有者，提出合作想法，必须把握住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然而1分钟、2分钟、3分钟过去，依旧没等到陈木的回复，只有冷漠至极的眼神。西巴是个聋子吗？洪正武低声道。西巴，透过这2个字，陈木100%可以肯定，这群人是蚌国人无疑。之后有人凑近到洪正武耳边，提议：老大，强行拉他下水如何？洪正武扭头看了那名手下一眼，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在洪正武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他必须利用上一切可以利用上的资源活下去才行。既然陈木不同意合作，那洪正武只能被迫使用一点阴谋手段，解除掉身边一只蚁人的控制权，迅速以极限距离再次动用征服技能，掌控一只距离相对来说离陈木比较近的蚁人，快速振翅飞行袭击向陈木。洪正武自认为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些兽人很团结，倘若有一只蚁人死在陈木手上，绝对会挑起其他蚁人的怒火，不死不休。万一陈木不敌，死在那只飞蚁手上，那只能说明他确实没资格活着。这种人，洪正武也不屑利用，让他成为自己的帮手。什么帮手？不过是累赘罢了。殊不知，自己这点想法早已被陈木全盘洞悉。陈木清楚察觉到那只被解除控制的蚁人，以及下一秒莫名其妙朝向自己这边快速绕开同类飞来的蚁人。想用这种方法强行拉我下水吗？陈木冷冷一笑，触发 SSS 级技能随心链，在那只飞蚁看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世界层次，身后一条无形的链子瞬间链接肉眼可见的百万蚁人。10米、5米、3米、2米、1米，待飞蚁进入攻击范围内，陈木手起刀落，哗，飞蚁从中分裂开，鲜血爆射。众人，洪正武正震惊于陈木的反应速度与手段，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是令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头皮阵阵发麻。哗哗哗，天空中飞蚁分尸如同病毒式一样，以双眼难以捕捉，跟随的速度相继爆发，一眼可见范围，不管看向何处，皆是一片血红之色。众人顿感坠入冰窖，这种场面做梦也梦不到啊！心凉半截，想想竟然试图掌控，利用这种人的自己，
洪正武压力山大，心高高悬起，到达嗓子眼，随时有可能跳出，担心自己那点小把戏会不会被陈木识破，万一识破，自己这条命岂不是这时身边传来人类的惨叫声，洪正武的身体反应速度比想法更快，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名手下，不对，是所有手下，和那些蚁人一样，惨遭分尸，死相凄惨无比。洪正武甚至能分辨出那些暴露在外的内脏属于什么。纵使是自认为见多识广，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的他，如此近距离之下看到这种画面，还是没能忍住，手扶胸口，弯腰，哇的一声，将之前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出，十分难受。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D级技能火箭术，自动升级为 SSS 级豪雨火箭。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D 级技能冲力拳，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蓄力拳。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团体防御增加，自动升级为 SSS 级全员金钟罩。这一技能效果，别说洪正武没想到，哪怕是陈木自己同样深感意外。100万蚁人竟只需一击全员秒杀，这技能简直无敌了好吗？哪怕众神降临，陈木也有一战之力，只要杀死其中一神，众神皆灭，哪怕不死也得重伤。求求你别杀我，我知道错了，我道歉，我诚恳道歉。身下传来洪正武的声音，陈木低头看去，发现他正跪在地上，疯狂磕头求饶，任凭蚁人的血雨冲刷在身上，无动于衷。从陈木连同自己手下一并杀死的行为，洪正武可以断定，他绝对识破了自己那点卑鄙手段。81中文网。至于为何自己没事，原因很简单，洪正武心想，定是对方觉得自己有利用价值，技能不错，想收服自己。真是这样的话，洪正武100%愿意归顺，跟着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混，日后在这杀戮世界还不横着走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居然忘记把他给连上了吗？大意了。陈木正好试试看新技能豪雨火箭，在洪正武头顶划出一个区域，覆盖100米范围。咻咻咻咻咻咻，看着那疯狂落下，密集到可以与瀑布相提并论的火箭火雨，陈木终于明白这个技能的命名。洪正武就算他有 S 级技能，但依旧在第一箭落下时便死透了。抛开 S 级与 SSS 级之间的技能差距，他本身与陈木之间各方面属性值的差距照样天差地别，无法弥补，被秒杀再正常不过。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征服，自动升级为 SSS 级强制征服。这个技能名字看起来有点东西啊。陈木露出一抹笑意，不过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被从蚁巢入口处传来的异响声吸引去。杀了那么多，还有那么多吗？看着那依旧不断涌出的大量蚁人，陈木很好奇，整个蚁巢内究竟生活着多少蚁人？召唤雷电杀人蜂出来应敌，不需要那么麻烦，脚下正好有着可以利用上的兵马，快速完成一件提取。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蚁人。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蚁人。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蚁人。100万蚁人大军片刻形成，颜色上的改变与原本的蚁人对照之下，说是判若两人，一点不为过。主色调的黑让他们在视觉上看起来更具备威胁。之后陈木无需去多做什么，取出一张不知何时从何人那里交换来的躺椅，放置在空中而不落，人躺上去，再取出一瓶碳酸饮料，利用冰系技能快速制冷，带点冰沙质感。这种东西果然得喝冰的。此时此刻的陈木看起来仿佛一个局外人，与这场蚁人大战毫无关联。看着看着，陈木逐渐失去兴趣。亡灵蚁人本身就是在蚁人的基础上2次加强后的召唤产物，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实力上同样占有绝对优势。普通蚁人只有被虐杀的份，可即便如此，依旧改变不了他们坚定送死的决心。陈木更加肯定，他们的脑子并不属于他们，想法完全被蚁后左右。光从那高高堆叠起的蚁山，已是不难判断出其内部结构会有多复杂。蜂巢恐怕无法与之相比。陈木不想进去跟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让亡灵军团冲入其中，寻找起蚁后的身影。待发现以后，再利用移形换影技能进入巢室，看看要如何处置那家伙。随着拥有的 SSS 级技能越来越多，可选择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蚁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亡灵军的效率并未让陈木失望。几分钟后，发现蚁后所在的巢室，守卫的兵蚁
工蚁全部被杀死。陈木随即选中一只亡灵蚁人，移形换影，传送过去。这巢室中的味道一言难尽，对比蜂巢，简直不要太强烈，腥臭味浓郁到刺鼻。蚁后因为失去喂食，变得暴怒，疯狂扭动身躯。这体型比起陈木之前在蜂巢王室内看到的蜂王还要大上2倍不止。因为缺少食物，蚁后很快停止产出蚁卵。尽管如此，尾后依旧堆积了大量工蚁没有来得及搬运走待孵化的蚁卵。这个决定在陈木看来很正确，如果不及时停止生产，蚁后很有可能会被活活榨干能量而死。通过观察可以得知，蚁后对于蚁巢最大的作用是生产与统帅，其本身并无多大战斗力。陈木几个瞬移，与其面对面走路的话，会耗费不少时间。抬起手臂，五指张开，掌心对准蚁后，触发技能 SSS 级强制征服。强制征服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蚁后忠诚度100%。卧槽，哪怕是见多识广，经历了不少大场面的陈木，看到这条没有过程直接得到结果的提醒，还是没能忍住爆了粗口。如此巨怪，100%忠诚度，这个技能还能再夸张一点吗？留下几万只亡灵蚁人，负责暂时照看蚁后，将外面那些蚁人尸体用于喂养，重建蚁巢王国。别人怎么想不重要，这在陈木看来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无需担心蚁人会背叛，毕竟他们没有脑子，所有行动全靠蚁后命令。如今蚁后对于自己的忠诚度为100%，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以蚁后的繁殖速度，估计用不了多久，自己便可以得到一支100万、1000万甚至过亿规模的蚁人军团，再全部收割，2次转换为亡灵军，增强实力。光是想想都不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如此说来，我岂不是还得感谢那个棒国人，给我送上这么好用的一个技能？陈木笑道。瞬移出蚁巢，这一次陈木没有选择将哪怕一只蚁人尸体制作成怪物罐头，全部留给蚁后作为食物。在蚁后的脑海里，似乎并没有同类相食这一禁忌，吃得很香。不断喂食，不断生产，再由亡灵工蚁搬运蚁卵至孵化室，一切衔接有序地运转起来。那些苦苦守在交易市场中的人，估计做梦都想不到，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怪物罐头，如今却被蚁后独享。确认一切无误之后，陈木又利用移形换影技能回到火焰铁甲龟背上，准确来说，应当是他背上的钢铁别墅。亡灵军被传送走，陈木双脚刚落地，就听见耳边传来炮火的声音，很近很近。发生什么事了？陈木问米利亚。一支战机队伍正在向他发起攻击。米利亚如实汇报。战机，提到这2个字，不用多想，必定是人类的手笔。兽人可不会开战机，因为太显眼，所以被当成狩猎目标了吗？还是说那些人也想住看龟背别墅？陈木的猜想一个接一个。要知道，火焰铁甲龟虽然表面看起来和善，不好战，可实际上，若有人闯入其安全领域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当然，主人陈木以及作为他仆从的米利亚属于白名单对象，来去自如。而事实的确如同陈木所猜想的一样，这支战机小队隶属于卡洛斯工会。当知道有这么一座怪物移动城堡后，身为前飞行员，对于驾驶各种飞行工具颇有兴趣的卡洛斯工会会长迪诺·卡洛斯立马产生强烈兴趣，想要试试看能不能将工会基地搬到巨龟背上，建立一座空中王国。在卡洛斯看来，龟背的平坦度十分适合修建机场起飞，又因为上面确实有别墅与人居住，更加让卡洛斯坚定这一计划，认为只要赶走陈木、米利亚这些偷偷居住在龟背上的人，即可占领这座空中堡垒。谁曾想，这驾驶着战甲还没接近200米范围，轰！火焰铁甲龟停止飞行，伸长脖子，张开龟口，直接吐出一道100丈烈焰，烧毁了他们2架战机。看着修建在龟背上的钢铁背书，卡洛斯想不通，为何他们上去的，自己却不被允许？若非及时拔升高度，离开火焰铁甲龟的敏感区，死亡数量会大大增加。之后，无论卡洛斯如何尝试，火焰铁甲龟均会第一时间发起火焰攻势，搞得他十分头疼。一气之下，发射了导弹，想给火焰铁甲龟一点颜色看看。既然敬酒不吃，那只能给他罚酒尝尝。只是这效果不能说微乎其微，而是完全没有。原本足以炸平一座20层高楼的威力，打在龟背上，除了点火花外，啥也没看到。真是块难啃的骨头。卡洛斯骂骂咧咧道：“难啃，那就别啃了。”谁在说话？卡洛斯非常确定，那声音不是从对讲机里传出来的，似乎是从外面。可下一秒，又立马否定了这一想法。这可是上百米的高空，怎么可能会传来人的声音？人又不会飞。侧目一眼，卡洛斯瞳孔瞬间放大，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昨晚太过放纵，所以产生了幻觉。戴着头盔，
没法揉眼，眨巴，依旧看得清清楚楚。一张人脸出现在驾驶舱外，一张东方面孔。你是什么人？卡洛斯上下打量一眼，本以为对方是利用钩索之类的设备牵引登上战机，万没想到，当视线来到其脚上时，却发现他双脚腾空，没有借助任何高科技，凌空而立。不由猜想，难道是飞行类的天赋技能？实在忍不住羡慕，脑海中更是冒出想赌一赌，杀掉陈木后有没有可能会掉落技能。如果能拥有飞行天赋技能的话，那么卡洛斯此生死而无憾了。陈木没有马上回答，砰，举起手臂，应声一拳打碎，打穿机舱玻璃，强行打开机舱盖，再抓住卡洛斯的胸襟，强行将他从座位上拽了出来。坠机，战机根本来不及反应，已是被陈木收进系统背包。如此精良的装备，没理由浪费，消失了。卡洛斯心头一震，他的系统背包可装不下这么大个物件。我是那家伙的主人，那家伙。顺着陈木的视线，卡洛斯低头看去，落在那火焰铁甲龟身上。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驯服怪物，更别说是如此夸张体型的怪物。卡洛斯完全没把陈木的话当做一回事，硬要说的话，应该是当成玩笑话来听。别玩了，尽快解决掉他们。卡洛斯十分确信，陈木这不是在跟自己说话。轰轰轰！接着眼角余光一片赤红，卡洛斯转头看去，火焰铁甲龟嘴中吐出的烈焰延分10几道，自带追踪功能。砰轰砰，将一架架战机击毁引爆，只剩下黢黑燃烧着烈焰的骨架从高空坠落。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毒液，自动升级为 SSS 级屠城之毒。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D 级技能替身，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替身。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穿甲，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视防御。巧合吗？卡洛斯下意识地从嘴里吐出那么几个字，实在没办法相信这头巨怪会如此听从一个人类的命令。人类怎么可能驯服得了怪物呢？认知在被颠覆中，陈木可没精力去和卡洛斯解释那么多。赏你的！话音落下，直接松手，将卡洛斯丢向火焰铁甲龟张大的深渊巨口。半空中，意外注意到卡洛斯体外快速附着上一层金属色，金属不断变形，俨然成为一副机甲。白加蓝的配色并不是多么显眼，在空中进行着特技般的动作。轰隆隆，轰隆隆，炮轰龟口，利用冲击力避免落入其中，被吞食、被消化。开出来的奖励还是天赋技能，陈木不确定道。目测的话，机甲有5、6米高，以火焰铁甲龟为参照物的话，显得很渺小，但换作普通人，称之为巨人，毫不为过。视觉上有着绝对压制力。双手持的那比机甲腰还粗的2管装置于小臂外侧的炮筒，应当是主要攻击武器。其他仅陈木肉眼可见，是头顶、颈后那挺支起的机关枪。卡洛斯并不准备恋战，快速在火焰铁甲龟身上以下山之势狂奔。灼热感透过机甲外壳传达进驾驶舱，浑身热汗早已湿透。即便如此，卡洛斯依旧半刻不敢停歇，生怕这条命会葬送于此。警告：温度过高，系统即将崩溃，请宿主远离高温区域。则偏偏是在这种时候吗？卡洛斯目测了一下，此时自己距离地面大概还有30-40米的样子，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大步一跃往下跳，否则一旦系统崩溃，机甲解体的话，失去保护的他存活率100%为0。与其等死，不如搏一搏。轰隆隆，什么声音？卡洛斯正纳闷，却见地面裂开几条大裂缝，旋即马路被大块顶起，房屋倾塌，烟尘暴起，再然后一头万足蜈蚣自那其中窜出，埋头张开深渊巨口，猛然袭来。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肉壁，越来越昏暗的天地，卡洛斯放弃抵抗，乖乖接受从自己下决心要来找火焰铁甲龟时便注定的死亡结局。除此之外，他什么都做不了。不可能会有那么巧合的事。卡洛斯此刻不仅相信那巨龟是陈木驯养的怪物，这蜈蚣也一样，难以置信，却又是事实。不存在那么多巧合。巨口闭合，参天蜈蚣王缩回地下。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机甲召唤，自动升级为 SSS 级机甲图鉴。果然是技能吗？详细研究一番，陈木可以得知，原本可以召唤一尊固定型号的机甲，不过经系统升级之后，解锁了机甲全图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种类繁多，页数更是达到999家，无消耗，无冷却，只要陈木想，可以随心秒切换机甲类型。看着那一尊尊设计科幻、酷炫无比，甚至还有拟态，比如螳螂、水牛等动物外形机甲，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东西会被誉为男人的梦想。陈木选中一副黑铁色、高83米的战争型机甲，想要亲自驾驶看看，体验一把男人的梦想。砰轰！取消踏空跳技能，落下到指定高度，高达83米的机甲迅速变形着身，落地那一刻，沙尘如海浪翻涌出去。陈木眼前已是被各种精密的数据面板充满，脚下、手上、脑袋同样套裹着各种看起来就很高科技的精密设备。不同的机甲操作方式也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天差地别。最高级的可以全身心融入，完全感受不到自己在驾驶机甲，而是与机甲融为一体。陈木还是更喜欢这种带点操作的，抬脚带动脚部设备，伴随机械音，动作流畅的同时，需要耗费不少力气。一般人估计几个动作就会被累得气喘吁吁。这边抬脚同时，机甲秒复刻，误差不超过 0.01 秒。手臂抓住拉环，抬起向后移动，旋即扭身，一拳照着旁边的大楼打出。砰轰！机甲一拳穿透大半楼层，刮掉不少漆面，轻微战损风。抽手，水泥块掉落，烟尘卷起，轰隆隆，大楼紧接着发生坍塌。这种对手完全测试不出机甲的真实战斗力，果然还是得找个活生生的怪物当对手才行，留下一只亡灵在别墅，方便随时回归。陈木大步撒开，操作机甲在城市中奔跑，矮一点的楼大步飞跃，高一点越不过的大楼，砰，绕开不，直接双手臂护住面部，撞破，在大楼中心留下人形轮廓，暴露出内部钢筋水泥的结构，坍塌紧随而至，无一幸免。相当于30多层高楼的巨型机甲在城市中奔跑，回头率妥妥100%。这件事很快在区域聊天频道发酵。哎，你们看到没有？有个人驾驶着几十层楼那么高的机甲在城里狂奔，不知道是想做什么。机甲人，你确定现在会有那种东西？应该是融合后看起来比较像机甲的怪物而已。我想也是，几十层楼那么高的机甲哪来的？刚才有看到，不骗你们，但没来得及拍照，就知道你们不信。图片马上上传，图片加载成功后，我靠，卧槽，真的机甲，这他妈也太帅了！我日，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家当跟他换这台机甲，做梦吧，这玩意绝对是顶级资源，超大型工会都不一定能吃得下。有没有跟踪直播的？给个坐标啊！想亲眼看看机甲，我真的太爱机甲了。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是朝向熊洞那边去了。熊洞，并不是所有的怪物都愿意把时间扑在杀戮人类这件事上。比如只有活动于这片区域才知道的熊洞，只要靠近就会触发隐藏任务提示，讨伐铁拳熊。起初听说有隐藏任务，对于熊洞不少玩家趋之若鹜，但只看到进去的，没看到过从里面出来的。直到有人冒死，在濒死之际将一张关于铁拳熊的照片上传后，那里变成了禁地，无人敢踏足。照片虽然模糊，而且只有熊脸部分与发红，不知是拍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那如同绸缎飘荡的双眼。仅凭这一点，依旧不难想象得出其身形有多庞大。至少目前无人哪怕工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有实力拿下这一副本。想凭借机甲拿下隐藏任务吗？机甲确实不错，但毕竟是人在驾驶，抛开配合熟练度不说，与那头熊送死成分居多。死前能体验一把极致的机甲战斗，我觉得挺好。别像我那朋友觉醒地级技能，结果被食脑者丧尸一发长蛇瞬间爆头，只是可惜了那台机甲啊，捡漏零件估计都能换到不少资源。卧槽，你知道就行，别说出来啊，这不是增加竞争对手吗？不少有这种想法的人跳出来怒斥。回归正题，他们猜的的确没错。陈木利用庞大数量的雷电杀人蜂组成蜂网进行侦查，发现了栖息于这片城市附近最大最高山峰内的铁拳熊，计划拿它开刀。抵达后，这山看着可比陈木想象中要高出不少，至少是他现在正驾驶着的这台机甲的3倍还要多。找到巨大的熊洞，陈木刚接近，眼前便弹出隐藏任务提示，是否接受隐藏任务，讨伐铁拳熊？意外收获啊！陈木欣喜道。那还用说，当然是接受。你已领取隐藏任务，巨熊即将苏醒，即将苏醒，看样子睡得比较沉啊。那我帮帮你好了。冷笑，放出大量雷电杀人蜂，如水暴涌进熊洞之中。嗷呜！紧接着熊笑声惊人，哪怕远在几百米外，照样可以清楚听见。不少就待在这附近的人迅速占领制高点，好进行观战。他还真打算对熊洞下手。之前看过几次有人接续隐藏任务，从声音来看，这次绝对是铁拳熊最愤怒的一次。81中文网，他到底做了什么，居然会把铁拳熊激怒到这种份上？谁知道？砰砰砰！
沉重的脚步声自脚下传达上来，还有铁拳熊泄愤一般挥砸在山壁上的拳头，万树摇晃，林叶随风飘荡，轰隆隆，还造成不少山石滚下。其中有一块朝陈木这边迎面砸来，剑士握紧手中拉环，按下按钮，手臂上伸出一把链锯剑，链锯飞速转动，达到几万转，嗡嗡嗡，轻松将那山石避开两半，动作干净利落，从身体两旁飞过，还可以看到被融化的痕迹。迅速冷却，卧槽，帅惨了啊！这武器看着真的强，只是做什么不好，非要去挑战那个怪物。天晴了，雨停了，人家觉得自己又行了，没办法的。希望那头熊下手可以轻点，别打得太碎，让咱们这些人捡点漏。别看现在气氛和谐，你一句我一句，实则暗潮涌动。真要涉及利益时，人人皆疯狗。砰砰，拳声从未停止，越来越大。陈木盯着熊洞，很好奇这里面到底有多深，怎么还不出来？轰隆隆，陈木微微眯眼，聚焦放大画面，注意到熊洞口裂开了一道缝隙。未做多想，那缝隙越裂越大，足有2-3米宽，持续蔓延扩散，有要贯穿整座山峰的趋势。那头熊是想把这座山一分为二吗？这蛮力确实超乎想象。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大地震颤，从刚才开始到现在就没一刻停止过。哪怕是站在几百米开外的大楼上，不抓住扶手，也随时有可能会摔倒。天呐，那头熊的力气居然这么恐怖吗？直接把一座山给分开了，这力气实在有够夸张，恐怖的。他的一拳倘若打在我身上，估计能让我一瞬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蒸发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下。自信点，把估计2个字去掉，是肯定的。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进无人出了。开机甲那家伙千不该万不该招惹那头熊，不知道任务领取后逃跑还来不来得及。没看到限制结界，应该和试炼之塔里的规矩不一样吧？还不逃跑？陈木必须承认，这铁拳熊有些蛮力，但还没有达到能吓得他逃跑的份上，也就有点意外，仅此而已。山峰分开后，目光看去，待烟尘散去一些，其中树根错综复杂，可以与蛛丝洞相提并论。啪啪啪，时不时会传来崩断的声音，重重击打在崖壁上。而在烟雾中，可以隐约看得见一头平举双臂，拳头死撑山壁的庞大身影。那轮廓线条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人，论大小要稍微矮上这副战斗机甲一头，70米左右的样子。砰砰砰，他趴下身，脉动四足，狂奔冲出烟尘，瞅准陈木而来。距离还有20-30米时，一个飞扑，高高跃起，双拳抱紧，大有天外流星之势，气势压人，却被陈木一个瞬身拉开距离。砰轰，铁拳熊的双拳与身躯猛然砸在地面上，砸出一道巨坑，周围4分5裂，最长的那条裂缝目测至少20-30米，最宽的地方达到近2米。这一拳之威，可把众人吓得不轻，感觉再这样下去，这栋高楼迟早会坍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力？好快的闪避速度，但凡晚1秒，8成会被砸成一张铁薄饼。看来我们似乎低估了那台机甲的性能。趁着铁拳熊来不及起身，陈木来到其后背，食指捏紧，双链巨剑伸出，启动达到万转级别，重重朝向铁拳熊银色带有金属光泽的后背挥斩下去。滋滋滋，火花飞溅。还真是金属。陈木着实没想到，万转的链锯剑竟然无法切割进铁拳熊的后背。这铁拳熊是由什么金属构成？陈木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它硬度爆表。万转的链锯剑切割好几秒，只能在上面留下一道1指节深的划痕，转身瞬间便完成愈合恢复。轰！铁拳熊一个横摆拳，掀起狂风阵阵。不过仅仅只是这种速度的话，哪怕不触发满级闪避技能，仅利用自身速度属性，陈木照样可以轻轻松松躲开，一根汗毛未损。铁拳熊那一拳之威，虽未接触到陈木，却扫干净了面前大片范围的沙尘。碎石，他们得以第一次面对面。身上保留有的熊元素，在陈木看来还蛮多的，至少第一眼看到会联想到是一头熊，一头站立状态的熊，面容比较模糊，就像是用一块灰略带点暗红的橡皮泥徒手捏成。可以感受得到师傅的手工很好，只不过在创造铁拳熊时，身体似乎出了什么原因，无法发挥出全部水平。轮廓方面比较模糊，却又棱角分明，一口锯齿状的尖牙没有任何包裹，就那么暴露在空气当中。下巴还长出2根笔直的尖刺，旁边是2根短上1倍的尖刺。胸口是一块黄颜色的金属，再往下变成黑色的铁裤裆，还能看见螺帽。双腿恢复灰色，脚的部分比起陈木印象中的熊掌更偏向鸵鸟，
骆驼只有2根脚趾，指甲异常锋利，被踢到一脚的话，铁定肠穿肚烂。粗壮的手臂上佩戴着一副更大的拳套，五指即便是在捏紧成拳时，也是脑袋的2倍。手背上是一大块特殊护甲，一直延伸到手肘位置，横摆拳时效果加倍。上面还有几根伸出的柱状物，排列均匀，意义不明。陈木没记错的话，方才铁拳熊拳头砸地时，那柱管向上打开，向四周成环状喷射出热气，嘶的一声。他猜想里面大概有着可以增强铁拳熊拳力的装置。走神片刻，铁拳熊已是再次袭身上前，一拳挥出，陈木侧身躲闪开，又是一爪抓下，满级闪避之下滑入泥鳅，愣是没让铁拳熊磨掉哪怕毫厘的漆面。一只手近似人手，一只手保留有熊爪的锋利吗？陈木敏锐注意到，空有蛮力，速度跟不上吗？我想应该不只是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你们不觉得那家伙的反应速度快得离谱吗？有点，按理来说，这么大的机甲身躯是不可能实现那种闪避方式的。要么我们低估了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要么是那个驾驶员技高一筹。你们见过机甲吗？在这分析的头头是道，要机甲真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人类科技怎么会那么多年都研究不出来？还想争吵，身体双眼却是不受控制的被那打斗碰撞声吸引去。双链巨舰与双熊掌在高空中激烈撞击，火星漫天。只可惜是在白天，如果换作晚上的话，效果绝对不输烟花，绚烂无比。通过这一次次拳与剑的碰撞，陈木更加肯定自己先前对于铁拳熊巨大拳套装置的猜想，里面确实有推进装置，可增强铁拳熊的拳力、拳速。在不动用技能，仅凭操纵机甲的情况下，与铁拳熊五五开，已是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想打破这个天平，倾向自己很难，失望，谈不上。毕竟这款机甲在图鉴中论综合战斗力，别说前100，能否排进前1000都是个问题。陈木失去耐心，不准备继续和铁拳熊浪费时间，是时候让胜利天平完全倒向自己。面对铁拳熊再一次高高举起，带着大片阴影挥击下来，那泛着淡淡寒光的利爪，陈木向下斜举链巨剑，找准时间，一剑向上斩去，使用 SSS 级无限连击技能，触发连击12000次。方才还势均力敌的拳与剑，此刻却是如同热刀切奶酪，轻轻松松，丝滑无比，感受不到半分阻力。铁拳熊的整条手臂在众人目睹之下飞出去至少上百米远，砸在一处学校操场上，轰，声响不小。这是个什么情况？刚才不还势均力敌吗？怎么一下他的剑就变得如此锋利？有没有可能他刚才至少在测试铁拳熊的实力深浅？果然，论阴险狡猾，人比怪物更恐怖。嗷呜！铁拳熊的愈合能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恢复整条断臂，似乎感受到了疼痛，勃然大怒，硕大的铁拳捏紧，照着陈木轰砸而来。然而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发生，整条手臂再被斩断。砰！一阵火花之后，飞出去100米远，重重落地，砸倒他一片房屋。铁拳熊步步后退，陈木顺身上前，发挥出满级攻速，搭配链巨剑，快到用3头6臂来形容都不足够，仿佛有1000只手在同时挥剑，刀光剑影如蛛丝牵连。待陈木双手落下，链巨剑停止转动，哗！铁拳熊身躯瞬间解体，好似泡沫一般，稀碎的不成样子，血浆如瀑涌下。击杀铁拳熊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500，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冲力拳，力量属性加100，防御属性加1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冲力拳，自动升级为 SSS 级冲击波，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铁拳熊，再将碎尸残块制作成怪物罐头，存放进系统背包内。这些可都是陈木培养神宠的金钱来源，没理由放过。接下来便是获取隐藏任务的奖励。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讨伐铁拳熊，是否领取奖励？是，正在发放奖励中。奖励发放成功，连是个什么奖励都不说一下的吗？陈木叹息一声，只能打开系统背包，去一个个查看。还好新入库的奖励会有特殊标注，不算难找。智能生命孵化蛋。看到这个东西，陈木之前那点怨言一扫而空，不复存在。当真想什么来什么，解除机甲，1秒移形换影，回到龟背别墅当中，只留下一众人大眼瞪小眼，懵逼至极。怎么消失不见了？那么大一个机甲竟能凭空消失？你们看，空中好像有个黑色的东西，是拿下头戴式望远镜。怪物蜜蜂，龟背别墅，欢迎主人回家。米利亚尽可能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不那么疯，迎接陈木。陈木答应一声，总觉得那一晚过后，米利亚似乎更有几分人情味。
只能生命，会进化，倒也不是解释不通。反正利好自己，陈木并未多心。比起那个，陈木更在意新得到的这枚智能生命孵化蛋会孵化出什么。可以的话，陈木当然还是希望能孵化出女性生命体，身边多个男性智能生命体，总觉得有几分怪异。除去战斗外，陈木大概率会一直把它放在系统背包里。选择人形生命体，依然没有选择强化，担心会强化成其他不可名状之物。正在孵化人形生命体中，孵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女武神白渊。手指滑动，360度旋转，查看起 3D 虚拟图像，一头白色短发，可以说深得陈木的心，尤其是发间那一点粉红，一对赤瞳，很是夺目。内穿着白色衬衫，简易战术背心勒紧胸下位置，更立体。领口被一条黑丝带系着，向两边分开，质感看起来很硬。超短百褶裙之下是厚到完全看不见肉色的裤袜，右腿外侧还别着一把手枪，大腿估计还没陈木手臂粗，妥妥漫画中走出来的身材。白衬衫外是一件黑色的宽大外套，点点红色，以及手臂上的白竖线，各种图案点缀。领口高高立起，内部那一抹红十分吸睛。转动时，真实的物理引擎会使得没有系上扣子的衬衫下摆打开，露出小片白皙的腹部与肚脐。武器是4把悬浮于身旁等身长的宽刃刀，以及腰间的黑刀。外观大小与陈木印象当中的唐刀有 90% 相似。脚上金属质感很强的金属中筒靴，同样属于武器。踢击时，鞋尖白色的边缘部分会伸出暗刃，长度足够刺入心脏。白渊吗？这个名字陈木喜欢。他作为智能生命体的主人，拥有命名权，但他是个取名废，系统给的名字又不错，自然没必要浪费脑细胞。将白渊从系统背包中放出，对比萝莉形态下的米莉亚要高出不少，但对比御姐形态的米莉亚又要矮上一些。整张脸给人的感觉清纯冰冷，不好接近，仿佛自带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白渊参见主人，单膝跪下。不过在忠诚度方面无需怀疑，100%。4把插入刀鞘浮空的宽刃刀跟随他的动作而动作，看着很酷炫，让他几乎与人类没有区别的外形多了几分智能风格。米莉亚，她的来历应该不用我和你过多解释吧？陈木问。不需要，米莉亚明白。米莉亚摇摇头。随后陈木得知，智能生命体之间可以共享记忆，所见所闻，当真是越看越觉得耐看。这种奖励来多少，陈木收多少，绝不拒绝。那么从今以后，按照先后顺序，你就是白渊的前辈了，要多多照顾他，明白吗？陈木叮嘱道。是，主人。米莉亚将陈木这句话谨记心中。前辈。米莉亚也是很顺从地转向米莉亚，喊道。那一刻，米莉亚的表情明显变了，深吸一口气，看向陈木。主人，我可以抱抱他吗？当然可以。陈木并不知道米莉亚进化出了怎样的个性，不过这点小要求没理由拒绝。多谢主人。米莉亚话音刚落，直接燃烧一缕生命火焰，完成萝莉至御姐的改变，再张开双臂，一下抱住白渊，拉进怀中，枕着那份柔软。可以看出，白渊还是有点猛的，尽管表情上没有产生太多变化。我一直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妹妹呢，米莉亚感慨说，那一脸幸福的笑容根本藏不住。妹妹吗？陈木并不认为这样的个性有任何问题，总比冷冰冰的机器人要好。白渊并未反抗，任凭米莉亚紧紧抱住自己。陈木则趁着这段时间打开白渊的个人属性面板，打算增强一下他的战力，不然以自己现如今挑选的对手，很有可能一击就将他破碎成渣。如此宝贵的资源，陈木可不想损失。他们对于陈木是类似女儿般的存在，一手孵化，见证他们成长。只不过这个过程被简化到眨眼之间，选中力量属性和速度属性加到100万，别人是有钱任性，到陈木这是有属性点任性。遇到打不过的敌人，疯狂堆属性就是了。100万不够，那就1000万。但至少目前，陈木还没有遇到能让自己做到这一步的丧尸怪物。如果陈木不贪玩的话，大概率都能一击秒杀。看一眼时间，觉得是时候开始闯关今日份的试炼之塔了。顺便给白渊、米莉亚一点表现机会，好好试试看100万属性点的威力如何。开启通往第21层的试炼之塔传送门。因为共享了米莉亚的记忆，所以白渊对于传送门的出现并不意外。紧随陈木、米莉亚之后，进入传送门，来到一番新天地。又是森林吗？一出传送之门，脚下便传来柔软的土地质感。陈木目光向下看去，脚印凌乱，看着像是4足动物奔跑过后留下的间距几乎一致。环顾四周，比起之前去过的森林领域，这里树的密集程度没有那么高，似乎是为了方便通行。开启魔瞳，
道路错综复杂，简直堪比迷宫。主人，那个东西一直在盯着我们，需不需要解决它？白渊走近到陈木身边，汇报着自己的发现。陈木注意到，他的手已经握住别在腰上的刀柄，只等自己一声命令，随时准备冲锋陷阵。陈木没有着急回答，目光顺着白渊的视线向上抬起，看去是一只猫头鹰，而且还是纯木的，木头纹理清晰，如同深刻在那上面。只有双眼泛着金黄色的光芒，却看不见眼瞳。陈木刚观察没几秒，脑内传来危机感应，一支光箭自100米开外射了过来。陈木上半身往后一仰，躲过箭矢，同时抬起手直接抓住那一支橙红色的光箭，原地360度转身，利用转身的力量将那柄光箭照着原来的轨迹丢射回去。轰！那光箭比来时的速度更快，掀起的狂风如刀，一路破碎树木，留下凹痕。陈木听到命中的声响，却没看到眼前出现击杀的系统提示，不做多想，双手抬起，抓住白渊、米利亚的双肩，快速瞬移，来到射出暗箭的那个家伙面前。事实证明，陈木的箭确实中了，但这家伙运气不错，或者说反应速度不错，躲开死穴，只是被穿断左前腿和右前腿，一旁到处都是破碎的木纹碎块，这质感与之前那头猫头鹰很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材料。这怪物本身也是由一块块长短不一的木头拼凑而成，外形类似于传说中的生物人马，马身加半人身，脑袋上半部分看起来像是佩戴着一个王冠，五官只有双眼亮起的橙红色光芒可以分辨。这样的光芒在身上木块拼接的缝隙当中可以看见，以及腹部那个空洞有着一颗圆润手掌大小的珠子。陈木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它的能量来源。而在距离2-3米外的地方还倒着一块白色的盾牌，金色作为点缀，比如盾牌下方形状似叶，主色条为金，在金色上又以红色线条刻画着复杂的叶脉，正中心那个椭圆图案层层环绕，类似于眼睛。剑从何来？这不禁引起陈木的好奇。见陈木、米利亚、白渊3人到来，木人马还想挣扎起身去捡拾那块盾牌。为印证心中想法，陈木捡起那块盾牌丢到木人马面前。木人马捡起盾牌，以跪姿立起身躯，一手持盾，一手掌打开，贴近盾中心那个上宽下窄的椭圆形开口，然后手掌拉远。在他拉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支光箭快速形成，金光闪烁，同时盾牌的上面与下面还会分裂开，多增加4小块。虽然有缝隙，但保护范围确实增加了。原来那面盾牌还有这个作用吗？顺身至木人马面前，陈木很感谢他为自己演示盾牌的作用，快速出手，一拳洞穿防护罩，抓住那枚能量核心，五指捏紧，砰！一声清脆的破裂声，能量核心破碎后，木人马的身躯瞬间暗淡下来，旋即解体，变成一堆没用的木纹碎片。看来这些家伙应该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狩猎者，而刚才那只木头猫头鹰，我想的没错的话，是为了监视、寻找狩猎目标。陈木结合之前的所见所闻，得出结论，原来如此。米利亚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白渊的回应则大多体现在实际行动上。黑色唐刀出鞘，同时身边悬浮的那4把宽刃刀同样自动拔出，横立于身旁，只等他一声令下，便可飞射出去，远程击杀敌人。你也察觉到了吗？这么看来，陈木判断白渊的洞察力远在米利亚之上。米利亚属于远程法爆伤害，近战能力也不弱就是了。白渊那4把宽刃刀确实可以远程作战，不过更偏向于中距离与近战爆发。白渊重重一点头，说这附近有很多和他气息一样的家伙。这是陈木第一次见到白渊的表情产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充满敌意与野性。他话音刚落，便有10几支光箭破风扬尘，从林木缝隙间直直射了过来。白渊奔赴上前，双手持刀，一刀斩开，同时分心意念操作另外4把宽刃刀，以刀身为盾，挡住那光箭。刀身轻颤，并未损伤。米利亚也在第一时间投身进战斗当中，手提枪炮，一枪一枪射出。即使是最普通的攻击，也要远高于木人马的光箭。起初只是化解掉光箭，击穿击倒一棵巨树。随后米利亚开始掌握诀窍，以同样的轨迹射出光束炮，化解光箭后又破碎掉那木人马的能量核心。这份领悟力着实让人惊叹。白渊那边越杀越快，他仿佛不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好似在自家后院一次次利用地形优势卡视野、卡身形，在最佳的时机冲出，双手反握刀柄，一个360度转身，斜刺出刀刃，贯穿破碎掉木人马的核心。相较之下，陈木则更像是个打杂的，只管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盾剑，专注力加300，力量属性加200，敏捷加2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盾剑，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成长盾剑，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牧人马狩猎者。好在陈木并不讨厌这份工作，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讨厌这种感觉，什么也不用干，只需要坐享其成。很快，牧人马狩猎者的数量来到500，再到1000，再到2000、3000、1万、2万。陈木不确定是这21层的怪物实力太弱，还是100万属性点带来的增幅过于强悍，完全碾压。白渊、米利亚的每一次出击都在诠释着何为秒杀。牧人马永远处于被动，在猫头鹰的双眼之下，他们本该是狩猎者才对，只可惜他们遇到了比他们更擅长狩猎的人。最终，关于牧人马狩猎者的提取召唤数量定格在23445。看到这个数字，陈木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或许是被雷电杀人蜂和蚁人刺激过了头，总觉得有点麻木，估计下次再动心得好几百万的量吧。陈木自嘲一笑，主人，我们已歼灭所有敌人。米利亚、白渊一前一后回到陈木面前，单膝下跪，汇报着任务情况。你们做得很好，起来吧。尽管二人对于自己的忠诚是100%，但陈木还是觉得建立主仆思想很重要，所以这种行为没必要省略。总结为一句话，该走的流程必须要走，哪怕麻烦点。谢主人。二人站起身。通过这一战，陈木理解到智能生命体共享记忆的好处，来不及处理的敌人直接标注，下一秒便由另外一人前往解决。配合不能用默契来形容，而是完美到毫无漏洞。击杀牧人马狩猎者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通关礼包+1，杀戮点加2500。陈木这边看到通关提示的同时，试炼之塔页面第一次通关者专享的横幅再次飘荡起来。那个怪物又开始了吗？有没有下注的？赌赌看，这次他会用多少时间通关？来啊，到交易市场开帖子，谁耍赖生儿子没？他真的没有瓶颈吗？通关21层，我直到现在还没通关第2层呢。放心，没有通关第2层的永远是多数，他那种才是少数。纠正一下，不是少数，是唯一才对。确认没有遗漏，将所有牧人马提取、召唤，并且制作成怪物肉罐头后，陈木决定开启前往22层的传送门。木头不行，怎么可能？连石头、岩浆都可以制作成怪物罐头，关键反响还不错，近10万个怪物肉罐头顺利装入系统背包，只等10层试炼之塔全部通关，到时候通通上架，转换成杀戮点，疯狂升级火焰铁甲龟，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神宠。三人前脚迈进传送之门，后脚来到试炼之塔第22层，顿时寒风凛冽，如刀一般吹打在身上，真正意义上的风如刀割。好在陈木三人的防御力够高，皮糙肉厚，这点寒风不足以造成威胁。冰原吗？一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冰原，远处的景象被暴风雪所笼罩，看不太清。看一眼脚下，厚厚的冰面之下似乎流动着水，但比起水更吸引眼球的，恐怕还得是那冰面上密密麻麻的爪痕，如同用刀深刻出来的。是什么生物留下的？暂时不得而知。嗷呜！不过很快，从暴风雪中传出的咆哮声让陈木第一时间联想到老虎、狮子、花豹之类的猛兽。白渊察觉到危机，刚松开不久的手再次抓住刀柄，准备出鞘，随时投身战斗。似乎只有战斗才能令他动容。天生的战斗狂吗？想想也没毛病，毕竟在白渊之前还有女武神3个字，不好战那还叫武神吗？他宽厚坚硬的兽爪从风雪中冒出，落地。没错，并非毛茸茸，而是坚硬无比。在他出场之前，陈木还真没想到试炼之塔22层的首关 BOSS 竟然会是由纯冰打造而成的一头寒冰狮。看那尖锐浓密的鬃毛，是雄狮，面部与鬃毛堪称鬼斧神工，身躯与四肢部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雕刻的痕迹，棱角分明，尾巴低垂。和一般透明的冰不同，寒冰狮的身体带着一股若隐若现的蓝色，鬃毛部分的颜色尤其深。整头寒冰狮论体型连大象站在面前同样小上一圈，一双纯白色的眸子威慑感拉满。嗷呜！咆哮声更是加剧了寒风。最重要的是，这种寒冰狮不只有一头，越来越多的寒冰狮从暴风雪中走出，在其身后，这样的身影轮廓正不断增加。看到这群寒冰狮，陈木逐渐总结出一个规律，越往上层，试炼之塔似乎越喜欢以数量为绝对优势进行碾压，而且哪怕是随便单拿一只出来，战斗力也是丝毫不弱的。陈木并不反感这一点，正好亡灵军距离扩增到一个小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倒不如说试炼之塔反过来帮助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快。寒风呼啸，
却掩盖不住寒冰师脚掌踏在冰面上发出的声响。那声音密集中又带着丝丝杂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仿佛有人在耳边敲响丧钟。目光看去，那至少暴露在视野范围当中数百只的寒冰师，论威慑力，绝对不输给所谓的死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砰砰砰砰砰砰砰，他们开始变换行动方式，从走变成快步，再到狂奔，以包围之势朝向陈木、米利亚、白渊这边聚集。100米、50米、30米，距离缩近到3、4米时，跑在群狮最前面的那头寒冰狮猛然飞扑起身，瞄准的正是白渊。白渊推出一把竖直状态的宽刃刀，以此挡下寒冰狮的飞扑。寒冰狮将宽刃刀扑倒，踩在脚下，误以为那是活物，张开狮口，吐出寒霜之气，想要冻结宽刃刀。砰砰砰！可就在此时，另外3把宽刃刀却是在白渊的意念操纵之下，从狮颈、狮腹、狮尾这些部位插了进去，碎冰飞溅。寒冰狮透明的身躯也出现了数不清的裂纹，这些裂纹如同病毒般扩散开来，让透明度不就不高的身躯变得更加模糊。颈部的宽刃刀斜上展出，腹部的宽刃刀向上挑起，尾部的宽刃刀朝头横挥，眨眼瞬息间便将寒冰狮分裂成几大块。哪怕寒冰狮是由寒冰组成，而非血肉，如此重击之下，同样不可能活着。那大块大块的碎冰迅速融化，散开后又冻结，与冰面融合。细看会发现，冰面确实凸起了一部分，并不明显。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冰化，速度属性加300，力量属性加3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冰化，自动升级为 SSS 级寒冰领主。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寒冰师。好在不妨碍陈木继续他的那份任务。砰轰砰轰，抬眸间，米利亚早已投身进与寒冰师之间的战斗中。他的攻击方式本就具备高温，一炮从头入，从尾出，瞬间融化。和上一层试炼之塔不同，这一层米利亚的杀伐速度明显要快于白渊。各有千秋，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陈木唯一需要做的只有默默提取、召唤，增加亡灵军的数量，朝着1亿小目标大步迈进。原本在狮群的包围下，陈木、白渊3人的活动范围直径不超过10米，但这转眼功夫，在白渊、米利亚的屠戮之下，即使是距离陈木最近的寒冰师，距离足足超过200-300米，几乎被压制的无法踏出暴风雪。米利亚、白渊的身躯也被隐藏在其中，能看到的只有刀光，猩红的炮火闪烁。这就是帮手多的好处吗？陈木笑道，外面那些人恐怕做梦都想不到，我根本无需动手，便能轻松通关20多层试炼之塔吧。7、8分钟过去，陈木总算看到米利亚、白渊从暴风雪中走出，一剑选中，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2000多只寒冰狮堕入暗影世界，论数量确实不如上一层，但要论质量，那可就不一定了。体型优势摆在那里，再加上可以冻结一切的技能。不过有一点让陈木很奇怪，目光看向白渊，确认问：都杀干净了？回主人，都杀干净了。白渊点头，斩钉截铁道。对于白渊的能力与洞察力，陈木绝对信任，认为他可不能撒谎骗自己。这正是陈木最疑惑的地方，既然已经杀光敌人，为何不见通关提示呢？选择通往下一层的传送门，按键处于灰色状态，无法使用。还有隐藏 BOSS， 除此之外，貌似没有更好的解释。隐藏 BOSS 会在何处？陈木下意识看向脚下，脚尖挪动，正欲发动魔瞳。轰隆隆，强烈的震感席卷全身，危机感应从未如此强烈过。陈木第一时间抬起双手，抓住米利亚、白渊的双肩，瞬移结合踏空跳技能，眨眼不到的功夫，拉升数百米的高度，视线回到冰面。此时冰面破裂成无数大块寒冰，被顶起，冰下的水如江河疯狂翻涌。一头100丈寒冰狮张开血盆大口，不知吞了多少冰块与冰水进去，而那张大口的正中心，正是陈木、白渊、米利亚3人所在的地方。若非陈木反应及时，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很有可能会是寒冰狮的肚子里。居然在冰面下隐藏了一个只有杀死全部寒冰狮后才会苏醒的狮王吗？陈木苦笑，设计这层关卡的人还真是有够阴险狠毒的。像他这样拥有危机感应技能还好，没有的人想必在击杀完所有肉眼可见的寒冰狮后，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又岂会想到下一秒冰面之下会破出一张深渊巨口？哈！寒冰狮王一口扑空，恼羞成怒，再次打开狮口，吐出堪比暴风雪的寒冰吐息。见状，陈木直接凝聚出一颗10几米直径的大火球，双手一压，盖了下去。火球在寒冰吐息的不断侵蚀之下，缩小再缩小，
这段时间，陈木可没闲着，面前凭空显现出一张符纸，这张符纸正是 SSS 级技能无限爆火符，双手往外一分，一幅画万张，如鸟一般绕开火球与寒冰之气，以双弧线飞向寒冰狮王，在寒冰狮王的无视之下，迅速撞击上去，整张粘贴牢牢固定。转眼功夫，寒冰狮王已是从蓝冰色完全变换成黄肤色，带着神秘看不懂的朱砂皱纹。陈木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心中快速默念触发咒语，砰砰砰，轰轰轰。接下来火光冲天，黑烟弥漫，蘑菇云高高耸起，一次次被抬得更高。纵使寒冰狮有100丈身躯，照样被笼罩在其中，看不到一点身形，皮毛连同那条巨尾已是完完全全被淹没。咻咻咻，时不时的可以看见从中飞射出来大小不一的碎冰，用脚趾头也不难猜想得出那碎冰来源何处，最小的也有1-2米宽。这要是被砸中一下，威力绝对不亚于炮弹，对于普通人来说，后果无非一个死字。击杀寒冰狮王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通关礼包+1，杀戮点加2700。事实证明，陈木的猜想果然没错，寒冰狮王正是被隐藏的 BOSS。那群寒冰狮不过是见到他前的开胃菜小喽啰，只可惜虽贵为狮王，首关 BOSS， 这下场却与那些寒冰狮小喽啰没有半分区别，难逃一个秒杀命运。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冰之化形，力量属性加500，速度属性加5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冰之化形，自动升级为 SSS 级冰之化形。这个能力和完美模仿有着一定相似之处，可以模仿外形，不过基础为寒冰，毕竟技能名字中有一个冰字，比起技能上的提升，更偏向于外形。当然，体型的暴增同样会带动技能威力。例如化形为一只寒冰狮所使用的话，寒冰吐息肯定远要强于化形一个普通人。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寒冰狮王，2000多只寒冰狮，再加上一头寒冰狮王。陈木对于在22层的收获十分满意，没有犹豫，在空中打开通往下一层的传送门。23、24、25，陈木几乎把所有的猎杀机会全部交给米莉亚、白渊，让他们有充分的舞台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偶尔遭遇实在夸张到他们无法应对的强大 BOSS 时，陈木会适当出手，说是适当，实则一击秒杀必杀，奖励拿到手软，接近200万个怪物罐头，更是赚得盆满钵满。这就通关30层了吗？速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夸张呢。抛开他代练的那个小号，目前正常人能达到的最高层数才第7层吧，相差20多层，真是个怪物。还好他是人类，和我们属于同类，否则的话，我无法想象人类会遭遇怎样的灭顶之灾。同类，我可不觉得自己跟他是同类，他的能力明显不是人类能够拥有的。会不会是神明闲着无聊，创个小号跟我们玩？那他也太不当人了，创小号还自带外挂作弊。嘘，这是你能说的吗？当心被封号，真当自己在玩笑呢。封号都来了，哎，没想到怪物罐头也涨价了。之前用物品可以交换，现在必须杀戮点。啥？又上架了？兄弟们再见。陈木一回到铁甲龟别墅，稍微喘口气后，便打开系统背包，选择所有怪物罐头，上架到交易中心。最便宜的需要5杀戮点，最贵的需要20杀戮点。即使如此，依旧没能改变被一抢而空的命运。消费主力军依旧是以工会为主，选择结算，3000多万杀戮点顺利进账。赚钱原来如此容易，容易到连陈木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本那些尸体不存在任何作用，杀了便放在那，任其腐败溃烂。现如今不仅可以提取召唤，还能贩卖，赚取大量杀戮点，为培养神宠打下坚实基础。陈木越来越觉得能被选中，穿越到这样一个世界真好，简直是为自己量身打造。购买成功，杀戮点减99900，恭喜宿主获得999袋特级宠粮。购买成功，杀戮点减99900，恭喜宿主获得999袋特级宠粮。购买成功，杀戮点减99900，恭喜宿主获得999袋特级宠粮。一次最多只能购买999袋，这让陈木觉得有些麻烦，买个几万袋觉得差不多够用。进入神宠培养页面，选中火焰铁甲龟，喂食成功，您的宠物火焰铁甲龟升至 LV121，防御属性增加，体型增加。喂食成功，您的宠物火焰铁甲龟升至 LV122，防御力增加。喂食成功，您的宠物火焰铁甲龟升至 LV138，全属性增加。喂食成功，您的宠物火焰铁甲龟升至 LV150，进化为神宠玄武龟。玄武龟，陈木没记错的话，玄武属于大峡谷传说中的4大圣兽之一，分别青龙、
白虎、朱雀、玄武。查看3D 虚拟图像，石甲如山峰般起伏的外壳，再加上4龙的脑袋，还长出了大把白须、白发以及龙角。不过最吸引陈木眼球的，还得是隐藏在山峦交界线之间那条金铜青蟒。火焰铁甲龟时，这钢铁别墅还不算违和。进化成玄武龟神宠之后，陈木总觉得怎么看怎么违和。拉远些，隐藏在山峦之间，看着倒还好，只可惜这山上光秃秃的，没点绿色景象，看着颇为乏味。左右看去，皆是一片荒山，透着一股荒凉压抑气氛。陈木打开交易市场，买来不少种子，粗略估计100万枚吧，凌空100米开外，才可纵观整个龟背。大手一挥，将那些种子撒在了荒山之上，再以技能催发，快速生长。一棵棵参天巨树拔地而起，一眼望去，一片绿意盎然，草地平坦，花丛锦簇。这生机勃勃的景象与龟腹之下那一片废墟景象形成强烈对比，仿佛2个世界，一边死亡气息弥漫，一边充满生机，令人向往。不过比起向往，在旁人眼中看来，那长着龙角的背山巨龟与那之上水流缠绕的金眼青蟒，看了只觉得万分恐惧，抱着膝盖蹲坐在墙角瑟瑟发抖，从未如此绝望过，一度怀疑是不是末世要降临了。在此之前哪里想得到会出现那么变态的玩意，看着就不好惹。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这是创世神失去耐心，决定派遣大 boss 直接将我们这些人全灭掉吗？别紧张，他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主动攻击人的意思，只是在天上飘着而已。话说回来，乌龟怎么能在天上飞？乌龟，你不觉得它和某种传说中的生物很像吗？传说中的生物，4大圣兽，玄武。城市上空出现浮空玄武这件事，很快便通过这些旁观人的记录，在世界聊天频道中传开。想着反正要死，不如在死之前狠狠出名一把，搏一波关注度，享受被众星捧月的感觉。卧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玄武吧？没错，乌龟和巨蟒的组合确实符合我心目当中玄武的形象。充满丧尸怪物的世界，怎么连玄武都出现了？难不成神话要复苏？别吧，丧尸怪物已经够难对付的了，神话再复苏，要不要人活啊？神都是些卑劣、自私自利的家伙，我相信什么也不会信神。对于会引起怎样的轰动，陈木并不关心，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更强，有足够与创世神博弈的资本。对于玄武龟这个神宠，满分100分的话，他愿意打101分，多1分不怕神宠进化面板骄傲。好了，如今已经成功培养出一个神宠，是时候开始抽取下一个神宠了。陈木正这么想着，下一秒，神宠进化面板上已是弹出提示：恭喜宿主完成神宠培养任务，获得1次宠物抽取机会，是否使用？是，正在抽取中，抽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小白狐。看着面板上那一身雪白，尾巴间带点粉红，以及眼下一抹红色眼影的狐狸，当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可爱与魅惑。狐狸的话，按照陈木脑海当中对于神宠2字的理解，第一时间浮现出来想到的生物是九尾狐。九尾狐吗？不知道这小家伙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化成九尾狐。陈木对此保持浓厚期待。开始喂食，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小白狐升至 LV2， 获得技能吆喝。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小白狐升至 LV3， 获得属性成长、体型成长。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小白狐升至 LV4， 获得属性成长。喂食成功，您的宠物小白狐升至 LV10， 获得双尾。才10级就进化出另外一条尾巴吗？看着2条摇曳着的毛茸茸的尾巴，陈木加快了喂食，十分期待小白狐进化出9尾后的画面。3尾、4尾、5尾，时间转瞬即逝，小白狐如今已经成功进化为9尾狐，只不过距离150级还相差甚远。难道不止9尾？这倒是让陈木蛮意外的。大量购买特级宠粮，陈木准备一步到位，将9尾狐升至满级。就在此时，系统提示又抢先一步弹出，工会榜单已公布。工会吗？这是一个陈木自始至终便不怎么在意的系统功能。想看看如今在杀戮世界当中排名最前的工会发展成何等规模。榜单仍旧采用百位排行榜进行展示，分为人数榜单和战力榜单。人数榜单排名第一的是炎龙工会，是一支几乎由大夏人组成的工会。为什么说几乎？毕竟当前这个环境，实力排在种族身份之前，有别国强者想要加入工会，他们没理由拒绝。加入其他工会迟早会成为自己这方的威胁。工会成员数量245376，居然有20多万人吗？才那么点时间，这个炎龙工会的会长不简单啊。第2名由鹰派人建立，工会成员数量有18万之多，榜单几乎被大夏、鹰派、蚌国、樱花、毛国、
这些占据。反观战力榜单，炎龙公会被挤到了第2位，第1位为人数榜单第2位的鹰派公会。强者数量上，明显名为白头鹰的鹰派公会要更胜一筹。榜单一公布，难免引起骂战。呵，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不在量，在精。白头鹰是鹰派人的公会，关你樱花人什么事？上辈子的舔狗习惯带到这边来了。呵呵，这是陈木大佬没有创建公会而已，否则以他的号召力，白头鹰只有当老2的份。哎，说起这件事真的很可惜，陈木大佬怎么就不愿意创建公会呢？人家那个级别，不愿意带你们这些废物玩而已，说的你不是废物一样。你说什么？怎么想打架啊？看着那些宣战的聊天内容，陈木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自己的事。公会 www.81cw 拥有100万、1000万暗影军团的他，压根不需要那种东西。至于榜单奖励，可有可无罢了，食之无味，弃之也不会觉得可惜。陈木判断，按照这个节奏下去，恐怕很快就会建立起国字规模新的秩序。人类文明能打造得起来吗？对此他并不肯定，因为谁也不知道躲在塔顶的家伙下一秒会干出怎样恶劣的事。想要覆灭一个几10万人的公会，对于他来说很轻松。收回心思，陈木切换回神宠进化面板，专心培养9尾狐。很快10尾出现，11尾、12尾。过去不知道多少时间，此时距离150级只剩下1点经验，这1点经验只需要1包特级宠粮便可完成。陈木背包里不多不少，刚好剩下1包特级宠粮。呼，深吸一口气，喂食成功。您的宠物35尾狐狸升至 LV150， 成功进化为36尾狐妖。36尾，9尾的整整4倍，一条尾巴相当于1份战力。36尾，可见其实力之强，体型更是达到夸张的100丈之多，近400米，又是一头庞然大物，能力实在太多，以至于陈木忘记要记忆。反正之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研究见证。轰！正那么想着，窗外火光冲天，照亮刚刚降临的夜空。一面窗户可以看到夕阳，一面窗户便是那冲天的火光。对照之下，还是火光更耀眼些。夕阳越来越淡，逐渐消失在天边，夜晚彻底降临。玄武龟肯定没理由无缘无故的暴动，说明又有人打算对他下手，入侵了敏感区域。眨眼之间，切换神眼，以上帝视角纵观玄武龟周遭的画面。陈木确实猜对了，不过没完全猜对，只猜对一半。这次对玄武龟出手的并非人，而是兽人，拥有翅膀、飞行能力的兽人。画面拉近，长着人身、鸟头、兽爪、大腿、躯干、手臂这些地方光秃秃的，没有一根毛，肌肉线条十分清晰，与鸟头还有那铺展开超过2米的翅膀形成强烈对比。与其说鸟人是想对玄武龟发起战争，倒不如说他们是想在玄武龟背上的山上筑巢，谋取一种共生关系，却遭到了玄武龟的强烈反对。窗外还有一道漆黑的身影快速游走，如弹簧一般冲起，一口将那鸟人咬入口中，毒牙刺出，注入毒液，没挣扎2下，彻底失去生息。金瞳青蟒可不是摆设，在猎食鸟人方面，它具有天然优势与经验。鸟人发出悲鸣，更体现出兽人之间的团结。从玄武龟、金瞳青蟒杀死同族的那一刻起，这场争斗必须以你死我活来画上句号。越来越多的鸟人聚集而来，想要利用尖锐的喙与利爪撕碎玄武龟暴露在龟壳保护之外的皮肉。奈何玄武龟即使没有龟壳保护的地方，依旧尖锐如铁，根本无法撼动。一鸟喙、利爪下去，连点痕迹都没留下，反倒是鸟人死亡数量持续激增当中。同情陈木可没那闲工夫，弱肉强食罢了。他们既然敢向玄武龟发起战争，就得承受这份后果。陈木深知仁慈活不长久的道理，几百只鸟人而已，全交给玄武去处理。好歹是神宠，怎么可能连那种垃圾都对付不了？真要如此，岂不有辱神宠之名？陈木需要做的仅仅只是一键选中、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苍蝇腿再小，那也是肉啊，没必要浪费。几百名鸟人亡灵化后，无论对于鸟人、丧尸又或一般精英怪物，都是一笔不小的战力。这场小插曲很快宣告结束，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鹰人。陈木提取了最后一个亡灵，总计618个鹰人。在之后，他计划找上秦鹿，将他的那份试炼之塔一并攻略了，多拿点 BOSS 级亡灵，与提取更多属性，制造更多怪物罐头，换取杀戮点。最重要的还有测试36尾狐妖的实力，想要在试炼之塔外能够激发出他全部实力，让他尽兴的怪物，一时之间还蛮难的。试炼之塔毫无疑问成为最好的选择，而秦鹿早已恭候多时，被陈木找上后，想都不想的答应下来。
这是他的荣幸。多亏与陈木的这层关系，让秦鹿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不少便利，至少无人敢主动向他发难。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秦鹿若出事，很难保证陈木不会出手。他们不敢赌，更赌不起，更没必要去做那种会自取灭亡的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是傻子才会做的。传送门出现后，陈木步入其中，留下米利亚、白渊二人。接下来可是36尾狐妖的主场，不能让他们抢了风头。况且他们今天杀伐已经够多，是时候好好休息休息。转眼，陈木与秦鹿在21层试炼之塔见面，感受着脚底不断传来的吸力，将脚从淤泥中拔出。陈木自言自语道：“沼泽吗？这里的环境还真是复杂，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陷入其中。”秦鹿看一眼四周，因为雾气，视线无法看得太远，这更是增加了探索的风险。一不小心便会沉入沼泽，活活窒息而死。沼泽可不是光靠蛮力能够挣脱的。陈木话不多说，直接放出狐妖。平常是9尾状态，能否激发出36尾，全靠对手实力。九尾狐看着眼前一身雪白、带点嫣红色彩的9尾狐，秦鹿先是被其妖媚的外表吸引去，尤其是那对眸子，一时间竟忘记要害怕。又或许是因为9尾狐与这里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在瞬间联想到他和陈木有关，所以才没恐惧。我们上去。秦鹿正纳闷，陈木抬起的手已然落在他的肩膀上，再反应过来，人已是站在9尾狐毛茸茸的背上。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秦鹿浑然不知。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9尾狐的确是陈木召唤出来的没错。每一次见面，陈木总能刷新秦鹿对于强者的认知，没想到这次陈木竟直接饲养了传说中的妖兽。陈先生，你到底要震撼我多少次才满足呢？看着9尾狐在沼泽中穿行自如，秦鹿决定收回之前的话，蛮力之所以不能挣脱沼泽，只是因为力气不够大而已。突然，行动中的9尾狐停下脚步，发生什么事了？秦鹿下意识拔出枪，警惕万分。陈木抬手一挥，招来一股狂风，将附近100米内的雾气尽数吹散，暴露出那大片大片的烂泥与枯死的树干，以及一只只爬行在地上的巨蜥。一只巨蜥便有10几米长，大得惊人，紫背倾覆，背上还长着大小不一的脓包，时不时会渗出白色的浆液，很难不往有毒方面联想。此时它们正纷纷吐出舌头，缠绕住9尾狐的4条腿，以阻止它前进，展开狩猎。陈木不知是该佩服他们的勇气，还是说他们没脑子，面对如此明显的体型差距，居然敢主动发起攻击。果不其然，9尾狐轻轻一抬腿，便将其中一只巨蜥轻松拖拽到面前，舌头在腿上缠绕好几圈，想收回也来不及。巨蜥4脚撑地，竭力想要后退，奈何力量悬殊过于巨大，根本无力反抗。眼睁睁看着沾满烂泥的虎爪一脚碾压踩下，巨蜥那庞大的身躯瞬间下压，严重变形，4条腿骨裂声响不断，头尾在转眼间鼓胀几倍，最终皮肤表面裂开，终因为承受不住压力，砰的一声爆裂，带有腐蚀性的浓绿色液体喷洒的到处都是，滋滋冒烟，散发着一股异常难闻、刺鼻的味道。那点腐蚀力并不足以对9尾狐造成任何伤害。9尾狐的皮毛十分特殊，出淤泥而不染，那些烂泥、毒液喷洒在上面后，抬脚间很自然地流了下去。巨蜥死后散发出来的味道明显刺激到其他巨蜥，双眼泛着通红的光芒，包括100米外的迷雾之中，同样可以看见一眼数之不尽的红光圆点，数量相当庞大。接着加快脚步，越来越快，以9尾狐为中心急速爬来。那4只脚快到看着跟多了几倍一样，出现道道残影。看到如此多的巨蜥，好似潮水一般翻涌而来，啪嗒啪嗒溅起泥水，在沼泽之上如履平地。秦鹿刚想开口问需不需要出手帮帮9尾狐时，耳边传来风声，头顶阴影降下。秦鹿抬头看去，只见9条尾巴堪称橡胶，无限延伸扩大出去，重重拍打边飞那些巨蜥，灵活的根本不像尾巴，惊人的粗大，毛茸茸的质感，以至于让秦鹿产生如果抱着睡觉一定非常舒服的想法。轰轰轰，砰砰砰，无论巨蜥数量再如何多，行动速度再如何快，始终无法闯入9尾狐的尾巴覆盖范围内，绝对防御。防御的同时杀伐不断，巨蜥死伤无数，这个数字仍在暴增当中。看得秦鹿目瞪口呆，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9尾狐妖的战斗力，哪里需要自己帮忙，明显是一边倒的碾压之势。看来我还得努力习惯才行。秦鹿轻声嘟囔道，免得一惊一乍叫陈木心烦。他很清楚自己是可以被替代的，甚至夸张到任何人都可以替代自己。原因很简单，
人人都能进入试炼之塔，自己对于陈木的价值只是一把钥匙，仅此而已。一键全选，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剧毒撕咬，速度属性加300，力量属性加2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剧毒撕咬，自动升级为 SSS 级剧毒撕咬，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沼泽毒蜥。整场战斗仅持续了不到3分钟，2400多只沼泽毒蜥并没有逼出第10尾的能力，全部化作陈木变强路上的踏脚石。陈木包括秦鹿顺利拿到杀戮点与通关礼包奖励。对于这个通关礼包，陈木兴趣并不高，远不如召唤亡灵。背包里还剩下不少通关礼包未打开呢，想着凑个100个，到时候一次性开个爽。世界聊天频道看见第2熟悉的名字之后，20这个数字变成21以后，众人心领神会，那个怪物又开始了。通天带，真正的通天带，这样不违规吗？杀戮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规则，其他你做什么都没人管。想抱大腿，请问有哪位兄弟有门路吗？+1 22层、23层、24层，到达30层时，尽管秦鹿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却还是被这攻略速度吓了一跳。再到麻木，一路上的过程只能用无敌2个字来形容。真正意义上的无敌，那些所谓的守关 BOSS， 对于别人自己来说是 BOSS， 但对于陈木、九尾狐来说，纯虾兵蟹将，想杀多少杀多少。陈木对此则是十分失望，没想到一连9层，一个能逼出狐妖第10尾的家伙都没有。逼不出10尾也就算了，陈木完全感受不到九尾狐妖有半分压力，尾巴一扫一戳一拍打，每一个动作必定死伤大片。无敌固然好，不过总觉得有点无趣。陈木越来越像登顶，与真正的神明交手，看看神明究竟当不当得起神这个字。目光回到30层试炼之塔本身，是陈木从未遇到过的场景。火山到处可见岩浆涌动，熔岩巨怪时，陈木是在火山外，而这次是在火山内部，抬头却看不见火山口。走到悬崖边，目光望下去，岩浆河流咕嘟咕嘟冒着泡在炸开。九尾狐妖之前并非没有遇到过擅长火属性攻击的敌人，那火焰倒是无法伤他半分。至于这滚烫的岩浆，还得试试才知道。轰！正想着，一发岩浆火球直接从岩浆河下飞射出来，速度堪比子弹。狐妖一尾拍下，将那岩浆火球打回岩浆河中。扑通！惊起岩浆数米高。再看那条狐狸尾巴，毫发无伤，没有一点焦黑痕迹。不止毒抗，抗寒能力高的离谱，连火抗属性也这么变态吗？真不愧为神宠啊！哪怕放在人类幻想出来的玄幻小说中，也是妥妥的大妖存在。听到异响，陈木连忙将视线看过去，注意到有什么东西正从岩浆当中浮现出来，是一道身影。待完全浮出水面后，可以看见那是一个火焰燃烧猛烈的岩浆巨人，上身可以清楚捕捉到人类胸肌、肱二头肌的线条，在偏金色的火光衬托下十分明显。利爪尖锐，斜方肌高过了线条并不清晰的脑袋，一张狰狞的深色鬼脸，倒是惟妙惟肖。嘴角间距很宽，一打开，那笑容更加凸显狰狞2字。上半身还可以说勉强与人有关联，下半身则毫无关系，是向上旋转流动的岩浆柱。他们双手打开，岩浆倒流升空，汇聚成一颗又一颗岩浆火球。没错，又不是单人 BOSS， 光这点时间冒头的岩浆巨人就有不下80-90个。待火球快速形成扩大后，他们双手一推，朝着陈木这边发射而来。轰轰轰！九尾齐出，在空中看似凌乱，却始终没有脚缠在一起的活动着，把那岩浆火球原封不动给岩浆巨人拍击回去，一下精准将他们的身躯砸出个大洞，胸口以上尽数消失蒸发，双手臂只剩下一点点皮肉还粘黏着，随时有可能断开。只是没持续几秒，立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岩浆加速流动，将身躯愈合，再次投身进战斗当中。一击连头都打没了，还不死。陈木能想到的只有，这岩浆巨人并非本体，若不摧毁本体，他们永远不可能根除，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本体吗？陈木抬头低头扫视着，看完前面，又转身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单纯用肉眼根本找不到漏洞以及岩浆巨人之间的差别，他们就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刻画出来的，细微到连身躯表面那发红的火焰飘荡轨迹也如出一辙，完全复刻。本体藏在其中的概率微乎其微，果断选择走捷径。陈木是来速通的，可不是来玩解谜游戏的。SSS 级识破之眼触发，旋即锁定本体所在，藏匿于岩浆河流之下，一颗金色的岩浆精华，将命令强行灌入九尾狐妖的大脑。
8尾抵挡源源不断发射来的火球，同时咻扑通，第9尾直插入岩浆之中，惊起大量灼热岩浆。10米、20米、30米时，狐狸尾巴缠绕住那颗岩浆精华，如蛇一般，不断加码力量，砰，终于破碎。上百只岩浆巨人集体融化倒塌，重新融入进岩浆河流当中。即使如此，依旧不妨碍陈木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拿到通关宝箱，打开传送门，与秦鹿道别后，陈木一脚迈入，传送门关闭。秦鹿自始至终连个开口机会都没有，转身看着平定下来的岩浆河，秦鹿无法想象，一般人如果来到这种恶劣环境之下，要如何发现并破坏掉藏在几十米深熔岩之下的本体。秦鹿必须承认，弱小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他能想到的只有坐着或者站着等死。连饲养的宠物都那么强，他的真实实力该如何？摇摇头，清空掉多余的想法，不断重复无法想象，无法想象。与他抱有同样想法的，则是世界聊天频道一直在关注着秦鹿2字的观众们。以前觉得当 boss 很爽，一直虐玩家就是了，现在觉得他们好可怜，遇到陈木这种怪物。又是10分钟不到，速通21到30层。我说他是通天带，谁反对？请问要如何找他帮自己代练？真有那办法，我会告诉你。呵，白痴！先别关注他们2个了，你们那最近关于兽人怎么样？不怎么好。那些兽人无论力量速度，简直变态到极点，能跑绝对不打，这是会长给我们的命令。你们那还好，我们原本生活的城市已经完全被兽人占据，那些家伙遇到人，要么杀死为食，要么圈养起来，好看的则拿来做奴隶，真是太可恶了，必须想办法惩戒他们才行，不能让一群畜生再这么猖狂下去。好啊，你有啥办法？还在想。话题在朝向令人尴尬的方向发展。尽管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面对兽人各方面的天然优势，人类大部分时间处于下风。可以与他们一战的，几乎属于榜上有名的大公会。那些大公会没准还得感谢兽人，多亏他们的出现与存在，加入公会的人增加不少。大型公会在成员上的增加速度上提升明显，不止一战之力。传送门关闭，主人欢迎回家。白渊、米利亚见陈木回归别墅，异口同声。白渊的声音要小上一些，米利亚将更多的心理想法写在脸上。此刻外面夜已深，陈木觉得差不多该给今天画上句号，决定洗个澡，补充能量，再好好品尝米利亚的滋味。只要有生命烈焰，双形态可以自由切换，这一点实在深得他心，满意无比。可吃着，当意识到多了个人以后，陈木内心却是犯难起来，该如何处置白渊？他对于自己的情感似乎还没到那种份上。陈木虽然可以以主人的身份强行，但他这个人还是更喜欢水到渠成。一番缜密思考过后，陈木想着，果然还是把白渊暂时放进系统背包比较好，或者放出去猎杀丧尸怪物。待在别墅的话，哪怕不出声，总觉得怪异，放不开手脚。那个白渊，接下来你是要出去猎杀丧尸怪物，还是回背包世界？陈木没有拐弯抹角，直奔主题，将选择权交给白渊。主人，白渊和我一样有伴侣模式呢。米利亚以御姐形态一弯腰，把手搭在白渊的肩膀上，腰身的 S 曲线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是这样吗？米利亚这番话倒是让陈木有些意外，还有些坐立不安，气血翻涌。81中文网这种事放在以前，纵使是他，同样想都不敢想。主人，我可以留下吗？白渊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同样明白陈木、米利亚之后打算做什么。毕竟他可是和米利亚共享了记忆，陈木与米利亚之间那一晚上发生过的事，只要白渊想，随时可以在脑海当中重放。看着他那不像是演出来，入木3分的娇羞，尤其是那抓住裙摆玩弄、避开视线又偷瞥自己的细微动作，当对视上目光后，连忙避开，如受惊的兔子。作为一个身体心理正常男人，这个时候选择退缩，还算男人吗？可以，你留下来吧。陈木拿出一罐啤酒，掌心释放出寒性，迅速冰冻，表面出现一层寒霜，一饮而尽。酒壮怂人胆，不完全错误。是，主人。白渊随时准备在陈木的命令之下切换伴侣模式。进入伴侣模式后，他的情感会比平时更加丰富，表情也是同样，不会再冷冰冰的。砰！啤酒罐捏扁，砸在面前的茶几上。陈木站起身，示意一眼卧室方向。那时间不早，睡觉吧。是，主人。米利亚对此显得异常兴奋。他早已切换伴侣系统，轻车熟路，眼里已然可以看见粉色爱心的形状。一番经历下来，米利亚从未让陈木失望。倒是白渊的伴侣模式令陈木颇感意外。
与他固有的冰冷印象形成强烈反差。那股主动劲，连陈木都不禁甚颤。突然翻身上位，十指紧扣，占据主动权这样的事并不少。米利亚也发挥出自己身为前辈的职责，打起辅助，从旁协助。在此之前，陈木一直以为这种画面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居然可以亲身经历。剧情可能没那么丰富，动作是一样不少，甚至因为是智能生命体，高难度3个字诠释的淋漓尽致。看了看米利亚，又看了看白渊，二人则是睁大一双秋水美眸，饱含爱意。陈木只可惜这智能生命孵化蛋没有上架商城，获取方式随机性太大，否则绝对买爆刷爆，过上连天子都羡慕不来的生活。主要家够大，地势够宽，想建多少个皇宫不行，分分钟的事。停下多余的思考，陈木闭上眼睛，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很适合入梦。被米利亚、白渊压着的双臂向上一用力，将二人猛然往怀里一拉，抱得更紧。别的不敢说，睡觉速度陈木绝对有自信敢争第一，几乎秒入梦。而在距离玄武龟上百公里外的地方，一座石林之中，成千上万的鸟人族蹲坐在一根根天然形成的石柱上。很快便有一只鸟人飞回落下，旋即将自己在探索时的所见所闻一字不落全盘托出。他本该死在玄武龟的火焰之下，却因为恐惧做了逃兵，选择将这个消息带回，将功补过。这片石林随时有坍塌的风险，并不适合作为鸟巢大本营。81中文网，他们需要占据新的领地进行发展延续。不忘补充，不仅如此，我还发现有人族居住在那巨龟背上。什么人族都能住，为何我们不行？区区食物竟敢凌驾于我们之上，罪不可恕。我想应该是人族太过渺小，渺小到那巨龟根本注意不到他们吧。你们会去在意一只蚂蚁吗？这番话让一众鸟人内心好受，平衡不少。他们自诩高等生命，绝对不想被人类给比下去。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鸟人们纷纷扭头，目光看向一名赤露上半身，长有唯一金色羽翼，戴着足够遮挡整张脸的密字形鸟嘴金面具的男人。他便是这支数以万计的鸟人军团的王。会飞的背山巨龟吗？那的确很适合作为我们的新领地。带路。轰！一双漆黑、一指足有正常人一小手臂长的鸟爪松开石柱，宽厚的金色羽翼展开，飞上空。那对金色羽翼是他的臂展2、3倍还要长。是赶回来汇报的鸟人得知自己还有利用价值，有机会活下去，顿时长舒一口气，不敢怠慢，迅速松离石柱，飞上天，带路。轰轰轰！之后展翅声此起彼伏，不容忽视。掉落下来的羽毛更是如雨一般密集，有的随风飘荡，有的卡在岩石缝隙间，任凭吹打。跟在王的背后，朝向玄武龟进发，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新世界建立起新的王国。拿下玄武龟将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上万鸟人从高空掠过，很难不吸引注意力。别说上万鸟人，哪怕是几百、千只麻雀飞过，同样十分吸睛。什么情况？怎么突然一下来了那么多兽人？不知道，他们好像对咱们没兴趣，目标很一致。万幸，我还以为今天会栽在这呢。这规模看着真是恐怖啊！一个人怎么可能敌得过？要不咱们还是去加入工会吧。行，这其中难免有好事者选择尾随，想要弄清楚那群鸟人到底在密谋什么。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家工会可就在这片范围内，万一他们发起突袭，再加上这个时间点，难免杀个措手不及。车内则这群鸟人飞得还真快，速度都加满了，还差点跟丢。你说他们这大张旗鼓的到底想做啥？我哪知道，会长派咱们出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想干什么吗？你小心点，不跟丢是一回事，当心跟太近，被他们发现的话，咱们谁都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放心，我心里有数。时间转瞬即逝，察觉到车速放慢，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男人扭头看去，到嘴边的话，在注意到他抬眸看着什么的动作以后，闭上嘴，跟着抬起目光向上看去，这才闭上的嘴巴又因为过分震撼吃惊张大到足以轻松塞下一整颗鸡蛋。电灯泡，卧槽，原来那个传闻是真的，真有巨龟在天上飞。什么巨龟？那叫玄武。那些鸟人貌似是冲着那句玄武去的。虽说他们数量够多，可这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确实，这差距肉眼可见，完全不是靠数量能弥补得了的。一脚刹车，见鸟人以包围之势想要围困住玄武龟，几人选择登上一旁最高的大楼，从一个更好更方便的角度去好好观摩这场战斗。这是啥玩意？见有人凭空掏出一颗橘子大小的黑色珠子，男人好奇问。会长给的好东西，电子眼可以记录，
把这些画面直播回去。不愧是会长，连这种东西都有。按下电子眼开关，启动电子眼，电子眼保护罩打开，露出镜头，光泽感很强，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个镜头。然后迅速脱手升空，可以自动操作，也可以远程手动利用系统面板建立连接进行操控。与此同时，工会会长这边收到电子眼传来的信息，直接打开大屏幕进行放映，并不介意被别人看到，这不是什么值得保密的内容，正好也让工会成员了解一下鸟人与他们的战斗方式。还是那句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作为会长，不可能不想把工会做大做强，登上榜单，扬名立万。但在那之前，兽人是不得不跨越的一道难关。几百人听到有热闹可以看，纷纷拿着泡面碗、面包、罐头之类聚集过来。啥玩意？这是一只乌龟，怎么身上还有条东西呢？什么乌龟？你睁大眼睛仔细看，你家乌龟有那么大啊？我的妈，旁边房子咋那么小？我想这应该就是之前在世界聊天频道传得沸沸扬扬的玄武吧。别说，和我看的漫画里的玄武形象还真挺像，不是末世吗？咱连神话都出来了，那群鸟人居然打算对神兽下手吗？胆挺肥啊！玄武龟的出现一下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掀起热议。聚精会神到忘记手里还拿着食物在干饭。鸟人王这边见靠得如此之近，仅仅只是停下而没有任何动作的巨龟，与他背上那条金铜青蟒，迅速出手掐握住那名通风报信鸟人的脖子，拉近到面前。你之前不是说你们一靠近他们就会攻击你们吗？为何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鸟人王讨厌被欺骗，这在他眼中是一种不忠，哪怕只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王，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请您相信我，我绝对不敢欺骗您。我先前所说句句属实。鸟人呼吸艰难，断断续续地回答着，明明被掐住脖子，却不敢抬手反抗，一副顺从至极的模样。闻言，鸟人王松开手，挑选出100名精锐，打算让他们作为先头部队，打探情况。呼吸缓和后，鸟人紧接着开口，我想那巨龟很有可能是畏惧王您的实力，所以才不敢有所动作。对于鸟人这一番吹捧话，鸟人王干脆的选择无视，没有任何回应，没有任何行动。鸟人也识趣的没有再多说什么，默默退身到一旁，静候差遣。工会这边，那只金色羽毛的鸟人干嘛对自己人出手？谁知道？可惜听不见声音。哈，当默剧看就是了。他们果然是冲着玄武来的。等等，你们快看，那是什么？有人抬起手，只见屏幕画面中一道道金色的门相继打开，从中走出来一尊尊金色的人。看那穿着打扮，像骑士，但肯定不是人。技能吗？在他们后面有一个天使。我的天，6翼天使！即使隔着那么远，画面有些模糊，我也能清楚感觉得到它有多美。天使为何会出现在玄武身上？中西结合，好怪。事实是，鸟人之所以靠近后，玄武龟、金铜青蟒没有任何动作，包括试炼之塔里的首关 BOSS6翼天使会登场，全部都是沉木的手笔。原因嘛，很简单，他猜到鸟人肯定会回来复仇，若非他有意放过，那只鸟人根本不可能会有机会飞回去通风报信，一切都是为了杀戮点。陈木有很多可以对付鸟人的底牌，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派出6翼天使提前守候在那，一旦鸟人来袭，进入安全范围，便召唤天使圣骑军对其进行戮杀。6翼天使则是完全按照陈木的命令在做事。天使圣骑拉弓上箭，瞄准那100名鸟人，松前一柄柄金色的长剑划破夜空，飞射而去，精准命中心脏，完全不给反抗机会。100名鸟人存在不过半分钟，全部陨落下去。我靠，那6翼天使好强，居然能召唤那么多金色骑士。原来怪物也会攻击兽人吗？天使怎么可能会是怪物？胡说八道。说的没错，哪有那么漂亮的怪物？咱能不3关跟着5关走吗？那实力不是怪物，你敢去他面前，看他杀不杀你就完了。6翼天使的口碑两极分化，一些人觉得6翼天使和丧尸怪物一样，属于怪物，对人类充满威胁。一些人觉得6翼天使的存在是救赎，是希望，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是单纯觉得它好看，吃它的颜值、外表。金色的门并未关闭，天使圣骑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其中冒出。看到马上过千的数量，鸟人王这心里打起退堂鼓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有可能全军覆没，退颜面扫地。他难以理解面前那个长着6翼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鸟人的脑海里可没有对于天使的认知。天使圣骑挥舞翅膀靠近鸟人，尽管数量暂时不占优，却一点不畏惧，手持大剑一斩，刀刃从鸟人投入两腿之间出，分裂2半。身后还有天使圣骑在不断释放着剑雨，
击杀鹰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猫头鹰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隼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陈木对此毫不知情。天使圣骑的杀戮是无声的，那么远的距离，即便真有声音，也根本不可能传得过来。正搂着米利亚，白渊睡得香甜，不管怎么翻身，都是一片柔软，完全一边倒的虐杀啊！那群鸟人就这么站着被杀吗？啥也不干，看着让人着急，要么拼上性命战斗，要么转身逃跑，发愣可还行？呵呵，你们看到那6翼天使，还有那圣骑士，你们不愣？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鸟人王同样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人员损失越来越多，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尽快下定决策才行。81中文网想法刚产生，又见6翼天使飞到绝对的制高点，6翼向后展开到极限，旋即猛地向前一挥，咻咻咻咻咻咻咻，无数看着坚硬如铁，还反射着月光的银色，带有圣辉的羽毛，比箭雨更加密集，齐射下去，1000、2000、3000。这一刻，屏幕后的工会成员，包括会长在内，才意识到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屠杀。与6翼天使比起来，那些天使圣骑之前的所作所为，顶多算小打小闹，根本没得比。这家伙原来除了可以召唤那些兵马之外，自身实力也那么恐怖的吗？这战斗力是真的夸张，完全把那些鸟人当成韭菜在收割啊！话说回来，我直到现在也没看明白，他们双方为什么会站在一起啊？谁知道打狗还得看主人，很有可能那只玄武是他养的宠物。西方天使养咱们东方的玄武，你觉得合理吗？屠杀还在继续，逃无路可逃，羽箭覆盖的范围实在太大，鸟人们来不及转身，翅膀已是被穿透，插满6翼天使那神圣的羽毛，那圣光十分灼热，下一秒便轰的一声燃烧起来，一个个势如流星坠落下去，又在坠落的过程当中被穿心，被爆头致死。落地之时，身上已是被插满天使羽毛，辨认不出本来的面目，那本赤露在外的身躯如今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唯一能在这攻势下苟延残喘的只有鸟人王而已。一双巨大的金色羽翼完全展开，叠放在头顶，形同一把保护伞，金光亮起，火焰猛烈燃烧，形成屏障。除此之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臣民一个接一个，不准确来说，应当是一大片接着一大片死亡陨落。鸟人王的目光快速寻找起那名回来通风报信的鸟人，想着至少要在死之前手刃掉他，以解心头之恨。人族？你管这叫人族？鸟人王气得不行，胸口跌宕。只可惜一番看去，并未发现那名鸟人的声音，想着兴许早就死在羽箭之下，一股憋屈感油然而生，拳头攥紧，扑哧，来不及开口，低下视线，只见一把金光大剑从胸口穿刺出来，扭身看去，正是天使圣骑。轰！鸟人王绷紧羽翼，锋利如刀，朝向天使圣骑挥斩而去。天使圣骑拔剑后撤，轰！鸟人王一羽挥空，火焰冲出去。只可惜这点余火并没办法对天使圣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倒被6翼天使的羽箭找到见缝插针的机会。扑哧扑哧扑哧，鲜血狂飙，羽箭一支接一支，无情刺入鸟人王的血肉当中。轻盈的羽毛快速吸取血液，彻底染红。鸟人王感受到疼痛，下意识艰难抬起羽翼，想要继续抵挡羽箭。天使圣骑找准机会，双手重新握紧剑柄，锁定鸟人王那被自己一剑剖开的胸口，狠狠斩击下去。可鲜血顺着金面缝隙喷吐出来，双翼无力再支撑，缓缓落下。咻咻咻咻咻咻咻，扑哧扑哧扑哧，羽箭可不会善良到给鸟人王喘息的机会，身上逐渐被白色所覆盖，替代燃烧起不属于他的火焰，与其他鸟人一样迅速下坠。击杀鸟人王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50；击杀鹰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麻雀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这就结束了吗？比我想象中要快啊！双方实力差距肉眼可见，这有什么想不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位天使并未用出全力，否则可以更快结束战斗？肯定的啊，那游刃有余的模样，看着哪里像是用出全力的样子？看着这一切，会长却是一脸语重心长。原本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不错，工会发展的也是顺风顺水，至少在这怪物横行的世界有一战之力，可以活下去。但在亲眼见识过鸟人与6翼天使的对战过后，会长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着很长一段路需要走，现在就骄傲自满的话，可能活不过明天。之所以还活着，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强，而是运气好，没遇到像6翼天使那样实力强大到无法想象的怪物。在会长眼中，6翼天使与怪物没区别，
他可不指望能被那种家伙庇佑，实在太过异想天开。看着身边那些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有笑的模样，会长叹气连连。他反正是笑不出来。玄武龟这边，天使圣骑全歼鸟人，以圈为阵，凌空镇守。6翼天使并未离开，站在中心位置，随时准备再次应对来犯的敌人。玄武龟早已停止移动，毕竟睡梦状态下，陈木的提取召唤技能无法自己触发，属于主动技能。上万鸟人哪怕对于现在的陈木来说，也是一笔不容错失的资源，白白放弃，实在可惜。早已将命令灌入玄武龟脑海当中，他不敢不从。回到工会，会长让2名负责安置电子眼的成员暂时按兵不动，电子眼继续放着传输画面，想要多了解一下玄武龟与那6翼天使，毕竟离得不是很远。虽说不在玄武龟的必经之路上，可万一他突然掉头呢？真要如此，起码可以有抢先行动、逃跑的机会。会长可没有胆子敢直面玄武龟与6翼天使中的任何一个，一起的话更不用说了。视频照常放着，让人盯住，一有情况立马叫醒自己。会长白天刷怪耗光精力，决定提前睡觉补充。时间1分1秒过去，好奇心、激情总有退却的时候，大部分人选择回去睡觉，留下2、3个人轮流看守。鸡鸣报晓，只是这声音听起来比正常的鸡要大几10倍不止，仿佛有人拿着个大喇叭在耳边叫喊似的，尖锐刺耳。陈木正好睁开眼，双手臂被米莉亚白渊压得有些发麻，抽出后立马注意到眼前系统面板上那用力一滑，根本滑动不到镜头的击杀提示。升起窗户，扶住窗沿，脑袋探出去，迎着刺眼的阳光，适应半天，才注意到依旧镇守在原地不离半步的6翼天使与他那数千名天使圣骑。看来昨晚在我睡觉的时候，貌似发生了一场硬仗。陈木瞬移上去，踏空跳浮空而立，来到6翼天使面前，目光看下去，马路、高楼，甚至是电线杆上，随处可见鸟人的尸体。经过1晚上时间，鲜血早已流干，好在并不影响陈木进行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力量属性加10，速度属性加10。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力量属性加12，速度属性加15。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鸟人。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鸟人。尽管鸟人各有不同，有可能是麻雀，有可能是猫头鹰，也有可能是鹤，不过在召唤之后统一称之为鸟人。最终陈木刚睡醒，便收获了13422名鸟人亡灵军，并入暗影世界当中。对于他来说是个不错的开局，预示着今天说不定会走好运。而这一幕随后便被突然惊醒的看守注意到，有人在杀戮天使身边，抬起手用力揉搓双眼，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睡迷糊了。杀兽人一杀一大片的杀戮天使，怎么可能会容许人类出现在自己身边还无动于衷呢？不管他怎么揉眼眨眼，眼前的事实依旧没变。扭头想要向其他人确认，才发现那2个家伙睡得无比之死。啪啪，当即抡起手掌，一人大腿上狠狠一巴掌，十分响亮。快起来，发生大事！听到大事2字，2人涌到嗓子眼的怒气立马强压下去，目光齐齐看向屏幕。我是不是睡糊涂了？怎么看到有个人站在那天使旁边？你肯定没睡糊涂，因为我也看到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去通知会长啊！率先发现那人开口喊道。他睡觉时姿势太过奇葩，把腿压麻了，暂时动不了。哦，好。另外2人也并未多想，立即起身朝会长所在的地方快步跑去。几分钟后，以会长为首，浩浩荡荡一群人赶了过来。看到一个人类，无论面容还是装扮，都100%是人类的家伙，居然出现在那杀人不眨眼的6翼天使身边。原本还睡眼惺忪的众人瞬间精神，啥情况？这是那家伙应该不是天使吧？怎么不杀他？明明没有翅膀，如何做到飞天的？等等，那小子胆太大了吧，居然敢伸手摸天使的脸。喂，摸也就算了，天使干嘛不反抗？这家伙肯定不是人类吧？那扇黑色的门是怎么出现的？天使乖乖进去了。陈木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在刷新着众人的认知，若非亲眼所见，实在无法想象今天看到的和昨晚看到的是同一人。即便亲眼所见，照样忍不住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做梦，没睡醒。你捏我干嘛？疼吗？看来我不是在做梦。你他妈！下一秒，陈木忽然扭头，视线直直看来。那一刻，所有人与他隔空对视。别说一般人，哪怕自诩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会长，此时此刻照样难免背脊一凉，毛骨悚然，双手摩擦胳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最后看到的画面是陈木一抬手，然后画面就彻底黑了下来。
会长要如何处置那人？有人凑上来问他，会长一抬手，重重打在那人后脑勺上。你还想处置他？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可以，别连累我们。我不是这个意。想想后，男人还是决定闭嘴，免得越描越黑。所有人都给我记住那张脸，看到那个人，能跑就跑，不能跑，把他当祖宗一下供起来。不然你死没关系，万一连累我们所有人，哪怕下地狱，老子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会长表情严肃，大声提醒着所有人。见无人应答，会长又道：怎么哑巴了？是。众人肃然起敬，齐声答应。闻言，会长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得以落下，并决定立刻迁移营地，离开这座危险城市。世界聊天频道不免有反骨，将偷偷拍摄到的照片进行上传。兄弟们，昨晚的6亿天使有后续了，你们绝对猜不到发生了什么。快说，别卖关子。一个人类出现，不仅抚摸他的脸，打开一扇奇怪的门，他还乖乖进去了。人类，你确定那玩意是人类能降服得了的？超人吗？超人来，我感觉都悬。天哪，这未免太顺从了吧！即使画面如此模糊，依旧不难感受得到那6亿天使有多美。好家伙，动凡心，喜欢上凡人了。凡人，你家凡人天上飞，踏空而行。那家伙貌似住在玄武背上。如果我没猜错，6亿天使只是在他睡觉时间负责看守而已，拿天使当看门狗。这越说越离谱，却越来越接近真相。陈木这边将6亿天使收入暗影世界，遣散所有天使圣骑，选择回到别墅享用早餐。原本打开世界聊天频道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局势变化，看看热闹之类，不曾想一连进入好几个世界聊天频道，谈论的全是关于自己的事情，更有人将自己视作创世神，天使如走狗，实在无趣，便关掉系统面板。陈先生，秦璐从睡梦中醒来，画面确实有些模糊，不过从衣装、面部轮廓，他终究肯定了对方的身份。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除了他以外，这个世界上应该不是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有资格、有实力做出这种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句话用来形容陈先生，应该再合适不过。秦璐笑道，有种跟着沾光的感觉。吃完早餐，陈木才想起命令忘给了，让玄武龟凭想法行动，走到哪算哪，完全随机。陈木双手抱着后脑勺，往后一倒，倒在沙发上，想着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时，眼前弹出系统提示，日常任务即将发布，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日常任务吗？说起来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管过这个东西了，决定看看任务难度再说。太简单的话没必要，不如通关试炼之塔，难度通常与奖励划等号。主要太弱的杂兵专门前往提取召唤，浪费时间精力。日常任务发布成功，是否查看？陈木选择查看。哦，僵尸副本吗？陈木忍不住笑了，又是丧尸又是僵尸的，这是要中西合并啊。同意参与副本后，到达指定时间会被传送到副本，副本内无论爆率还是奖励品质，通通提升数倍。当然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丢掉性命的几率同样提升数倍，和之前的异星铁骑副本差不多，属于范围触发任务，并非全球共享。不过这一次的范围明显更大，涵盖了差不多4座城市。打开世界聊天频道，进入区域聊天频道。怎么样，你们要不要参加？参加？为什么不参加？爆率、奖励品质全提升几倍，这是难得的变强机会。可是你别忘了之前的异星铁骑副本，奖励也多，可最后几乎无人生还。是啊，我建议慎重考虑，奖励再多，能拿得到手，还能活得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你们想像这样怂一辈子，不把握住机会，迟早被那些强大的怪物找上门，当食物一口咬掉脑袋。我赞成楼上所说，现在咸鱼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分成2种声音，赞成豁出性命变强的，与建议保守起见的人数差不多，持正比。没办法，之前异星铁骑副本一事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强。说起这件事儿，陈木发现自己还得感谢异星铁骑替自己背了锅。真要论起斩杀数量，自己不一定比他们少。僵尸吗？回到系统弹窗本身，陈木果断决定参加副本。比起奖励，陈木更想了解僵尸本身，毕竟以往只有在电视、电影等杜撰出来的作品里才能看见他们。陈木上辈子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僵尸电影迷，尤其爱九叔。你已确认参加血月降临副本，30分钟后将正式开启副本。这30分钟时间，陈木准备就赖在沙发上，只可惜这个世界没手机，不能刷新闻、视频打消时间。人一闲下来，便忍不住胡思乱想，也不知道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建立起互联网？科技时代还有可能回归吗？要陈木想，是有可能的。
让所有人一直重复打怪杀怪，很难建立成一个国家。精神上的放松，娱乐很重要。对于血月副本米利亚，白渊如何想？想都不想。当陈木开口问他们两个要不要参加时，那点头的动作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完全一致，看不出丝毫犹豫。想想问出这个问题的自己还真傻，人家专门为战斗而生，怎么可能会选择逃避？不过真要说起来，比起战斗模式，陈木果然还是更满意伴侣模式。有此模式，手机不手机的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副本降临时间0点25分34，副本降临时间0点18分12，副本降临时间0点03分11。时间越来越近，转眼便只剩下60秒。为避免卡 bug， 导致二人无法顺利进入副本，陈木先将米利亚、白渊收进系统背包，等副本正式开启后，再将他们从里面放出来，确保万无一失。小青史的万年船，副本降临时间剩余10秒，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10、9、8、7、6、5、4、3、2、1，数字每滚动一下，总能让人心跟着颤动一下。血月副本正式降临，陈木能明显察觉到窗外的天一下变得阴沉下来，本该烈阳高照，万里无云才对。目光看向窗外，瞬移出去，玄武龟已是处于静止状态，仿佛不在一个维度。抬头看天，一片夜幕之中，又以血月的红芒点亮，天边猩红之色明显，一副末日景象，诡异感拉满。陈木瞬移至龟甲边缘，微微弯腰，目光向下看去，房屋建筑同样被古老的建筑替代，有些甚至还长满了青苔，好似存在已久。尖叫声四起，世界聊天频道中开始叫苦不迭。我后悔了，我想退出，现在还来得及吗？这些僵尸未免太变态了些，刀枪不入。看规则，击杀僵尸后会获得专用点数，购买符纸、桃木剑之类的道具，可以更加轻松地杀死他们。点数根本拿不到，真佩服那些没有地级技能天赋还敢进来的人。我这个地级天赋想杀一只都不容易。大佬，求抱大腿啊！我辅助贼强，刀枪不入吗？关掉系统面板，这个设定倒是蛮符合陈木心目当中对于僵尸的认知的。放出白渊、米利亚，主人，接下来你们自由行动吧，无不可杀，不要心慈手软。陈木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能绝对看破人心，更别说是对于白渊、米利亚这样的智能生命体。与其让他们去考验人心，不如直截了当的扣下扳机出刀。参与进这个副本的人顶多几万，杀了便杀了，物竞天择，怨不得谁。他们没有第二系统，弱小这些总不能怪到自己头上吧？是主人。白渊、米利亚二人领命，化作一抹红光，一抹白光，跳下玄武龟背。陈木收回视线，自己跟着一个瞬移落地，抬头再看，玄武龟果然静如止水，毫无动作，不在一个世界。兄弟，救命！救命啊！听到背后传来带着浓郁哭腔的声音，陈木转身看去，只见一个男人正连滚带爬的往自己这边跑来，而在他背后是个不足陈木腿长的小僵尸。正常人肯定不会是这副打扮与面容，头戴编织精致的斗笠，身穿黄衣黑裙，裙子正中心还有粉色荷花，以绿叶点缀，小脸煞白，跟抹了好几层腻子似的，宽大额头有个绿色的勾玉图案，眉毛是2个小圆点，四眼睛，双眼窄成一道缝，冒着金光，眼下2道宽厚的红泪流下，嘟起的白色双唇之上，下嘴唇一点红，犹如纸扎人，要多诡异有多诡异。陈木刚想说，那么大个人被这还没有腰高的小僵尸追得叫苦不迭，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未免太丢脸了些。结果就听到道路两边的木屋当中传来一响声，砰砰轰轰，接着可以清楚看见2根大腿粗细长10几米的原木撞破墙壁飞了出来，扑哧，2根原木正好一根一边，重重砸在男人的脑袋上，从1颗头的距离到无距离，鲜血爆射开，如花在青石砖地面上绽放。男人身躯连同原木一并落地，声响巨大。木屋中有僵尸同伙偷袭，陈木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性，施展魔瞳后发现其中空无一人，谁的手笔再清楚不过。陈木目光回到小僵尸身上，正想猜猜看他会的是什么技能，便看见他双眼金光绽放得更加夺目，旋即2根摔打在地上带血的原木凭空浮起，调转方向对准自己。意念操控吗？哪怕不是，陈木肯定也是相近的技能，无非名字不同。轰轰，2原木破风扬尘飞射而来，眼看着要进陈木的身，却突然被寸寸凭空撕裂，粉碎成渣，飘散一地木屑。小僵尸未曾料到这一幕，来不及惊讶，又抬起双手，一双白皙不足陈木一般大的小手从衣袖当中伸出，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周围越来越多的杂音响起，从四面八方传入陈木耳中，砰砰砰，轰轰轰。在下一秒，一眼望去，几十根原木破墙而出，房屋失去支撑，应声倒塌。那几十根原木呈半圆形，将陈木包围其中。然而似曾相识燕归来，陈木身边仿佛有着一层看不到的保护屏障。原木本身力量巨大，撞上去的瞬间，无一例外，全部被撕裂，粉碎成渣。小僵尸小拳头攥紧，重重下挥，显然是在愤怒，杀不死陈木，抬起双手，还想控制更多东西。陈木又岂会给他这个机会呢？一个闪身，快速出手，掐握住小僵尸的脑袋，咔嚓，用力一扭，颈骨断裂的声音清晰传出。击杀意念小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1，阴阳点。陈木没猜错的话，这大概就是用来购买可以更加轻松击杀僵尸的道具的钱币。松开手，看着倒在地上彻底死透的小僵尸，陈木终于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说这家伙刀枪不入了。确实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想要拧断他的头，比丧尸要艰难不少，需更大的力气。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意念操控，法术强度+2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意念操控，自动升级为 SSS 级意念操控，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意念小僵尸，打开暗影之门，放出已是被亡灵化的意念小僵尸，变成自己的人以后，看着可比刚才可爱多了。陈木的目光正在意念小僵尸身上，下一秒脑海中响起危机提示，又是原木从前面的道路尽头直射而来。意念小僵尸反应速度很快，双手猛然向上一抬，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咻咻咻。陈木扭头看去，只见地面上大块大块的青石砖如同地毯般被掀起，十分丝滑。砰砰砰，青石砖一块一块撞击在那原木之上，前仆后继，在原木距离陈木还剩下2-3米时，终于将他给逼停。陈木想说，直接利用意念操控原木转向攻击对方的话，效率不是更高些吗？这可能就是人与僵尸之间的区别吧，他们没那么多坏心思，只是单纯想要你的命而已。随着青石砖与原木全部落地后，陈木目光再看去，从阴暗视线无法到达的地方，走出了一只接一只意念小僵尸，有7-8个。他们歪着脑袋，似乎很费解，自己身边这只意念小僵尸为何会背叛他们。能有这种想法与表现，说明他们的等级远要高于丧尸。7-8只意念小僵尸拜月一般，高高举起自己的手臂，一样有粉色荷花图案的黄袖滑落，露出纤细毫无血色的胳膊。轰隆隆，陈木可以明显感觉得到脚底传达上来的震感，目光看去，周围的仿佛一眼可见，全部在剧烈晃动解体，无数大小不一的尖锐碎块浮空而立，矛头直指自己。人数多了，还可以集合所有人的力量，加大意念控制吗？不得不承认，这的确超乎陈木的预料。没想到僵尸还有团队合作这一设定，影视剧里貌似也有。看着那漫天的碎木，有的似剑，有的似刀，指望一只意念小僵尸，即便经过亡灵强化，想要化解，几乎不可能。不，应该是完全不可能才对。咻咻咻，看着铺天盖地砸下来的碎木，没办法，只能陈木自己上了。单手抬起，触发 SSS 级意念操控，一瞬间，所有木块全部停止移动。距离陈木最近的锋芒只有不到几厘米，近在咫尺。陈木手腕手掌一转，那些木块跟着调转方向，瞄准的正是原本操控他们的意念小僵尸。意念小僵尸发出疑惑的声音，疯狂推着双手，想要重新掌控那些木块，发现起不到丝毫作用。逃，在他们脑海中并没有逃跑这一概念，所以看起来像个傻子，明知道会死，改变不了什么，却只能一次次推着双手，尝试再尝试，无限重复。咻咻咻，木块一大片一大片接连砸在意念小僵尸身上，步步倒退。即使他们再如何皮糙肉厚，也根本经不住反复的捶打。伤口暴露出来，立马被无限扩大撕碎，骨头一点点暴露出来。击杀意念小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1。击杀意念小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1。击杀意念小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1。陈木需要做的只是见证这一切，再让这些小家伙活出第二世。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一共8只意念小僵尸全部到手。血月副本与异星铁骑副本相比，设定更加完善，有可供玩家查询的排行榜系统，榜单最大可显示人数500位，以击杀数量多少排名。此时榜单上无论怎么滑动，一水的0，要么则是一水的1。排名第2的实力强点杀了2个，
第一，自然不必多说，被陈木以9个意念小僵尸的击杀数量牢牢占据，只显示名次与击杀数量十分简洁。第1名什么来头？这才刚刚开始吧，居然就杀了9个僵尸，妈的，刀都砍卷刃了，愣是毫发无伤，只砍破1点衣服，这僵尸的设定太无敌，太变态了吧！不怕火，不怕水，这叫人怎么玩？逃吧，尽可能组队更多人手，以人数碾压，大家的伤害加在一起，说不定可以灌死。转身话音未落，双手臂传来10指肩胛深刺入其中的疼痛，来不及回头，脖子被什么东西卡住，接着又是尖锐物刺入其中，滋滋滋，吮吸的声音就在耳边，听得十分清楚，能感觉得到体内有东西在往外流出，越来越虚弱。靠，一步跳10米，快逃快逃，那家伙没救了，千万别靠近他，一旦被咬到，很快会同化。和丧尸好像，丧尸也配跟他们比？争论不休，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阴阳点加1。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阴阳点加1。击杀意念小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20，阴阳点加1。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别人是在艰难求生，而陈木正带着9只刚刚收服不久的意念小僵尸，在这古老的城镇当中大肆屠杀，逢尸便杀，绝不留活口。9只意念小僵尸围成一个圈，形同阵法，将陈木牢牢保护在其中。有僵尸掀开棺材板，从中飞跃出，想要扑倒陈木，便会立马被意念控制，丢飞出去10几米远。来不及起身，各种原木、石砖噼里啪啦往身上砸，活活砸死，砸成肉泥。这一路畅通无阻，见已经累积不少阴阳点。陈木打开血月副本专用商城，想看看可以买些什么道具，过把天师瘾。受副本限制，阴阳点只能在血月副本中使用，副本一旦结束，阴阳点会按照每一阴阳点兑换10杀戮点的比例，全部转换为杀戮点，倒说不上浪费。而在副本中购买的商品并不会随副本结束消失，但毕竟是针对僵尸存在的道具，即便拿出去，对丧尸、怪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阴阳点减5，天师道袍购买成功，阴阳点减1，黑狗血购买成功，阴阳点减1，镇尸符购买成功，阴阳点减1，桃木剑购买成功。你别推我啊！你刚才不是嚷嚷着要进去杀他个片甲不留吗？我这是在帮你。陈木刚刚才从商店买了一大堆降魔除妖的利器，紧接着便听见前面左手拐角墙后传来几人的议论声。侧目看一眼这高耸的围墙与墙后的2层楼，与周围明显不同，即使老旧了，依然显得十分大气。这种场景越复杂、高大上的地方，陈木用脚趾头都不难想到，定是 BOSS 或者精英怪所处的地界。正好买了一身道具，发愁找不到合适的对手呢。没想到下一秒就主动送上门来，遣散意念小僵尸。陈木大步走去正门口，看到陈木一身天师道袍走出，推搡着的几人瞬间哑言，连忙退至一旁，让开通道。他们是没钱买这些东西，可关于他们的价值却一个比一个门清。我靠，价值5阴阳点的天师道袍，这小子什么来头？快看他腰上的黑狗血、黑驴蹄还有糯米，加起来得好几十阴阳点吧？难道是榜一那位牛人？活久见，活久见啊！对于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的内容，陈木漠不关心。真要说起来，被人吹捧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径直跨过门栏，走进院中，果然是大户人家。进入院中，除了石砖碎裂、杂草丛生外，并无多少反常之处。可当陈木来到主厅门前时，正准备开门，却意外注意到正从门缝咕嘟咕嘟往外冒鲜红的血，想必应该是在自己之前前来挑战精英 BOSS 的玩家。刚才那小子进去3秒钟就没声了，你们猜他能扛多久？这一身装备怎么着也得3分钟吧？你们太小瞧人榜1大佬的实力，我觉得稳稳碾压。呵，之前来这的还有 B 级天赋技能的拥有者呢，进去时多趾高气扬啊，现在呢，不照样没声音？背后传来的议论声更加证实陈木的猜想，血多到可以从门缝中挤出，可想而知门后会是一番怎样血腥的画面。不难看出，和意念小僵尸、普通僵尸不同，在这个地方只有进入指定范围后才会触发僵尸的攻势，否则门口那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伙早没命了。陈木双手抬起，吱呀一声，才将木门推开一道不足眼宽的缝隙，未曾来得及将目光探进去，看清些什么，危机感应响起，陈木快步后撤，跳下台阶，跳出3、4米远，砰轰砰，一只只僵直平举的人手穿破纸糊的木门，大力摇摆，破碎成渣。从那手臂的衣着可以看出，正是之前跑来挑战却反被僵尸吸血同化为僵尸的玩家，一个个面色惨白，双眼一变，衣衫破烂，
到处可见爪痕，脖子上腐烂发臭的2道牙印大洞，更是有力证明他们此刻非人的证据。嘴里宛如丧尸，含糊不清的低吼。不过比起这群人，陈木此时的目光全在他们身后，准确来说是摆在房屋正中央那口因为一边长凳损坏斜立的棺材，